薰儿站在原地，与雷娜保持了足足1米的距离，一张精致小脸上挂着些许的不耐烦，灵动的美眸一直在四处张望，直到找到那帐篷后面走出来的少年之后，一双原本有些淡漠的眸子瞬间眯起了月牙，倾国倾城的小脸上骤然绽放的笑容灿烂美丽，一时间竟然是令周围的光芒都是有些暗淡，令得无数男学员看得心神摇曳。而站在薰儿面前的雷娜更是看得隐隐有些眼晕目眩，不过很快这笑容便是迅速消失，然后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雷娜反应过来之后，终于是看到那青莲一般的身影已经飞速地扑到了那黑衣少年的身边。是他。望着那从帐篷后面突兀出现的少年，雷娜先是微微一怔，有些疑惑萧炎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然后心中便是莫名的升起一种极度的火焰。虽然明明知道对方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可是当看到那完美的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女孩抱着萧炎手臂亲昵的模样，雷娜依旧是产生了巨大的嫉妒情绪。萧炎哥哥，你总算出来了。薰儿抱着萧炎的手臂，俏脸上满是笑容，丝毫没有方才对雷娜的那种冷淡。这样的一幕令很多男学员便是更加的极度羡慕萧炎。不过后者那6星斗师的实力以及这般年纪所表现出的堪称恐怖的天赋，令他们对于萧炎也是不敢多说什么。那个家伙跟你说了什么？萧炎微微皱眉，目光有些不善地看了雷娜一眼，前世便是知道这货不是什么好人，没想到自己被柳飞拉开的片刻，便是看到这家伙又粘上了薰儿。也没什么，就是他想要拉我进他那个什么地阶导师的班里。薰儿微微撇了撇小嘴，对于雷娜的行为颇为不屑。闻言，萧炎嘴角泛起一抹淡淡的冷笑，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不干好事啊，没想到刚刚遇到便是他们两人在挖若琳的墙角，这若是普通乡下来的天才，可能真的就被这两个家伙给忽悠住了。正欲拉着薰儿离开，萧炎便是看到雷娜又舔着个脸走了过来。薰儿学妹，我刚刚说的话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雷娜还客气地冲萧炎点了点头，然后继续绅士地看向薰儿。一来是萧炎的天赋令他感到忌惮，二来是男人的心理作祟，令他想在薰儿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不过他这本来就蛮横粗狂的人，如此装扮之下倒是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用了，我们只会坚定地选择若琳导师，其他导师一律不考虑。萧炎淡漠地看了雷娜一眼，态度比起方才对于柳飞还要冷漠些许。说罢便是拉着薰儿的小手准备离开。望着乖乖跟着萧炎就要离开的薰儿，雷娜心中却是忽然着急了起来，尤其是看到后者那对自己和萧炎完全不同的态度之后，内心的嫉妒更是让着着急转化为了怒火。等等！雷娜忽然低喝一声，目光有些不善地盯着萧炎说道：萧炎，你知道选择一位地阶导师对于一个新生意味着什么吗？多少普通新生挤破了脑袋都不一定能进入一位地阶导师的门下，你自己不要前程，你可不要耽误了薰儿的前程。听到雷娜的话之后，萧炎嘴角微微抽搐一下，心中也是有些无语。地阶导师也就是个斗灵而已，放在古族似乎连当门卫的资格都没有吧。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以薰儿的背景哪里会在乎什么迦南学院。玩味地看了雷娜一眼之后，萧炎摇了摇头，竟是连理都不理雷娜，便是拉着薰儿继续离开。而薰儿的目光则是始终未曾在雷娜身上停留几次，被一个新生在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孩面前如此对待，雷娜面子顿时有些挂不住了，脸色略微有些涨红，径直拦在萧炎的面前。滚！被雷娜再度拦在面前，萧炎神色终于彻底冷淡了下来。萧炎，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所谓的绝世天才，便是在迦南学院的面前肆无忌惮。你的天赋的确很好，可迦南学院也是天才云集。我听说你曾经杀了2个斗师强者，不过我们迦南学院能够击杀斗师的也是大有人在，我劝你不要太嚣张，否则进了迦南学院你会过得很难受。雷娜脸色不善地看着萧炎，斗师之间也是有着不小差距的，同等级的斗师强者，功法斗技不同，战斗力便是有可能相差数倍甚至更多。他雷娜又不是没有杀过斗师，而且杀的还是黑角域的那种亡命之徒，难不难受还轮不到你这个臭鱼烂虾来教训我，你还是先修炼到6星斗师再说吧。萧炎瞥了一眼雷娜，声音在营地当中回荡，然后便是令许多学员微微一愣，忍不住地笑了起来。被这些学员一笑，雷娜面子更是有些挂不住，眼神冰冷地盯着萧炎，忽然冷笑一声：很好，我在迦南学院混了2年，还是头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臭鱼烂虾。萧炎，今天你敢不敢跟我这个臭鱼烂虾比试比试？听到雷娜的话语，萧炎嘴角却是泛起一抹略带几分寒意的笑容。求之不得。话音落下，他便是轻轻推开身后的薰儿，望着雷娜那张欠揍的脸庞，轻轻揉了揉手腕。就在两人准备动手的一瞬间，柳飞的身形却是骤然出现，然后站在了雷娜的身边。萧炎，对于学长你还是需要放尊重一点的，虽然你修为比雷娜高，可却不代表你战斗力比他强，更何况
一上来就跟学长动手，对你以后在学院的生活是有影响的。这样吧，你现在跟雷娜道个歉，我可以做个中间人，化解这场矛盾。柳飞看了一眼雷娜，又看了一眼萧炎，声音当中带着自认为和事佬的意味，却没有发觉自己拿语气的高傲。对于这女人，萧炎也是懒得理会，淡淡的摆了摆手道：“让开，不然等会儿将你误伤了，我可不负责。”你听到萧炎的话语，柳飞的俏脸在此刻也是彻底的冰寒起来，轻轻拍了拍雷娜的肩膀，低声道：“注意分寸，别打出事儿来了，否则我们可担不起责任。”听到柳飞的声音，雷娜也是狞笑一声，脸上的蛮横终于是彻底不再掩饰。放心，我会对你下手轻一点的。不过，你若是输了，这位薰儿学妹还得跟我回去。呵呵，望着这两人一唱一和的模样，萧炎嘴角的冷意也是终于达到了极致。下一刻，一团绚丽无比的火焰便是骤然出现在他的掌心之间。而随着这团绚丽的彩色火焰出现之后，天地间的温度都是瞬间升高了许多。看到这团实质火焰的瞬间，雷娜和柳飞嘴角原本的冷笑终于是彻底消失，化作一抹惊慌之色。实质火焰，这似乎就是炼药系那些家伙都极少有人能做到的吧？而且这火焰似乎还不是不同的火焰，这家伙的实力似乎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可怕。放心，我是不会留手的。萧炎冷笑一声，双手合十再一拉，一条绚丽的火焰长鞭便是在两人微缩的瞳孔当中骤然拉出。下一刻，火焰长鞭便是伴随着萧炎的手臂舞动，朝着雷娜狠狠地抽了过去。长鞭之上的炽热温度令空气都在扭曲。望着这一幕，雷娜脸色大变，浑身斗气迅速凝聚，先是化作一道斗气杀衣，其余部分疯狂汇聚到手臂之上格挡。啪！伴随着一声长鞭落地的响声，雷娜惨叫一声，身体便是倒飞出去。等到她落地之后，众人便是看到她手臂处的斗气杀衣已经被烧出两条长长的痕迹，露出下面被烧得隐隐有些焦黑的皮肉。不等她反应，萧炎便是再度出现在她的面前，手中火焰长鞭毫不留情地抽在雷娜身上。那斗气凝聚，寻常刀枪都难以进入的斗气杀衣，在此刻却是宛如一层真正的杀衣一般脆弱，在那火焰长鞭之下没有任何阻力，顷刻间便是被焚烧出一条条鞭痕。然后那火焰长鞭便是带着巨大的力道狠狠地抽在雷娜身上，先是将后者抽得皮开肉绽，然后那破开的血肉便是嗤嗤作响，顷刻间传来烧焦的味道。鞭打和火烧两种酷刑同时上架，雷娜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令在场的所有学员都是毛骨悚然，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不再带着羡慕嫉妒，而是深深的忌惮，甚至于是些许的恐惧。太残暴了！对于雷娜的惨叫，萧炎却是毫不动容，火焰长鞭没有丝毫留手，在雷娜身上留下一条条漆黑的痕迹。萧炎，住手，别打了！望着那在地上被抽得死去活来的雷娜，柳飞神色一变，连忙上前阻止：“滚开！再烦我连你一起打！”萧炎淡漠地看了柳飞一眼，令后者忽然浑身一个激灵。他忽然感觉，如果自己再阻止下去，那这鞭子或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了。可怕的鞭声不断响起，伴随着的是雷娜凄厉的惨叫。直到那名穆家的帝国军官赶到，萧炎才终于停手，收起手中的一火长鞭。只是此刻，那地上的雷娜已经是被抽得气若游丝，浑身上下都是破开之后又被烧得焦黑的皮肉。望着那被自己抽得半死不活的雷娜，萧炎却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爽！狗日的，上辈子就像抽你丫的了。前世的时候，萧炎便是对于这雷娜和柳飞的做法十分的恼怒。当初在天坟炼气塔，如果不是好长老出手阻止，那他怕是一个小型佛怒火莲就将这家伙给炸成废人了。重生以来，再度遇到这两个家伙不说，他们竟然还敢恶心自己，真是不知道这两人到底是哪来的勇气。望着那躺在地上只剩一口气的雷娜，萧炎眼中没有任何的怜悯。倘若是因为利益之争的你死我活，他虽然同样不会有什么怜悯之心，可至少会给对方一个痛快。可是面前的两个家伙却是纯粹的犯贱。如果雷娜不是迦南学院的学员的话，萧炎此刻早就用手中的火鞭将对方活活抽死了。萧炎，你竟然对你的学长这么狠毒，你今后进了学院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柳飞站在原地，心中恐惧的同时还脸色铁青。他刚刚指了指萧炎，面前便是有着一条火焰长鞭掠过，惊雷般的声音炸响，最后在那面前硬生生的化作一条数丈长的沟槽。我说了，再跟我指手画脚的，你的下场不会比雷娜好到哪里去。萧炎淡漠地看了一眼柳飞，宛如看着一个死人，那种眼神令柳飞脸色铁青的同时，却是更加的恐惧了几分。他张了张嘴，身体微微颤抖，却是终究没有敢再多说一句话。雷娜的惨状还历历在目，他实在是不敢拿自己这一身娇贵的皮肤去挑战萧炎是否会对他下手。望着柳飞这副模样，萧炎这才满意的笑了笑，心念一动，
那一火长鞭便是化作火焰细流回到自己的体内。前世的时候他还比较讲究风度，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打女人的，但是有了后面1000年的经历，见证了诸多下位面的人在域外邪族的入侵之下生灵如同蝼蚁一般惨死的现状之后，他便是彻底的明悟了什么男女老少，强大弱小，生死面前众生平等。所以别管你是男是女，一旦不开眼的撞上来，萧炎都要让对方知道招惹自己的代价。望着那浑身被抽得焦黑的雷娜，想起他方才那凄厉无比的惨叫和那毫无还手之力的模样，在场的许多学员都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看向萧炎的目光更是宛如看待魔神。雷娜可是他们这批学院当中被派来帮忙的学员当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5星斗师的实力放在外院都是十分不俗的存在，可是在萧炎的面前却是被打得跟死狗一样。后者所表现出的那可怕实力，不但让一众新生都感到害怕，就连那些老生都是被吓坏了，一个个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带着敬畏。6星斗师10质火焰打雷娜跟打狗一样轻松，几个关键步骤在众人的心中升腾。而在看到萧炎那张年轻的不像样子的清秀脸庞之后，他们终于明白若琳为何会激动地晕过去了。学院当中那些个风头正盛的家伙，在这个真正的妖孽面前，似乎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以萧炎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和年龄，等他到了那些家伙的年龄之时，或许已经成为内院当中的顶尖存在了吧。真是个令人头疼的小家伙。不知过了多久之后，那名姓穆的军官终于是从萧炎表现出的可怕实力当中恢复过来。萧炎所表现出来的可怕实力，令他这个大斗师都是感到了莫名的压力。后者手中的那条火焰长鞭，明显是某种极为强大的异火，竟然是将雷娜的斗气杀一烧的宛如轻纱。如此可怕的火焰，不知道落在自己的斗气铠甲之上，又会是怎样的效果？穆姓军官很想知道，自己若是与萧炎对上，到底是谁赢谁输。望着那躺在地上宛如死人一般的雷娜，他思量片刻之后，最后还是颇为心痛地咬了咬牙，从怀中取出一枚血红色丹药，塞进了雷娜的嘴中。不管怎么样，这批迦南学院学生的安全都是需要他负责的，轻伤重伤的他无所谓，可若是真的死了，那他也有逃脱不了的责任。因此他也是将身上用来保命用的2枚2品心脉丹之一喂给了雷娜。我刚才用力很有分寸，不会真的打死他的，最多也就是让他2个月下不了床，半年之内无法快速修炼了而已。萧炎在收起一火之后，先把薰儿和萧玉找了过来，在前往若琳帐篷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个军官的动作，不由得忍不住提醒了一句。听到萧炎的话语，那穆姓军官微微一怔，嘴角不可察觉地抽搐了2下。早说啊，为什么不早说？他妈的，为什么不早说？一枚心脉丹的价格可是超过上万金币了。想到这里，他甚至顾不得萧炎诧异的目光，连忙蹲在伸手在雷娜嘴里扣了2下，可惜除了口水什么都没有。穆姓军官深吸一口气，生无可恋地擦了擦手。经历了雷娜之事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若琳也是终于从昏迷的状态当中苏醒过来。醒来的若琳还是有些茫然，在看到萧炎、薰儿、萧玉都在默默地守在自己的身边之时，也是终于是从迷茫当中恢复了些许。看样子我真的不是在做梦。若琳有些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还是觉得面前的事情太过梦幻了一些。一个堪称妖孽级别的绝世天才，和一个同样潜力巨大的超级天才，还有一个看似平常但实际上普通老师能遇到一个便是可以算是大丰收的萧玉，这种阵容的学生实在是令他有些不可置信。自己转正第1年啊，上天就送了3个如此逆天的学生，难以想象若是将这3人给培育出来，那自己的职位将在短期之内提升到什么层次。玄阶已经是囊中之物，自己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冲击一下最年轻的地阶导师了？迦南学院是没有天阶导师的，所谓的天阶导师便是各位长老实力必须达到斗王层次，或是对学院有着难以想象的贡献，才能有这层身份。用了好久的时间，若琳终于是将这份天上掉下的超级大馅饼给消化了些许。饶是如此，一双美眸在看向3人的时候，依旧是充斥着笑容。什么？你把雷娜给打了？笑容并未持续太久，若琳便是得到了一个令人颇为头疼的消息。真是想不到，你这小家伙不但实际修为比他要强上1星，就连战力也是实打实的比他要强上不少。若琳无奈之余，看向萧炎则是更加的惊喜。天才啊，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天才，他才13岁就能把雷娜给打败，前途的确是不可限量，或许明年便是可以进入内院了。虽然内心有些烦恼，不过若琳反倒是心中更加平衡一些。这份馅饼实在是太过梦幻，萧炎若是再成了一个不惹事的怪宝宝，那他实在是更加难以心安。若琳心中已经是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这些小事而让萧炎这个妖孽跑了。至于雷娜那边，等他了解一下情况，自然会尽量妥善处置。不过当若琳跟着一行人来到另一个帐篷，看着那躺在床上半死不活宛如焦炭一般的雷娜之时，他脸上那原本从容的笑容在这一刻终于是绷不住了。你把他打死了？
若琳嘴角抽搐，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若是萧炎还没进入迦南学院就打死了一位学长，那无论他是何等的天才，迦南学院也是不可能要他了。这不是某个学院高层愿不愿意的事情，而是这种残杀同门的家伙都招进来，那迦南学院千百年来形成的规矩可就要彻底乱了。没有，就是打成了重伤而已，休养半年就能好了。面对若琳这个温柔似水的老师，萧炎也是不好意思，拉着脸轻轻摸了摸鼻子，讪笑着说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竟然把雷娜打成了这副模样？若琳深吸一口气，虽然无比的宝贝萧炎，可是此刻那柔和的俏脸之上也是露出一抹愠怒之色。大家都是同学，就算是有些矛盾，也不至于下这般狠手吧。若琳导师，是这雷娜和柳飞自己不老实，这两人可是在你昏迷期间出手要拉拢萧炎和薰儿，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导师手里。不等萧炎开口，萧玉已经是率先解释了。听到这句话，若琳脸色瞬间一变，不等他反应过来，便是看到萧玉再度开口道：还有便是这个不识相的家伙竟然敢把主意打到薰儿的身上，能留下他一条命，已经是萧炎看在宁和学院的面子上了。听到萧玉的话语，若琳俏脸神色变幻，最后终究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哎，我就知道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果然你们这些个天才就没有人是安分的，一个个都是惹祸的主。想到这里，若琳无奈地说道：雷娜的事情我会尽量帮你一把，不过他的导师可是外院一位资深的地阶导师，对方若是要针对你，恐怕也是会颇为棘手。听到若琳的话，萧炎却是丝毫的不在意，淡淡笑道：无妨，那家伙若是敢针对我，我就跟学院那些老家伙说要离开学院，我就不信那些个老家伙舍得放我走。以萧炎对于迦南学院的了解，那些老家伙们心中在想什么，他心中几乎是知道的一清二楚。而在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薰儿也是果断地站在萧炎的身边，浅笑道：如果萧炎哥哥不去的话，那薰儿也不去了。望着这一对果断站在一起的小情侣，若琳微微一怔，这才想起来这两人都不是寻常学生可以比拟的。别说是萧炎所展现出的天赋，就是薰儿所展现的天赋，都是比副院长那孙女还要强上许多。这般天才在一进入学院的那一刻，便是会被学院高层特别关注，除非是干了什么罪大恶极、天怨人怨的事情，否则是不会遭到太过可怕的惩罚的。这是天才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是萧炎和薰儿这种超级天才，恐怕更是比那些院长、副院长都要重视。若是他们主动退出学院，恐怕会立刻遭到学院众多高层的疯狂挽留。而若是赶走这两位超级天才，这罪名和后果可不是那位地阶导师就能够承担的。想到这里，若琳不禁苦笑一声，难怪你们两个如此从容，原来是有恃无恐啊。不过那家伙或许不敢对付你们两个，可却是有可能将怒气发到我这里来了。若琳无奈地摇着头，他一个刚刚转正的黄阶导师，后者一个资历较深的地阶导师，想要给自己穿小鞋，可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无妨，若琳导师放心便是。望着若琳这副无奈的样子，萧炎却是微微一笑道：那家伙若是敢找你的麻烦，那我便去找苏谦、虎钳这些老家伙好好聊聊，让他们传递一下不要欺负职场新人的精神。听到苏谦、虎钳二字之后，若琳微微一怔，最后才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萧炎：你认识大长老和副院长？看着后者这副惊讶的模样，萧炎不由得微微一笑，却是故作神秘的没有多说什么。对于萧炎这副模样，若琳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不过无论如何，假如有副院长撑腰的话，那么今天萧炎所做的一切似乎都算不得什么。真是个神秘的小家伙，让人心神都难以安定。若琳无奈的叹了口气。不过仔细想想，若是萧炎真有这般可怕的能量，那自己今后似乎更要靠着这个神秘的学生吃饭了。不是，到底谁带谁啊？怎么莫名其妙的感觉自己多出了一条大腿？经历过此事之后，若琳在萧炎的邀请之下，带着迦南学院的众人暂时居住在了萧家提前安排好的住宿区当中。如今整个乌坦城都是萧家的，他们住哪里似乎都是一个样。既然如此，倒是不如住个好一点的地方。而在收拾完雷娜之后，那些个学员在看向萧炎之时，目光已经是温顺的如同绵羊一般，没有人敢不开眼的去找萧炎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见到萧炎之后都是十分的恭敬。他们心中都是清楚，虽然大家都是新学员，可萧炎与他们显然都不是一个层次。这一点，这些个普通学员倒是比雷娜、柳飞拎得清楚。将一切都布置妥当之后，若琳也是抓紧时间，利用剩下的几天，在乌坦城及其附近寻找还有没有符合学院标准的天才。萧炎三人的出现，让他一度以为自己是不是气运加深，即将成为迦南学院名垂青史的优秀导师。不过现实终于是给若琳狠狠地上了一课。事实证明，他能遇到萧炎三人，就是单纯的运气好、命好。接下来几天所招收的新学员，竟然是连一个 B 级都没有，更别说是萧炎、薰儿这样的超级天才。对于若琳的气馁，萧炎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利用着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赶紧将自己需要布置的事情都给布置好。此次离去以迦南学院到此地的距离，就算是借助药老的力量，他恐怕也至少要半天时间才能赶回。于是萧炎便是率先去了亚飞那里。穿过被夕阳照耀的朴素街道，萧炎脚步灵敏，最后来到了米特尔拍卖场。门口的2名侍卫看到萧炎之后，没有任何阻拦，反倒是冲着这个少年暧昧一笑，然后便是放任萧炎进入。推开厚重的红木大门，萧炎便是看到那妖娆诱人的曲线正有些慵懒地靠在一张铺着魔兽毛皮的躺椅之上，一双美眸有些失神地望着远处渐渐落下的残阳。赤红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在美人的娇躯之上披上一层柔和的橘红色薄纱，令那慵懒美人更加增添了几分美感。似是听到房门被推开的声音，亚飞缓缓扭过头，一双美眸在看到萧炎之后，脸上的淡淡失落迅速消失，转而覆盖上一层自信的笑容。你来了。看到萧炎进来，亚飞优雅地从椅子上坐起，身体划过一道诱人的曲线，然后轻轻沏了2杯茶。是啊，这2日便是要离开了，来跟你告个别。萧炎也不客气，随意坐在一道软椅之上，任由温暖的阳光打在身上，笑盈盈地看着亚飞。要走了吗？闻言，亚飞身体微微一颤，美眸当中掠过一丝不舍，然后便是被他连忙隐藏了下去。望着那在夕阳照耀下闪烁着独特光泽的少年脸庞，亚飞这才发现，这小家伙如今已经比自己高了足足半头了。因为修为的突飞猛进和使用了不少好东西，萧炎的身高如今已经与成年人相差不大。哎，以你的修炼天赋，一直留在乌坦城，也的确难以成为真正的强者。微微点了点头，亚飞脸上终于是再度被往常那场间的妩媚笑容给覆盖。面前这个少年的未来，又怎么可能会局限在一个小小的乌坦城，甚至是小小的加玛帝国？他的未来必然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能够飞到怎样的高度，这一点倒是令人颇为的期待。莫，这是这3个月以来你源源不断地提供到米特尔家族的各种丹药售卖之后所获得的利润。虽然你这个小家伙看上去根本不缺钱，但出门在外也是不能少了钱。亚飞随手将一枚金色卡片递给萧炎，诱人红唇带着一份笑容。自从有了柳潘龙这个炼药机器之后，萧家几乎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朝着外界输送丹药，单单是筑基灵液，每个月便是朝外售出15瓶，还有5瓶优先供给族中小辈使用。除此之外，还有着大量的1、2、3品丹药被疯狂炼制，可想而知，亚飞、萧家和萧炎本人每个月会得到何等庞大的一笔利润。不出意外的话，这张卡片当中应该是有着超过100万金币的存款了。我走了以后，你可以先在乌坦城再待上一段时间，如果觉得是时候该回帝都了，那你再回去也不迟。反正萧家这边的生意会一直跟你合作的。萧炎轻轻嘬了一口茶，感受着唇齿间的香气，望着眼前这个堪称尤物一般的妩媚女人。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亚飞身体微微一颤，那原本还在勉强维持的笑容终于是彻底的败下阵来。她美眸微微抬起，睫毛轻颤，最后还是有些不解地看着面前的少年。为什么？你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好？认识萧炎1年以来，他终于是问出了这个一直埋藏在他心底的疑惑。虽然对于自己的美貌向来是十分的自信，可这半年来自己靠着萧炎这层关系到底赚了何等庞大的一笔金钱，又在米特尔家族地位在以一个怎样可怕的速度飙升，他自己心中都是无比清楚的。萧炎明明可以只分给他1成利润，甚至是半成，可为什么最后非要分给他3成？这样一块肥肉，这样一个地位，足以令无数人感到疯狂。是因为单纯的好色吗？过去的亚飞也是有过这样的疑惑，可是在看到萧炎对那蓝嫣然那隐隐有些冷淡的态度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个少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色胚子，更何况他还有一个青梅竹马，长大后或许还要胜过自己几分的小女友。就算是单纯的好色，又有几个男人愿意为了一个女人付出这么多呢？有些时候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对于面前这个少年，他也是隐隐有着些许的心动。可是越是心动，他才越是有些恐惧。从小见惯了商场尔虞我诈，贵族之间冷血薄情的他心中清楚，如今的他看似是如日中天，可一旦萧炎哪一天离开了，那迎接他的或许是一道永远都爬不出的深渊。金钱地位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更惨的是那一颗心恐怕也会从此丢失，再无心动的能力。望着亚飞那有些忧虑充满担忧的俏脸，萧炎嘴角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苦笑。看样子自己这一世的进度的确是太快了一些，快到令亚飞现在的心里有些难以承受。不过对于这些，他最终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饮下这口茶，然后便是起身走到了亚飞的面前。望着那张妩媚妖娆的俏脸，萧炎缓缓伸出手，在亚飞猝不及防的呆滞目光当中，缓缓握住她雪白的下巴。四目相对，
萧炎的目光终于是毫无保留地露出一抹炽热，那种炽热便是亚飞此刻也是忽然感到有些吃不消，一张如玉般的妩媚脸颊之上缓缓升起一抹红晕。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望着这张渐渐绯红的俏脸，萧炎嘴角掀起一抹坏笑。本少爷一直很图你这个人，这是前世修来的缘分，你逃不掉的。下巴被萧炎捏得微微有些生疼，亚飞费力地挣脱开来，最后无奈地摇头苦笑一声道：你有纳兰嫣然这么好的未婚妻，又有着那个比纳兰嫣然还要胜过一筹的青梅竹马，为何又偏偏盯上我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从来就不值得你这么做？啪！不等亚飞叹气完毕，一道清脆的响声便是从房间当中响起，火辣辣的痛感从亚飞的圆润丰盈处传来，令她本就带着几分绯红的俏脸瞬间变得更加红润。亚飞姐，我心里的确有你，这就够了，更何况你很值得。萧炎望着亚飞，手臂环住后者水蛇一般的腰肢，最后有些霸道地将后者抱在怀里，下巴轻轻顶在后者的香肩之上。记住，你只是斗气修炼的天赋不算很强罢了，并不意味着你就比纳兰嫣然之流差，可你的商业天赋却是足够的优秀。我相信，就算没有我的支持，你照样可以成为名震加玛帝国的顶尖商人。温和当中带着几分霸道意味的声音传入耳中，亚飞身体先是一僵，最后终于是无奈地瘫软在了萧炎的怀中。谢谢。轻声的呢喃从萧炎怀中传来，萧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抚摸着他柔顺的长发。良久之后，亚飞终于是从他的怀中抬起头，俏脸有些绯红地望着萧炎，最后也是缓缓吐出了心中沉淀了许久的话语：小家伙，姐姐似乎真的有些喜欢上你了呢。本少爷英姿无双，你不喜欢才是怪事。萧炎微微一笑道：切，臭美的你。亚飞轻哼一声，美眸在萧炎那逐渐成熟多了几分英俊意味的脸庞上静静盯了良久，最后忽然笑着开口：就算姐姐真的心甘情愿地做你的女人，你的那位小女友又怎么办？你或许对纳兰嫣然没有感情，可对于那个小妮子，你一定更加伤心吧。听到亚飞的话语，萧炎脸上原本的嚣张顿时荡然无存，脸庞微微僵硬，却是说不出太多话语。他的确是不会放弃亚飞，可同样的，他更不可能放弃轩儿。望着萧炎那僵硬的脸庞，亚飞眼底闪过一丝黯然，却是缓缓侧过头，红唇在萧炎的耳畔轻轻开合。没关系的，只要你能说服那个小妮子，就算是我给你做妾做情人，姐姐也是不在意的。低沉的女音在萧炎耳畔流转，带着些许的妩媚与诱惑，令萧炎微微一怔。是以萧炎的心态此刻都是隐隐有些呼吸急促了一些。感受着萧炎那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之声，亚飞身体轻轻贴着萧炎，美眸当中黯然之色却是更加浓郁了一些，有些自嘲地笑了笑，正准备再说些什么，耳畔却是再度传来萧炎的声音：轩儿那边的事情我自然会有办法解决，不过你去做情人又是个什么逻辑？我萧炎还不至于让喜欢的女子连个名分都没有。听到萧炎的话语，亚飞身体再度一僵，片刻之后，那双黯然的眸子终于是爆发出了一种异样的神采。玉臂有些用力地抱住萧炎，雪白下巴压在萧炎肩上。这一次，哪怕前方真的是万丈深渊，也总归要试一试。经历了这次近乎敞开心扉一般的交流之后，萧炎和亚飞之间的关系也是终于真正的突破了暧昧的这一层次。虽然距离那一步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可萧炎却也不急。对他而言，肉体的欢愉想要得到实在是太过容易了一些，他更在乎的是这些红颜们的感情。当然，若是有了鱼水之欢，那便是更上一层。最多2年，我便是会回来找你。离开米特尔拍卖场的前一刻，萧炎最后抱了一下亚飞，无论你走到哪里，姐姐都会在加玛帝国等着你。玉手轻轻抚摸着少年的脸庞，亚飞沉默片刻之后，忽然踮起脚尖，在少年那清秀的脸庞上轻轻一吻。等你下次回来，希望已经是个真正的强者了。离别之前，解决了亚飞这边的感情问题，萧炎显然是非常的高兴。在之后，便是着手安排家族这边的后续计划。如今帝国皇室将乌坦城赐予萧家之后，萧家如今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任何的阻拦，有了萧炎提供的资源，更是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迅速壮大。有着白寒这位堪比斗宗巅峰的强者坐镇萧家，萧炎相信只要不是魂殿的人杀过来，应该是没人能够动得了萧家。就算是被魂殿的强者发现了，那至少也得是尊老一级的存在，才能在短时间内拿下萧家。而魂殿虽然强者无数，在西北大陆也是有着少数分店，但是如今在西北大陆的斗尊级强者应该是不超过3位，所以当前的萧家应当是安全无比的。吩咐好白寒的任务之后，萧炎又去看了一眼柳攀龙。这半年来，柳攀龙几乎是一直都被当作炼药机器一般丢在萧家不停的炼药，每个月只有2天的时间可以短暂休息一下。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之下，柳攀龙的身体都是消瘦了几分。萧家能够快速壮大，
柳攀龙倒是功不可没。不过，在这般高强度的炼药之下，柳攀龙的炼药术也是在快速增长。看在后者这的确是尽心尽力的情况下，萧炎也是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再度赐给了柳攀龙一道灵魂修炼秘术。这秘术虽然比不上药老的太一地魂诀，却也是从药地典当中的某个片段，足以令很多七品炼药师都为之疯狂。除此之外，萧炎还让药老又赐予了一些炼药经验。柳攀龙得到2样东西之后，欣喜若狂，甚至激动的当场给萧炎磕了2个。好好为萧家效力，等我回来，你也应该踏入5品炼药师了。萧炎点头表示激励。有着一道灵魂修炼秘术，加上药老赐予的诸多炼药感悟，就算柳攀龙资质一般，成为5品炼药师都不是什么难事。若是2年之后自己回来，他还是个4品炼药师，那就是这老家伙偷懒了。将家族的事情安排完毕之后，萧炎又找到了肖战和萧鼎、萧厉，激活斗帝血脉之后，3人的修行速度几乎是1日千里。就算是萧炎在不使用丹药和外物辅助的情况下，都是比3人快不了多少。或许下次见面之时，肖战已经是货真价实的斗王强者了。大哥、二哥，既然你们还打算前往塔格尔沙漠历练，那还请帮我留意一下，若是找到一个叫做青灵的女孩，一定要将其收留起来，好好善待。父子4人离别前好好喝了一场，萧炎却是提醒起萧鼎、萧厉，一个叫做青灵的女孩。听到萧炎的话语，萧鼎、萧厉2兄弟对视一眼，然后便是纷纷点头，神色有些郑重地说道：“放心吧，此事便是交给大哥、二哥。等我们到了塔格尔沙漠，便是会立刻组建势力，然后寻找那个女孩。”听到萧鼎、萧厉的话语，萧炎也是微微笑着点头。相比于海波东那老家伙，十分容易好找。现在的青灵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也是不怎么清楚。如果真的要找，即便是他借助药老的灵魂力量，也要费上一番力气。好在萧鼎、萧厉如今也打算前往塔格尔大沙漠历练。由此看来，这世界线虽然是有所改变，当前的变化倒也不至于太大。对于萧鼎、萧厉的安全，萧炎倒是不算太过担忧。毕竟2人在激活了斗帝血脉之后，恐怕到了年底便是可以修炼到大斗师巅峰。等到萧炎从迦南学院回来之时，2人或许也已经是斗灵巅峰的强者了。加上萧炎给予的各种底牌，想必也不会遇到太大的危险。实在不行，还有白寒坐镇，除非是遇到斗皇以上的强者，否则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对了，去了塔格尔之后，这2年尽量不要跟蛇人族发生太大的冲突。当然，若是无法避免，也就无所谓了。喝下一口酒水，萧炎再度提醒道：“不要跟蛇人族发生太大的冲突。”闻言，兄弟2人也是眉头微微皱起。他们前往塔格尔，本来便是有部分借着蛇人族的强者磨砺自己的意思啊。等我下次回来，蛇人族或许会成为我们的一员了。为了避免以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尴尬事情，还是尽量减少一些矛盾的好。萧炎笑着点了点头。下次回来，蛇人族成为我们的一员。萧鼎、萧厉对视一眼，就连肖战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片刻之后，萧鼎才骤然瞪大了双眼，眼神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你是想把蛇人族？”望着萧鼎这副不可思议的模样，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未曾再多说什么。可他神秘的笑容却是令萧鼎、萧厉甚至肖战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难不成这小子真的要将蛇人族也给拿下不成？那可是一个丝毫不弱于加玛帝国的庞大势力啊，其族中更是强者无数。对于父子3人的疑惑，萧炎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心头莫名的想起了一道比起亚妃还要妖娆上几分的妖艳美人。想起那张足以颠倒众生的妖艳脸庞，萧炎嘴角缓缓浮现一抹温和笑意。这一次不需要陨落心妍的误会，彩铃，我要堂堂正正的将你折服。在萧炎将手中的诸多事宜处理得相差无几之后，若琳那边的情况也是渐渐的接近了尾声。在仔细将乌坦城及其周围所有的村落地盘都给找了一遍之后，若琳最后略有些垂头丧气的摇了摇头。除去萧家的这3个 SSA， 他便是再也没有看到一个令自己眼前一亮的天才。其余测试之人，天赋最好也只能按照 C 级评价。对此，若琳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终于是清楚的明白了自己此番只是运气好罢了。不过在叹息之余，他也是有些自嘲的摇了摇头，暗道自己实在是有些不知足了一些。能够同时得到3个如此优秀的学员，已经是足以令多少导师羡慕嫉妒恨的事情了。不说萧炎这个妖孽的有些离谱的家伙，就算是单单一个轩儿，都是比副院长那个小孙女还要强悍不少。迦南学院在乌坦城的招生终于是彻底的结束，而与这段招生同时结束的，还有这些乌坦城学员即将告别10几年的年少时光。未来，他们将在那所闻名大陆的高等学府当中深造多年，每年只有年假期间才有机会回来一趟。不过，当他们真正的从那座学府毕业归来的时候，想必就算不是某个名震一方的强者，也绝对可以在加玛帝国有着一个体面的身份了。对于很多平民的孩子而言，跨越阶层的机会就在这一次。因此，对于这一趟迦南学院之旅，
他们都是带着离乡远去的不安和对未来前程的兴奋。翌日清晨，乌坦城的城门口已经再度扩充了10几人的学员队伍缓缓汇聚，在这些学员的身边，则是有着乌坦城各个阶层的人员。上到肖战这种乌坦城之主，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瘦削平民，不同的人员却是近似的年龄。这一刻，他们眼中倒是没有什么高低之别，有的只是对于子女的不舍之情。马上，他们从小看大的孩子们便是要离开他们的身边了。虽然是有些不舍，可他们也是清楚，唯有去了那里，子女才有真正翻身的机会。儿子，去了迦南学院好好修炼，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咱家族谱都得为你单开一页。放心吧，爹，等我回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帝国军官，然后一步步成为帝国大将军。闺女啊，你在那里也要好好努力啊，只有自己优秀了，才能找一个更优秀的夫君啊。放心吧，娘，等我回来，肯定能嫁到萧家去。各种离别之语在耳畔传来，城门口被那种离别之情所弥漫，其中受到影响最小的，恐怕也就是萧炎和薰儿两人了。对于薰儿而言，只要萧炎在的地方，他便是不会感到孤单。虽然对于从小长大的萧家也有着几分感情，不过这些感情却是大多都汇聚在萧炎的身上。而萧炎心中更是藏着一个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老妖怪，对于此情此景，他也仅仅只是略有感触，跟眼眶有些湿润的肖战抱了一下之后，还安慰肖战不要跟个孩子一样。玉儿，去了学院那边一定要好好努力，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去找萧炎，跟着萧炎混，你一定会走得更远。萧玉的父母和爷爷也是叮嘱道。知道了。萧玉轻轻抹了一把眼泪，虽然年纪比萧炎薰儿大了几岁，可她却比二者要脆弱一些，毕竟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女孩。姐，我舍不得你啊，姐。萧宁更是没有出息，哭得稀里哗啦的。别哭了，我又不是死了，你好好努力，有着家族的资源帮忙，明年你一定可以来到迦南学院的。萧玉轻轻瞪了萧宁一眼，眼泪却是又流出了些许。萧炎表哥，妹儿明年一定会去找你的。人群当中，萧妹那清纯与妩媚气质所掺杂的小脸上也是带着几滴眼泪。好，你们明年都争取进入迦南学院，想必那时候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栖息之地了。萧炎轻轻揉了揉萧妹的脑袋，温和笑道。当所有人的情绪都宣泄得差不多的时候，在所有人注视的目光当中，一道身穿火红旗袍，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妩媚成熟气息的身影，却是出现在了乌坦城的大门口。当这妩媚妖娆的堪称尤物一般的存在出现的那一刻，在场许多人的离别之情在此刻都是有些被影响到，尤其是一些男性，此刻更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看向了那个惹火的身影。然而那走路间都令得男人心神摇曳的动人身影，却是迅速小跑几步，最后在所有人震撼和不解的目光当中，跟萧炎紧紧地抱在一起。亚菲姐，你感受着体内的软玉温香，萧炎原本平静的心情却是莫名的波动了一下。我等你回来。缭绕着几分香气的发丝之下，亚菲略带几分酥麻的声音在萧炎的耳畔响起。片刻之后，后者才松开萧炎的身体，一张美艳俏脸之上虽然有着几分羞红，但更多的却是从容与大方。望着后者这副模样，萧炎呆愣片刻之后，也是终于轻轻笑着点了点头。好，等我回来。片刻之后，那绵长的迦南学院队伍终于是再度启程，留下许多长者最后大声的叮嘱。不过或许是被今日亚菲和萧炎的动静给影响到了，一些个心大之人此刻竟然是有些心不在焉了起来。这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八卦的疑惑从众人的心中升起，不过对于这层关系，他们却是没敢多问。对于众人的目光，亚菲心中却是没有了什么顾虑，只是一双美眸正静静地凝望着那少年远去的背影。他的心中清楚，等到下一次见面，这个小家伙便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当中的绝世天才了，而是将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强者。虽然他的年龄总是容易迷惑别人，可亚菲却是对这家伙有着一种莫名的信任。这种信任或许便是他为何敢踏出那一步的原因吧。绵长的队伍缓缓离开乌坦城，只留下门口驻足守望的人群。金色的阳光逐渐令大地覆盖上一层炙热，在这般炙热之下，乌坦城门口那些不舍驻足的人群也终于是缓缓地退去。而在烈日渐渐升到高空的这些时间里，这足足上百人的队伍也终于是离开了乌坦城的范围，朝着加玛帝都的方向前进。想要穿过混乱无比的黑角域，平平安安地抵达迦南学院，可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是很多大斗师乃至斗灵强者，在那混乱的黑角域当中，也是今天喝酒吃肉，明日便横尸街头了。因此迦南学院每年朝着周围10几个帝国派遣的招生队伍当中，都是需要一位斗王级别的长老负责护送，也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些弱小学员的安全。否则以这些学员的弱小和单纯的心思，一旦进入这黑角域当中，恐怕会被顷刻间吃的骨头都不剩。许多想要回家探亲的学员，也都是需要借助招生的时间回到家乡。因此在进入迦南学院之前，
还是需要先在帝都与其他队伍会合，最后在那位长老和诸多导师的护送下前往学院。好在乌坦城与加玛帝都虽然有着足足上千里的距离，但加玛帝国境内的治安还是相对较好的，再加上有着一位大斗师坐镇，一路上并未遇到什么危险。不过对于萧炎而言，在刚离开乌坦城的那段路上，倒是的确令他感到了些许的危险。萧炎哥哥，你果然跟他还是有了一腿。一头身材高大的魔兽之上，虚儿双腿盘踞，美眸轻轻盯着萧炎，小脸之上的失落之色难以掩饰。望着少女那精致小脸上的失落之色，萧炎也是隐隐有些心疼，便是轻轻捏了一下后者白皙的脸蛋，柔声道：“吃醋了。”对于萧炎的话语，虚儿却是没有反驳，而是静静地将小脑袋依偎在萧炎怀里，轻轻点了点头。望着这妮子这副模样，萧炎更加有些心疼，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少女的秀发，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揉了揉她的脑袋。对不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令虚儿身体微微一颤，最后转过身，紧紧抱着萧炎。虚儿说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离开萧炎哥哥的。听到少女的低声呢喃，萧炎心中更加多了几分怜爱，下巴轻轻顶着虚儿的小脑袋，最后轻声温和道：“虚儿，这是我欠你的，将来我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弥补回来的。”两人的话语并没有被别人给听到，不过另一头魔兽身上的萧玉在看到两人这副模样之后，却是有些羡慕地看着，玉手托着香腮，竟然感到有着几分甜意。一辆马车当中，雷娜浑身缠着白色的纱布，被包裹得如同一只木乃伊一般，她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在不小心瞟到那相互依偎的少年少女之后，口中发出呜呜的愤怒声音，右手一个颤抖，些许血液便是从裂开的伤口当中溢出。怎么了？你怎么又乱动？看着雷娜伤口溢出的鲜血，柳飞有些嫌弃地看了一眼，然后取出一个药瓶给她敷药。不管怎么说，这雷娜变成如今这副模样，跟她也是有着不小的关系，而且若是真的不管不顾，也的确是有些伤人了。正伸出玉手敷药，柳飞却是看到雷娜的眼珠子依旧滴溜溜地转着，她顺着这目光朝着远处看去，便是看到一对少年少女正温馨地依偎着，而这对少年少女正是将她和雷娜给折腾得无比难受的萧炎和薰儿。望着这一幕，柳飞心中忽然升起一抹火气，手上的力道不知何时加大了几分。雷娜那原本滴溜溜转着的眼睛骤然瞪大，发出痛苦的呜呜声。哎呀，抱歉。柳飞终于回过神来，眼神最后不甘地看了萧炎与薰儿一眼，这才继续上药。放心，等进了学院，我一定要找表哥好好教训他一下。柳飞有些恨恨地道。闻言，雷娜眼中痛苦之色顿时消去许多，露出一抹赞同。7天之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加玛圣城，最后在一处大型府邸汇聚。天气已经渐渐地转为微凉，秋天的气息正在笼罩着整个西北大陆，夏季那令人有些烦躁又有些趣味的蝉鸣已经一去不返，空气中也是多了几分秋天独有的宁静。不过这份宁静对于面前这座府邸而言却是有些格格不入。此刻这座专门为迦南学院所准备的府邸正迎来他1年当中最为喧闹的时间，导师、老学员以及数量最为庞大的新学员足足近1000人都纷纷汇聚在此，令本该凉爽的府邸内部充斥着些许火热的气息。还好这座府邸位于帝都郊区，占地面积堪比一座庄园，否则还真的是难以容纳这么多人。若琳导师将你们送到帝都，我们的任务也算是顺利完成了，今后有缘再见。上百人的帝国军队将一群学员送到此地之后，那名穆家的校尉也是对着若琳笑着拱了拱手，期间还对着那坐在魔兽身上的萧炎点了点头。闻言，若琳也是微微点头，面带微笑道：“多谢穆校尉的一番护送了，他日若是再来加玛帝国，一定前去拜访。”在那魔兽之上，萧炎也是对着穆家的校尉轻轻点了点头。见此情况，那穆家校尉也是露出笑容，最后带着身后100名军士离开，朝着帝国军营的方向离去。等到目送这位校尉离开，若琳嘴角也是终于露出一抹笑容，对着身后那一群面露期待与紧张的学员低声道：“跟我来吧。”闻言，那一群学员也是纷纷露出一丝兴奋之色，纷纷在若琳和老学员的带领之下推开大门走了进去。这座府邸明显是经过加玛帝国进行改造，专门容纳迦南学院的师生所用。入门之后，除了两侧有着些许的绿植流水作为应景，两侧的房屋则是被通体改造成了宿舍的模样。也幸亏这座府邸足够大，其内部被分为了6个院落，分别容纳来自帝国6大行省的学员们。当若琳带着众人来到那一处专门供导师们休息办公的大堂之时，远处也是终于迎来了一群明显比那些个学员要成熟许多的导师，在众人的身后还有着一名老者正笑眯眯地走过来。李长老，各位导师，这些便是我招纳的新生了。若琳站在众多学生的面前，笑容温柔似水，不过在这似水之下却总带着几分雀跃，令许多人感到有些奇怪。不过当他们看到若琳身后那名面庞清秀的少年和
和虽然青涩却漂亮的令人感到吃惊的少女之时，都是微微有些错愕。这两个小家伙的年纪明显是比普通学员要小上许多，可是为何那些新学员，甚至是周围的一些个老学员，看向那少年的目光都是带着几分敬畏？不足15岁便是达到迦南学院招生标准的孩子，虽然罕见，可却也不算稀奇，毕竟也就是在15岁之前达到斗之气8段而已。这种孩子虽然天赋算得上很不错，可也不算令人惊奇，除非是在15岁之前成为斗者，那才能算是令学院都颇为重视的天才。不过就算是如此，这少年为何又会让一群老学员都感到有些敬畏？要知道，能够进入迦南学院的家伙，骨子里可都是颇为高傲之辈。他们在进入迦南学院之前，往往都是自己那一隅之地的翘楚，尤其是这些个老学员，对于新生更是向来轻视。思虑之间，那李长老眼神骤然亮起一道光芒，挤开这些导师，大步向前，目光灼灼地看着若琳身后的少年，最后才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的若琳。小若琳，这次我让你招收的那位传说中的天才，你难道真的把他给请过来了不成？话音落下，那李长老身后的一群导师先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有些幡然醒悟，一个个再度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有了多种不同的味道。启禀长老，幸不辱命，这个小家伙便是加玛帝国最近盛传已久的那个绝世天才萧炎。见到李长老的模样，若琳嘴角的笑意也终于是有些按耐不住。虽然他时刻告诉自己应该低调低调，可当将这位绝世天才真正展现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压制不住的，有着些许得意。这可是萧炎啊！听到若琳肯定的答复，李长老先是浑身一颤，旋即老脸便是如同菊花一般绽放出一抹笑容。哈哈哈哈！好，小若琳，这次你可立大功了，快让我看看这小家伙到底是何等妖孽！李长老双眼放光，看向萧炎的目光宛如一个老色鬼看待绝世美人一般上下打量，令萧炎都是忍不住生出些许的寒意。这老东西不会是个老玻璃吧？心中默默吐槽了一句，萧炎有些不爽的看了一眼李长老。这位长老，麻烦你礼貌一些。对于外院的一众长老，他心里实在是记忆模糊，毕竟他当初刚进迦南学院没多久就进入内院了，跟外院的很多长老并不熟。听到萧炎的提醒，李长老这才嘿嘿一笑，露出一排老黄牙，笑道：小家伙，听说你才13岁就已经是斗师了，可否给老夫展现一下你的实力？话音落下，一旁的若琳也是有些期待和紧张地看着萧炎。萧炎，你就给长老展示一下你的斗气修为吧，反正你的修为在进入学院之后也是难以掩饰。不过这话音落下之余，他看向李长老的眼神却是多出了怪异的笑意。听到两人的说法，萧炎沉吟片刻，也是没有过多的掩饰。进入迦南学院之后，他表现得越是逆天，便越是没有那些个烦人的苍蝇过来打扰他和薰儿。另外，越是如此，将来说服那些长老得到陨落心炎的机会也才越大。因此，仅仅沉吟片刻，他体内斗气便是彻底运转起来。一瞬间，6星斗师的修为在此刻全力爆发开来，气势之强，令很多尚未进入斗者的学员都是脸色微微一白。而在这气息爆发的那一刻，无论是李长老还是他身后的众多导师，在这一刻都是脸庞骤然一变，露出骇然的神色。六星斗师！李长老惊呼一声，本就闪烁的老眼此刻更是爆发出明亮的光芒，面色都是兴奋的，有些潮红了起来。结，妖孽啊，当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妖孽啊！我迦南学院建立以来，似乎已经好几百年未曾见到过如此逆天的天才了。此行将你带回去之后，那些个老东西可要羡慕死老夫了。李长老在经过片刻的惊骇之后，便是得意的怪笑起来，而他身后的一众导师此刻却是还未曾从那种骇然当中清醒过来。13岁6星斗师，这种逆天的天赋完全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别说是13岁达到6星斗师了，就算是13岁达到6星斗者，那也算是他们未曾见到的存在啊！一时之间，所有导师的目光同时落在了若琳的身上，羡慕、嫉妒以及对于萧炎的不可置信，统统转移到了后者的身上。他们心中自然是清楚，若是将萧炎培养到内院，那是一笔何等巨大的功劳，怕是足以令若琳直接进入玄阶层次。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天才或许真的有希望成长为名震大陆的那种超级强者。若是有了这样的一层关系，那若琳今后更是可以说是一路绿灯，要沾上不知道多少光。对于众多导师的目光，若琳却是强行压下内心的得意情绪。虽然很满意他们惊骇的模样，可他还是不愿表现得太过明显。虽然年轻，但他也是清楚，此刻若是显得太过得意了，那今后难免会受到他人的针对。虽然萧炎所表现出的立场令他感到有些安心，可耐不住别人有着更多的坏心思。良久之后，那李长老终于是从方才的激动情绪当中恢复过来，一双老眼继续狠狠地看了萧炎两眼，像是生怕他跑了一般，最后才笑眯眯地转头看向若琳。小若琳做得真不错，
这把长剑是老夫偶然所得，便是作为你的奖励了。话音落下，李长老那戒当中闪过一道蓝色光芒，下一刻，一把修长碧蓝的宝剑便是出现在手中。在这宝剑的剑柄尾端，一枚充斥着水属性能量的魔核正镶嵌其中，赫然是一枚4阶魔核。由此可见，这把宝剑的确是颇为珍贵，怕是对于斗灵强者而言，都是一把十分不错的兵器。望着这把修长碧蓝的长剑，若琳眼中也是带着几分惊喜。他本以为李长老赐予的宝物不过尔尔，却没想到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兵器。这样一把镶嵌了4阶魔核的宝剑，放在外界恐怕能够卖出几十万金币，甚至更高的价格。就算是对于斗王强者，也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东西。想到这里，他看向萧炎的目光便是更加欢喜。这小家伙果然是自己的福星，没想到一上来便是给自己带来这么一份大礼。经过萧炎的短暂震撼之后，李长老轻轻摸了摸胡子，看向萧炎的目光满是笑意。不过他的笑容尚未结束，一旁的若琳却是又将一个名册递给了他。李长老，这些是我此行共招录的53名学生的姓名、年龄、当前实力以及潜力值评级，请您过目。53名，还算不错。李长老闻言也是轻轻点了点头。别看18岁之前修炼到斗之气8段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甚至17、18岁才斗之气8段，属于迦南学院当中堪称垫底的资质。但事实上，18岁能够达到斗之气8段，已经算是十分不错的资质了。这种天赋，只要经过系统性的培养，成为斗师强者并不是什么难事，甚至成为大斗师也是有着些许可能。这种级别的高手，在强者的世界里或许并不算什么，可实际上放在很多小城市乃至乡镇当中，那便是一方小势力的头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已经堪称是百里挑一，甚至更为罕见了。在斗气大陆，大部分的平凡人一辈子其实一直都是在斗之气和斗者阶段徘徊，到了斗师这一层，便是真正的初步脱离社会底层了。心中对若琳的能力略微有些肯定之后，李长老笑眯眯地打开名册，入眼第一名自然是萧炎的信息。萧炎13岁，6星斗师，潜力值评级 S+。萧轩13岁，5星斗者，潜力值评级 S+。当看到萧炎下面的一行信息之后，李长老的瞳孔骤然一缩，脸上再度涌上一抹骇然的神色。13岁达到5星斗者，这天赋看似与萧炎有着不小的差距，可那对比的对象也是萧炎这个百年难遇的绝世天才啊！最起码在这个少女和萧炎出现之前，学院最近几年也是未曾再招收到过这种堪称逆天的天才了。本以为副院长那个小孙女今年突破斗者，已经是堪称这一届最强的天才了，却是没有想到，除去萧炎这个怪胎，竟然还有着一个这般妖孽的小丫头。这种资质虽然不至于说是百年难得一见，可却也是极为罕见，最起码在这一届的新学员当中，足以称得上的碾压其他人了。再往下一看，一个不算惊艳，但也颇为亮眼的名字再度出现：萧玉，17岁，4星斗者 A 级。再往后，最高便是17岁成为1星斗者的 C 级潜力评价了。可是前面那明晃晃的 SSA 却是险些亮瞎了李长老的狗眼。寻常导师一趟下来，能够找到1、2个 B 级学员便是不虚此行了。若是能遇到个 A 级潜力值，便是极为高兴。可若琳这一趟回来，竟然带回来了2个 S 级和1个 A 级，尤其是那2个 S 级，还不是一般的 S 级，他们被评为 S 级，是因为学院的标准最高只有 S 级而已。一时间，李长老甚至没有心情再去看那后面的诸多学员的信息，一双老眼紧紧盯着若琳，嘴角抖动2下之后，才有些唏嘘地感叹道：“你这丫头，这次当真是发达了。一个乌坦城的小家族，竟然同时诞生了一对卧龙凤雏。谁是萧轩，谁又是萧玉？快站出来，让老夫看看！”李长老拿着名册的手掌都在微微颤抖。听到他的声音之后，薰儿与萧玉对视一眼，最后在萧炎点头之后，缓缓站了出来。长老，这是薰儿，这是萧玉。萧炎双手搭在2女的肩上，笑眯眯的道。在这2女站出来的那一刻，李长老都是不由得被薰儿那精致的毫无瑕疵的小脸给惊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些导师更是早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小丫头，而且如果不是薰儿的光芒太过惊艳，那萧玉的姿色同样是相当的不错，尤其是那一双修长玉腿，更是令人眼睛情不自禁的想要往下看。望着这2个女孩，李长老终于是哈哈大笑起来。好，看样子今年的这一届学员终于是可以掀起一些风浪了。若琳，你去给这些小家伙们安排一下住宿，3天后我们正式启程回学院。说完，正要带着众多导师回到办公大堂，却是看到一个身上缠着不少纱布的身影，正被柳飞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朝着自己一行人踉跄走来。李长老，导师，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雷娜的声音带着几分凄厉，令他的导师脸色骤然变得难看起来。雷娜，你怎么伤成了这样？望着那浑身缠着白布，模样看上去就颇为凄惨的雷娜，他
他的导师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许多。等到雷娜扑倒在自己的脚下，他斗气进入雷娜身体略微感知，脸色便是变得更加难看起来。好狠辣的手段，竟然将雷娜伤成了这个模样。他目光越发的阴沉，最终在扫过人群之后，落在了脸色微变的若琳身上。若琳导师，我的学生跟着你去帮忙，竟然被伤成了这副模样，你难道就从来没有当回事吗？听到前者的质问，若琳也是苦笑一声。卡木导师，你听我。若琳的话语还未曾说完，在他身边的萧炎却是在此刻骤然站了出来。人是我打的，你们有什么疑惑，尽管冲着我来吧。人群当中，萧炎懒散地站在若琳的面前，似乎是从来未曾将重伤雷娜的事情当回事儿。是你打的？听到萧炎的话语，不过是卡木，就连其他导师和李长老都是脸色微变。雷娜的伤势到底有多重，他们都是能够粗略看出来的。如今这副状态，除非是服用一枚5品以上的高级丹药，否则至少要休养几个月才能继续修炼和战斗。这让他们对于面前这个少年的心狠手辣多了一分了解。不过在感慨萧炎下手狠辣的同时，他们却同样对于萧炎的实力感到诧异。虽说后者拥有6星斗师的修为，可雷娜这个5星斗师也是经过迦南学院系统培训过的精锐学员，是斩杀过同等级的黑绝域强者的，战力比起寻常的6、7星斗师应当是丝毫不差才对。可是萧炎竟然能够将后者打成这副模样，那说明这小家伙的实战经验也是颇为的强横啊。不过惊讶归惊讶，可是后者那狠辣的手段却是令雷娜的导师卡木颇为的愤怒。萧炎同学，虽然你是学院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学生，可并不代表你就能在学院当中为所欲为了。雷娜好歹也是你的学长，你今天若是不给我一个合适的理由，我卡木也不会这么轻饶了你。卡木一只手扶着雷娜，一双眼睛有些阴沉地盯着萧炎。哦，不知道卡木导师如何饶不了我，是打算让我滚出迦南学院，还是在这加玛帝国就给我一点教训？听到卡木那近乎恐吓的话语，萧炎却是淡淡冷笑一声。你听到萧炎的话语，那卡木脸色微微一变，却发现自己这个堂堂地阶导师对于面前这个13岁的少年竟然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让萧炎滚出迦南学院，莫说这萧炎是放在学院历史上都能排得上号的超级天才，就算只是一个 S 级甚至是 A 级，他也没有资格直接令对方滚出迦南学院。更何况他舍得，可不代表学院的其他高层就舍得。迦南学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一个名震大陆的超级强者了，诸多长老乃至院长恐怕都会对这个小家伙十分的重视。而在这加玛帝国教训一下萧炎，他更是做不到。先不谈李长老会不会允许自己如此，就算李长老点头了，他就真的敢动萧炎吗？这个家伙在传说当中可是仅仅一个护卫都有着斗皇的实力啊，无论天赋还是背景，都与寻常学生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就在卡木被憋得有些说不出话来的时候，一旁的李长老却是在此刻缓缓开口了。只见他神色严肃，目光看着萧炎多了几分郑重之色。萧炎同学，虽然你的天赋令我们迦南学院都十分的看重，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至少能够给我一个说法，否则无故殴打学长，而且下手还是如此之狠，就算你是传说中的绝世天才，那我们迦南学院也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了。听到李长老的话语，萧炎也是没有表现得太过狂傲，他方才的一些话只是想要提醒一下这些导师不要将他当作普通学生去对待，不过实际上却是不愿真正的得罪了这些个导师。于是乎在李长老开口之后，他也是微微点了点头，开口解释道，这雷娜和柳飞公然在若琳导师的手底下拉拢我跟我女友，如此也就罢了，这家伙竟然还不知死活的在我面前对我女友露出不怀好意的心思。萧炎一边说着，一边握住身后须而纤细如白玉一般的手掌，被萧炎这么握着，又听到萧炎那公开承认两者关系的话语，须儿一张小脸瞬间变得通红，娇羞地站在萧炎的身后，一言不发，只是一双美眸却是时不时有些雀跃跳动。被喜欢的人公开宣布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对哪个恋爱当中的男女，都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吧。李长老，这雷娜如今能活着回来，已经是我看在迦南学院的面子上了。萧炎一手握着须儿，面带笑容地望着面前的众多导师，脸上没有丝毫的怯场。如果不是因为迦南学院的原因，这雷娜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根本不可能走出加玛帝国。萧炎最后的声音当中已经是带着些许的阴冷，不知为何，在听到这声音之后，那些个学院的导师都是脸色微变，心中有着丝丝寒意涌现。面前这个不过13岁的小家伙，当真是有着令人感到吃惊的成熟与狠辣。13岁就谈恋爱，这种事情在斗气大陆并不算稀罕，甚至很多相对贫穷的地方，往往16、17岁就有人已经结婚生子了。不过看到萧炎身后那漂亮的有些不像话的少女对萧炎这副服服帖帖的娇羞模样，他们心中也是不由得感叹，这小家伙的天赋还不止局限在斗气修炼上。另一点便是萧炎所表现出的狠辣，同样是令他们有些吃惊。看样子
这家伙虽然年纪还小，可手里怕是已经死过几个人了。才13岁的年龄，便是比学院当中很多20岁的学员都要表现得优秀冷静。这样的少年，真不知道其未来会有怎样的成就。听到萧炎的话语，卡木嘴角微微抽搐，最后还是忍不住张嘴道：“就算如此，可雷娜也是你的学长，你何必下手如此狠辣？”话音落下，他还没有继续开口，李长老的声音却是缓缓响起：“够了。”李长老目光扫过萧炎，见后者脸上毫无畏惧之色，又看了一眼雷娜和柳飞，最后无奈地叹了口气：“萧炎同学，今后进了学院，你可不要对每一个同学都这么狠辣。”话音落下，他又看了一眼雷娜和柳飞，脸色却是变得阴沉了许多。你们两个倒是很有出息，还没有把新学员给领回来，便是主动给自己的导师挖人了。如此作风，实在是给我迦南学院丢人。你们两个去禁闭室自行面壁3天，不到学院离开之前都不许出来。听到李长老的说法，柳飞俏脸微微一白，雷娜更是发出凄厉的吼叫：“长老，明明我才是受伤的那个，学院的事情可不是谁受伤就是谁有理的。”李长老冷哼一声，最后大手一挥道：“回去吧，卡木，雷娜和柳飞的事情你去安排一下，让他们两个好好反省一下。”闻言，卡木张了张嘴，却始终是未曾说出来什么。不过在李长老与他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一枚玉瓶却是突兀地出现在他的手中。感受到手中那枚巴掌大小的玉瓶，卡木微微一愣，旋即对着李长老微微行了个礼。真是个难办的小家伙。回到大堂之后，李长老狠狠地喝了一口茶，然后才无奈地摇了摇头。虽说此事萧炎占理，可将雷娜打成这副凄惨模样，换做寻常学生，他早就两边各打一棒子，全部丢过去关禁闭了。不过谁让这次动手的是萧炎呢？他是真的很怕自己若是处罚的有些过激了，这萧炎便是会一怒之下直接退出迦南学院了。而萧炎若是一走了，那他身后那个漂亮的不像话的萧薰儿恐怕也会跟着离开。若是如此，他回到学院可就要面临几个副院长的轮番轰炸了。一下子丢掉2个天赋超过 S 级的天才，与之相比，雷娜和柳飞便是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毕竟像雷娜、柳飞这种的天赋虽然放在学院还算不错，但却是每年都有，一茬接着一茬的出现。而萧炎和萧薰儿却是完全不同，他们的天赋放在学院漫长的历史上都是100年难得一见和10年难得一见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而喻。简而言之，便是雷娜与柳飞这种学员若是出了事，他虽然有责任，但却是能够扛得住。可若是将萧炎和萧薰儿弄丢了，那他这辈子在迦南学院都要沦为笑柄了。在若琳和其他几位导师的安排之下，萧炎等人在夜里也是住到了属于若琳所有学员的小院当中。由于人数较多，这些学员的住处也是被暂时分成了4人间的宿舍。好在若琳的诸多学员都认识萧炎和薰儿，对于二者都是颇为的客气与和善。尤其是萧炎在住到临时宿舍之后，那身边的几个少年更是一脸崇拜地看着萧炎。炎哥儿，炎哥儿，你今天真是太帅了。几名少年望着萧炎，心中却是觉得莫名的骄傲。他们当中除了一个来自乌坦城，其他都是来自别的城市，对于萧炎也只是在传说中听说过。不过萧炎在加玛帝国的名声早已传遍整个帝国，是无数少年人心中的传说和崇拜的对象。当这个传说中的人物竟然要与自己同住屋檐下的时候，这些少年自然是激动兴奋。炎哥儿，听说你的护卫是传说中的斗皇强者，这是真的吗？额迪娘，咱们加玛帝国最强大的存在也就是斗皇强者吧？炎哥儿，听说纳兰嫣然是你的未婚妻啊？我大姨三舅的女儿是纳兰嫣然表叔的小妾，那可是咱们加玛帝国的天之娇女啊，也只有炎哥儿配得上。炎哥儿，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吧。望着那一个个少年脸上兴奋激动的神色，萧炎有些无语之余，又感到有些好笑。这种奇妙的感觉已经是好久未曾感受到过了。与这些个少年简单聊了2句，萧炎也是不再理会，侧身睡了过去。倒不是他太高冷，而是他的心态跟这些少年郎早已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也就是没有过多的话题。见萧炎不愿说太多，这些少年也是没敢再多问。不过萧炎越是如此，他们心中却是越发的对萧炎感到崇拜。这才是天才该有的逼格。萧炎如此的表现，反倒是符合了他们内心对于绝世天才的幻想。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萧炎的日子过得倒是也还算平静，除了每天抽出固定的时间修炼之外，便是经常陪着薰儿闲逛，偶尔指点一下同宿舍那几个少年的一些修行缺点，令他们受益匪浅的同时，更是高呼炎哥牛逼。而对于薰儿的出现，那些家伙更是对此觉得正常无比，尤其是那个乌坦城的家伙，在说出薰儿的潜力评分之后，他们在惊讶之余，更是高呼什么美人配英雄，甚至于在薰儿到来之后，还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着，叫得小妮子白玉一般的脸庞瞬间升起一道道绯红，煞是诱人。对于这些家伙殷勤的模样，萧炎也是有些无可奈何。
不过在陪着薰儿、萧玉外出闲逛的时候，这两个美女果然还是引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很多男学员在看到两女之后，都是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彼此之间似乎都是想要认识一下两女，以至于他们都忽略了两女身边的萧炎。对此，萧炎也只能再度无奈地充当起护花使者。不过，在他爆出乌坦城萧炎的名号之后，那些原本还剑拔弩张，似乎想要靠着踩萧炎一脚展现一下自己风采的家伙们，却是脸色大变。你就是萧炎，乌坦城的那个萧炎。许多加玛帝国的新学员在听到这个名号之后，仔细上下打量了一眼萧炎，在得到对方的肯定之后，便是连忙低头道歉。萧炎少爷，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请不要跟我们计较。几名加玛帝国本地的学员原本嚣张的神色瞬间变得恭敬，更有个别没有骨气的，几乎是想要纳头就拜。这般场景令萧炎都是感到有些错愕，不是，这一世的这些家伙都这么识相了吗？本来以为还要动手教训两个才能让这些家伙清醒一下的，没想到他的名号一出来便是令人不战自败。甚至很多老学员在听到萧炎的名号之后都是脸色微变，笑着道歉离开。这般模样的确是令萧炎有些茫然，他却是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在这2年的时间里早就成为了加玛帝国无数少年心头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论天赋，13岁的年龄里，他们一个个甚至连斗者都不是，而萧炎已经是斗师了。论背景，对方更是有着传说中的斗皇强者当保镖。这数百人的加玛帝国新生人群当中，除了有2位是来自加玛皇室之外，其他人家里的最强者能是斗王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在这加玛帝国，有哪个少年敢招惹萧炎？哪怕只是一个名号，都是足以令他们色变。除了这些新学员之外，那些个老学员对于萧炎同样忌惮无比，因为雷娜被打成重伤的消息早就被他们各自导师通知，不要招惹萧炎，否则被打残了我也管不了。导师们的叮嘱还历历在目，雷娜的凄惨模样也是被少数人瞧见过。这些老学员当中，实力最强的也就与雷娜相差无几，所以他们自然是也不敢招惹萧炎。就这样，3天的时间当中，萧炎和薰儿仅仅只是一起在这府邸当中逛一逛、吃吃饭，却是已经无声当中的成了这近千人当中最为亮眼的一对年轻情侣。3天的最后一天傍晚，李长老终于是召集了所有学员，简单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便是声明了最后的目的：明天早上离开加玛帝国，回学院。当李长老下达这条通知的时候，许多学员心中都是忍不住的有些激动了起来。当天夜里，很多新学员都是兴奋的略微有些睡不着觉，有些学生早在半月之前就已经来到这府邸，现在他们终于是可以真正的前往自己心中的圣地了。正是因此，当翌日清晨一位男导师响亮的哨声响起之时，许多学员在出现的那一刻甚至都多出了几分黑眼圈，显然这些家伙怕是一夜未睡。你也没有睡着？萧炎瞥了一眼眼睛略带几分血丝的萧玉，嘴角不由得咧出一抹笑容。你以为谁都跟你们俩一样，天天沉溺在爱河当中，连迦南学院这种地方都可以无视吗？萧玉打了个哈欠，看了萧炎与薰儿一眼，轻轻撇了撇嘴。被萧玉如此打趣，薰儿俏脸之上闪过一抹绯红，萧炎却是摇头一笑。不是他俩沉溺在爱河当中不在意什么迦南学院，而是因为迦南学院现在的排场实在是难以令两人太感兴趣。对于薰儿这个古族公主而言，迦南学院也算不得多么强大的势力，而对于萧炎而言，前世的他在将迦南学院建立到无尽火域之后，迦南学院便是成为了培养无尽火域新鲜血液的基地。萧炎更是专门挑出一块小型大陆作为迦南学院的所在之地，其规模比起现在的迦南学院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就算是比起那所谓的5大陵院也是不相承让。没有多说什么，萧炎便是拉着薰儿，带着萧玉顺着人流离开这座府邸，然后在若琳的带队下，一行人缓缓走出加玛圣城。当这浩浩荡荡的近千人来到加玛圣城之外一处专门饲养飞行兽的巨大林场，一路之上，萧炎左右各自带着一个美女，令周围的学员都是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不过却是没人敢来挑衅，毕竟他们都是清楚萧炎究竟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存在了。不过在来到那专门饲养飞行兽的林场之时，这些学员原本就有些羡慕的眼神在此刻终于是有些绷不住，转而变得隐隐有些嫉妒恨起来。只见那林场的大门之处，一名身姿高挑英姿飒爽的美人在看到迦南学院的队伍之后，也是笑盈盈的迎接而来。后者身上那成熟而高贵的气质令许多男学员都是忍不住心头一跳。不过很多人都是清楚，面前的这位女子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染指的。李长老，我们为学院安排的20头飞行兽都已经准备好了，您只需令各位导师带领自己的学生上去便是可以了。妖夜嘴角露出一抹笑容。闻言，李长老也是微微笑着点了点头。如此倒是麻烦妖夜公主了。呵，不麻烦，
迦南学院每年都会为我加玛帝国回流上百位的骨干精英，如何能够谈得上是麻烦呢？让这些飞行兽送各位一程也是应该的。妖夜笑盈盈的模样更加映衬着几分皇室独有的高贵优雅，令很多男学员心中有些心动。不过他们很快便是发现，这位帝国公主在扫过人群之后，跟李长老等人简单打了个招呼，然后便是快步朝着一处方向走去。萧炎，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也要去迦南学院吗？直到走到这少年的面前，妖夜才发现自己的确是没有认错人，一张精致脸庞之上带着几分惊喜与诧异。哼，是啊，我师门让我去学院历练一番，好跟那些大陆的天才们较量一下。见到妖夜这么过来，萧炎无奈的感叹世界太小，然后跟妖夜简单寒暄了几句。在场的众人自然是听出了李长老口中的公主便是眼前的这个高挑美人，因此在看到那妖夜公主对于萧炎如此亲热客气的时候，他们心中也是不由得暗暗骂娘，凭啥美女都朝着这小子身上靠啊？能够进入迦南学院的少年都是当地的天才人物，大多身边都是不曾缺少少女崇拜。不过在看到这么多美女围绕在萧炎身边的那一刻，他们也依旧是有些忍不住的破防了。不过对于这些家伙的心思，萧炎却是未曾在乎。与妖夜寒暄几句之后，便是在妖夜的主动带路之下，登上了一头大型飞行兽的后背。迦南学院此行共有足足12位导师，每位导师大概是带了10名左右的老学员当作副手，另外加上各自招到的学生，那边又是50-60人。因此每位导师的手底下基本上都是有着60-70位学生，整支队伍的所有人加起来便是足足700多人，甚至接近800人的数量。如此庞大的数量，就算是借助飞行兽那庞大的体型来运输，也足足需要20头才行。饶是如此，那飞行兽身上的木屋也是被改造成了2排长长的格子间，一只飞行兽身上坐30多人，那便是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没有条件躺着睡觉的。这些飞行兽会在每行驶上千里之后便寻找一个城市来休息。萧炎从那飞行兽之上与妖夜告别之后，整支队伍便是开始朝着黑角域的方向进发而去。伴随着这庞大巨兽的展翅高飞，那原本还淡定坐在原地的许多学员都是脸色微微一变，那种失重感和轻微的颠簸感令很多年轻的少年脸色都是微微苍白或是涨红。就连萧玉此刻都是俏脸微微泛白，玉手轻轻捂着胸口，似乎在压抑着什么。望着这些家伙的模样，萧炎便是知道他们似乎是想吐了，当下无奈地摇了摇头，随手掏出一滴药液，用一火略微烘烤，然后便是散发出一种令人心神宁静的清香。在这清香之下，那些原本脸色难看的学员狠狠吸了几口之后，便是终于恢复了过来，一个个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带着几分感激。如果不是因为萧炎，那他们可就要吐出来了。加玛帝国距离黑角域极为遥远，期间足足隔了数个大帝国和几个小帝国，若是骑马乘车，那便是至少要3-5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而即便是飞行，也需要斗王强者日夜不停地飞上个7-8天甚至更久。显然无论是斗王还是飞行兽，都是不可能做到7-8个日夜毫无停留的一直飞行。因此这遥远的距离便是足足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在这半个月的时间当中，许多学员对于学院的向往都是被这一路的颠簸给消磨得无影无踪。那种白天一坐一整天，晚上吃完饭就休息，近乎亡命一般的赶路过程，令他们原本朝气的小脸都是变得有些麻木。对于这一点，萧炎倒是觉得颇有意思。前世的时候自己可是孤身一人从加玛帝国万里迢迢的赶到迦南学院，如今这种跟着大部队的感觉倒是令他心中有着些许的异样感受。不过在这些许的异样之外，他便是不再理会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而是安静的盘腿修炼。在他的督促之下，薰儿和萧玉也是在一路以修炼为主。或许是受到了这3人的影响，这一头飞行兽上的其他学员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纷纷效仿着进入修炼状态。于是乎，等到这一行队伍来到那位于黑角域边缘的一座城市之时，若琳却是惊奇地发现，与萧炎同乘一只飞行兽的学员们修为似乎都精进了些许。你这小家伙，当真是我的福星啊！若琳望着萧炎，嘴角的笑容越发的温柔。他所带回的这些学生，如今已经是为萧炎马首是瞻，而萧炎的表现也是充斥着积极性，令他手底下的这些学生都变得十分上进。虽然心中清楚萧炎对于那所谓的什么班长之流的位置不感兴趣，不过如果后者不曾拒绝的话，若琳倒是真的很想让萧炎来担任这个职位。而在经过这足足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一行人足足20头飞行兽也终于是抵达了黑角域边缘的某个城池之外。脚下的那座城池明明只是比起乌坦城要大上一些而已，但其周围的大片空旷地带之上，却是有着比加玛帝都旁边的林场还要庞大的一处空地。而在这空地之上，则是时不时的有着各种各样的飞行兽在此停留飞起。在那城池当中，则是隐隐能够看到许多身上穿着迦南学院服饰的人在其中穿插行走。飞兽城、黑角域与加玛帝国等10几个帝国的交通枢纽，
随着众人纷纷从飞行兽身上跳下，李长老笑眯眯地向着众人介绍道：“这座飞兽城相当于是我们迦南学院的外包项目了，历任飞兽城的城主都是你们的学长毕业之后担任。你们今后毕业若是有想法，也是可以加入到这飞兽城谋取一份差事的。走吧，我们虽然不是最晚到达的，不过想必其他长老带领的队伍应该已经来了大半了。等到所有人员汇聚完毕，我们便进行你们入学以来的第一节课。”横穿黑角域。听到李长老的话语，萧炎也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飞兽城作为交通枢纽，已经是黑角域与周围10多个帝国的一个重要交界处。以迦南学院的实力，自然是可以庇护学生迅速地穿过那混乱无比的黑角域的。不过这些学院的长老和导师们却是未曾选择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带领着众多学生横穿黑角域。之所以这么做，便是要让学院的这些稚嫩新生好好见识一下温室之外的残酷。同时，这漫长的道路也同样是他们磨砺这些新生的一种方式。从飞兽城前往迦南学院，中间的路程靠着飞行也需要个3天左右的时间，而若是步行的话，尤其是在这般臃肿庞大的队形当中穿越过去，更是需要接近1个月的时间。这样一段漫长的路程，在黑角域这个混乱丛生、危险遍地的地方，即便是有着迦南学院众多长老的庇护，这些稚嫩的家伙恐怕也要吃上不少的苦头。如此想着，萧炎便是跟着众人进入了飞兽城，并在学院安排的住宿区暂时住下。因为与飞兽城的常年合作，整个东城区有近半的房屋此刻都是已经住满了迦南学院的人，而这些人数在接下来的2天当中，则是依旧在不停的增加。直到5日之后，迦南学院派往周围诸多国家的招生队伍，在此刻也是终于完全的聚拢在了一起。当最后一支队伍进入飞兽城的那一刻，在萧炎的灵魂感知当中，如今的东城区当中已经有了足足6道斗王强者的气息，除此之外，更是有着一道属于斗皇巅峰的气息若隐若现。萧炎如果猜得不错的话，那便是虎钳那个老家伙亲自过来了。1位斗皇，6位斗王，数十位斗灵强者和近100位大斗师。宿舍当中，萧炎闭眼感受着这庞大的强者数量，不由得轻轻点了点头。这些强者的数量加起来，怕是足以媲美黑角域当中的很多大势力了。看样子，为了每年的招生，迦南学院也是十分的上心啊。这些强者恐怕已经占了外院1/3的高端力量了吧。而在这最后一支队伍进入飞兽城的第2天，此次招生的全部队伍也终于全部的出现在飞兽城的外界。只见天际之上，足足7道苍老身影闪动着斗气之意，悬浮在天际。为首的一人随意散发的一些气息，便是令很多学员都神色微变，有着巨大的压力。孩子们，你们好，我是迦南学院外院的副院长虎钳。那立于众多长老中央的虎钳目光扫过众多学生，带着几分凌厉之色。你们都是来自各个帝国、地方势力的天才，但你们在来到迦南学院之后，便不再是天才了。我们迦南学院最不缺的就是天才，所以想要在迦南学院崭头露角，展现你们的才情，你们就要努力修行，成为天才中的天才。不过，在成为学院所认可的天才之前，你们首先要先成为学院认可的学员。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便是你们来到学院之后要上的第1节课，那便是徒步穿过黑角域。黑角域是我们西北大陆最为混乱、危险众多的一处地狱，即便是有着我们的庇护，你们在这一路上也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不过不要怕，战胜困难，你们才是真正拥有前途的天才，而不是空有修炼天赋的巨婴。在这一路上，除非你们遇到生命危险，否则我与诸位长老并不会多管。当然，如果你们与众多学长、导师的关系不错的话，他们或许会教给你们很多避免麻烦的手段。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要尽量依靠自己。只有穿过这片混乱的区域，你们才能真正得到学院的认可，成为迦南学院正式的学员。虎钳的声音在斗气的夹杂之下响彻天际，令很多学院崇拜之际更是多出了几分激情。黑角域，西北大陆最为混乱的地带，只要能够徒步穿越这片土地，那便是胆魄的证明，是学院的认可。于是乎，在虎钳的大手一挥之下，从周围大大小小10多个帝国汇聚的足足数千名学生，便是纷纷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越过飞兽城，踏上了这片漆黑广袤的巨大平原。望着这一片斗志昂扬的小家伙们，虎钳站在天空之上的苍老脸庞上也是逐渐露出一抹笑容。不过他的笑容很快便是转移到了身边的李长老身上。老李啊，快把你手底下那个叫做萧炎的小家伙带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吧。还有他的小女友，我们迦南学院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这种级别的天才了。听到虎钳的话语，李长老也是嘿嘿笑着点了点头。显然他对于这件事也是颇为的骄傲，与众人点了点头之后，也是身形一闪，便是消失不见。等到李长老将萧炎、萧轩带过来的时候，虎钳等人已经是撤去了斗气化翼，只留下1名斗王长老维持斗气化翼，站在天空以示警戒。而其他几位长老则
则是都目光灼灼地看着那渐渐走过来的年轻男女。小家伙，你就是萧炎。虎钳站在队伍的前方，望着那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清秀少年，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虎钳副院长，小子正是萧炎。当见到虎钳这个老熟人的时候，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当下便是拱了拱手，对着虎钳笑道。见到萧炎如此，薰儿也是不曾掩饰，而是同样对着虎钳微微行礼。哦，你就是这小家伙的小女友萧薰儿吧？真是郎才女貌啊！见到薰儿的那一刻，就算是虎钳眼底都是被惊艳了一下，正笑眯眯地看了薰儿一眼，天空之上却是传来一丝隐晦的波动。而感受到那隐晦波动的那一刻，虎钳的脸庞先是出现短暂的僵硬，然后便是露出一抹骇然之色。片刻之后，看向薰儿的目光则是多了几分凝重。没想到，你们这个家族的人也会来到迦南学院学习。听到虎钳的话，薰儿有些紧张地看了萧炎一眼，见到后者笑容温和地看着自己，这才轻轻松了一口气。虽然不知道萧炎哥哥是怎么知道他背后家族的一些消息的，不过看到萧炎不曾在乎，薰儿也就不再太过紧张了。只见他娇俏小脸勾起一抹优雅笑容，轻声笑道：迦南学院闻名大陆，薰儿倒是也想见识一下大陆诸多天才的不凡呢。闻言，虎钳也是略带苦笑的点了点头，目光再度望向萧炎，笑道：小家伙，你们两个都是学院都需要无比重视的超级天才，今后若是遇到什么太过难以处理的问题，可以来找老头子我帮忙。呵，在学院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遵守一些学院的规矩，最起码不要闯出什么大祸。虎钳笑眯眯地看着萧炎与薰儿。听到虎钳如此说话，萧炎也只得感叹一句：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天才与强者总是能够得到特殊对待的一群人啊！多谢副院长，进了学院也希望各位长老多多照顾。闻言，萧炎也是再度对着虎钳和他身后的几个长老微微行了行礼。哈哈哈，好说好说。见到萧炎如此客气，那几名长老脸上也是露出了客气的笑容。天才与强者在任何地方都是不会缺少想要结交的人。这些长老可以对外院的普通学员一律平静看待，是因为外院的学员虽然天赋也算不错，可大部分一辈子恐怕都不可能达到斗王的层次。而若是那些可以进入内院的学员，他们便是不会再如此轻视，虽说不至于刻意结交，但也不愿轻易训斥得罪。毕竟能够进入内院的学员才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天才，历届的内院学员在毕业之后都是有着近半的强者能够走到斗王这一层次，更有些十分优秀的可以在学院当中便是走到这一层次。而面前的这一对堪称金童玉女的小年轻，不说别的，单论修炼天赋，绝对是比内院那些天才还要逆天。只要不陨落，将来成为强者的概率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还不是寻常的强者可以比拟的。长老也是人，结交一个未来的强者，是所有人都不会拒绝的事情。站在原地，萧炎倒是谈笑自如，与虎钳和几名长老交谈寒暄了几句之后，这才拉着薰儿的小手返回。不过在他拉着薰儿返回的路上，却是引起了许多其他学员的注意。一来是两人的年龄要比正常学员的平均年龄要小上一些，二来便是薰儿的容貌实在是太过惊艳了一些，即便只是惊鸿一瞥，都是令许多男学员眼睛一亮。卧槽，那个女孩是谁？她怎么这么漂亮？3分钟之内，我要知道她所有的信息。那个牵着她手的男生是个干啥的？一定是她亲戚，不可能是她男朋友。他们好像朝着加玛帝国那边一群人的方向走过去了，抽空过去问问。副院长，那个小女娃子到底是什么背景？怎么您对她的背景也是如此的忌惮？在学员被薰儿的外貌所引起轰动的时候，那几个长老却是有些好奇地望着虎钳。方才他们分明是看出了虎钳对于那个少女背景的忌惮要远远超过了对于萧炎背景的忌惮。毕竟萧炎的背景只是在加玛帝国口口相传，虽然令这些长老同样惊叹，却还没有感到惊骇。迦南学院底蕴丰厚，论起实力也不逊色于那些大陆当中的一流势力，什么背景的学生未曾见过，可他们倒是头一次见到令虎钳都如此忌惮的背景。别问了，这件事儿对你们而言知道了反倒不是什么好事，你们只需要知道不要让这小妮子在咱们迦南学院的地盘上出事了就行。虎钳无奈地摇了摇头，若是小打小闹还不要紧，可若是这女孩在学院出了大事，那咱们迦南学院也要跟着遭遇大祸了。听到虎钳的这句低叹，那几名长老的脸色终于是变了一变。那漂亮的不像话的女孩背后到底是有着怎样的势力，竟然能够让迦南学院都承受不住对方的怒火？要知道他们这些老家伙可都只是学院的表面力量，学院真正的底蕴可是连斗宗甚至斗尊强者都不敢轻易招惹的。难不成这女孩的背后有着？想到那个足以堪称整个斗气大陆巅峰存在的境界，几位长老相互对视一眼，便是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兄弟，问你个事儿，你们加玛帝国学员阵营当中那个超级漂亮，年纪看上去有些小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你说的是萧轩吧？大概是她了，这个名字真不错。她有没有男朋友啊？啧啧，你还是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就你这副模样，还是撒泡尿照照镜子吧。嘿，你这话真是狗眼看人低。老子16岁便是4星斗者了，在学院当中可是 A 级潜力值的评价。怎么？难道我还配不上这姑娘不成？ A 级潜力值很牛吗？你知道人家男朋友是什么潜力吗？什么潜力？难不成是 S 级不成？熙熙攘攘的队伍在踏足黑角域平原之后，便是开始了漫长的赶路。起初众多学员还是精力满满，脸上都是带着笑容，尤其是靠近加玛帝国阵营的几个学生，更是舔着脸跟几名加玛帝国的学生打听轩儿的消息。不过很快，他们便是被一道近乎晴天霹雳的消息给镇压下。呵呵 ，S 级算个蛋！那姑娘的男朋友叫萧炎，人家今年才13岁，就已经是6星斗师了。孩子，你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我劝你还是不要自取灭亡了。13岁的6星斗师，哈哈，你编故事也不能这么编吧？13岁，哈哈哈哈哈！你说的是真的？骗你干什么？你随便挑一个加玛帝国的人问问就知道了。这萧炎可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天才，他背后师门也是强悍无比，传闻有斗皇强者给他做保镖。就那叫萧轩儿的小美女，如果身边不是有着一个如此突出的男朋友，你以为轮得到你们这些别的国家的人来搭讪不成？萧炎绝世天才的名声虽然过去在加玛帝国流传极广，可若是出了加玛帝国的范围，也就渐渐淡了。不过在这一路之上，显然是在熏儿魅力的作用之下，迅速扩散到了整个新生的队伍。当许多新生在得知这一届出了个13岁的6星斗师之时，他们也都是各自满满的不可置信。在他们的认知当中，13岁能够成为6星斗者都是传说中的天才了，这种天赋简直就是闻所未闻。随着信息的传播，不但是这些新学员，甚至就是那些个老学员以及其他未曾到过加玛帝国的导师，都是大吃一惊，对于这般资质感到有些不可置信。不够，这种不可置信在今后的2天便是被各位导师和老学员纷纷证实，因为这些个导师也是纷纷跑到加玛帝国那边的阵营去找其他导师求证，那些个老学员同样是如此。很快，他们便是发现这个消息的确是真的，尤其是那些老学员在加玛帝国的阵营找到熟人之后，更是情不自禁地将目光看向了队伍当中一道一瘸一拐、浑身都有着黑色烧焦伤痕的青年身上。你们看到雷娜了吧？这小子就是因为对那个叫做萧轩儿的少女出言不逊，被那个萧炎打成这样的。天啊，雷娜的实力都被打成这样了！一名老学员惊呼一声，他原本也是对那叫做轩儿的少女很有兴趣，想要借机结交一下，可是在看到雷娜这副凄惨的模样之后，便是果断打消了这个念头。可不是嘛，人家萧炎还说了，要不是看在学院的面子上，这雷娜早死在加玛帝国了。此子资质逆天，又心狠手辣，不可招惹啊！不错，此子不可招惹。许多老学员在看到雷娜这副凄惨的模样之后，都是微微摇了摇头，老老实实的回到了各自队伍当中。雷娜的实力已经快要到了可以冲击内院的程度，这般实力便是放眼整个外院的学生当中也绝对名列前茅。而这次跟随导师招生的学生队伍当中，他的实力更是在老学员当中拔尖，要不是为了追求柳飞或是其他原因，他们这些有实力冲击内院名额的人都是不会在乎招生这种活动的。毕竟这种活动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无聊得很，大部分来招生的老学员其实也只有斗者实力而已。连雷娜都被萧炎打得这么惨，那他们过去除了要白挨一顿之外，还要跟雷娜一样丢人。算了算了，这新生实在是惹不得。有了雷娜的前车之鉴，那些个老学员个个都是不敢过来招惹萧炎，即便是这队伍当中有极个别人实力比雷娜还强，可是在听说萧炎如今只有13岁之后，也是选择了沉默。这般潜力还是不要得罪的好，先不说能不能打得过，就算是打得过，指不定明年就会被人家给超越了。在迦南学院，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不过虽然如此，队伍启程的第一天，所有人的谈论对象似乎都变成了萧炎与雷娜。对于这种情况，萧炎也是感到有些无奈，心道难怪是人怕出明珠怕撞。而比起萧炎的无奈，雷娜的脸色却是阴沉如水，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却是已经成了这萧炎的一块垫脚石。如今无论是谁谈论起萧炎，都要拿他雷娜做一下对比，如此才能凸显出那萧炎的强大。这种感觉令他隐隐有种吐血的冲动，就连伤势愈合的速度都是慢了几分。萧炎所带来的传奇性和新鲜感，显然是令这些活跃的新生们有了最初的兴奋。不过这种兴奋也未曾持续太久，仅仅不到3天之后，这些学员脸上的兴奋便是再度被疲劳与麻木所替代。漫长的赶路过程，往往一天便是上百里的路程，甚至更远。如此漫长的距离，对于一些达到斗者之人倒是还好一些，可对于很多连斗者都未曾达到的少年少女而言，那便是巨大的体力消耗。当然，
就算是很多斗者，此刻也是不由得感到了有些疲惫。一如此刻萧炎身边的萧玉便是如此。以你4星斗者的修为，这些路程虽然会有些疲惫，但也不至于累成你这副模样。调整你的节奏，让斗气成为你源源不断的补充。萧炎站在萧玉身边教导着。倒是薰儿在经过这么漫长的行走之后，也是没有什么变化。知道了。萧玉俏脸之上带着疲惫，不停地伸出玉手，散发身上的热量。他一个4星斗者都如此，更别提其他未曾达到斗之气阶段的新学员了。在这漫长的长途跋涉过程中，总是有着各种意外出现，有中途累晕的，有半路丢东西的，也有路过某个城市被骗钱的。对于这一切的一切，虎钳和几名长老只是冷眼旁观。只要学生未曾出现性命之危，他们便是不会多管闲事。当他们离开家乡，踏入黑角域的那一刻开始，这些学生便是该一切靠着自己了。如果不是他们是迦南学院的学生，那么在黑角域这片混乱险恶的地方，或许便不是被骗钱丢东西这么简单了。在这里，一个不谨慎，或许丢掉的便是性命；现在遭受的苦难，或许便是他们将来的宝贵财富。这般长途跋涉了接近1个月的时间之后，那原本一个个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的学员，却是在1个月之后，大多都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言行举止之间，已经是比1个月之前少了几分稚嫩。望着这一幕，虎钳的嘴角也是带着一抹笑容。年轻人的确是年轻人，总是有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只要未曾被打倒，那便是可以不停地向上攀登。漫长的黑角域穿行当中，疲惫的身体，脏乱的环境，险恶的人心，还有各种魔兽的偷袭，甚至于在横穿黑域大平原之时，他们还遇到了一次小型的黑风暴。在那可怕的黑风暴面前，许多学员都是吓得脸色略微苍白。好在有着诸多长老护卫，才平安地度过这次劫难。而在近乎拉练一般的千里路程之后，2座巍峨巨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而在那2座雄伟巨山的夹角处，一座小镇正在若隐若现。望着那渐渐出现在眼中的小镇，那为首的虎钳和几名长老眼中都是露出些许的笑意，而他们身后的那些个导师则是双眼露出些许的兴奋神色。同学们，我们到了，还有几十里路，便是真正到了我们迦南学院的地盘了。诸多导师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一时间，那原本还有些死气沉沉的队伍，几乎是由锅里进了水一般，瞬间沸腾起来。到了，终于他娘的到了！无数的惊呼之声传来，许多学员脸上都是露出兴奋的神色。经过接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一路上遇到诸多困苦，如今他们终于是抵达了终点。有不少性情跳脱的家伙，此刻已经是嗷嚎起来。越是临近这座小镇，众人便是越发的兴奋，以至于步伐都不由得加快了几分。又是如此走了1个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是顺着一条黄土大道来到了一座与黑角域的气息完全格格不入的小镇门口。当快要进入这小镇的那一刻，数千人的新生队伍此刻都是近乎要躁动起来。好在一位长老低喝一声，将原本躁动的学员们给镇压下来。饶是如此，这数千人的队伍也是如同一条游龙一般鱼贯而入。不过在他们刚刚踏入这座名为和平镇的小镇之时，许多学生却是忽然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起来，腿脚微微哆嗦着看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大树呈漆黑之色，树冠四面八方的蔓延而开，张牙舞爪，在夕阳余晖下透着一抹淡淡的阴冷。在那树枝杈间，一些尸体直接被穿插着挂在上面，清风刮来，摇摇晃晃，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吱声响。这就是传说中的死灵树吗？许多新生都是面带敬畏地看着远处的那棵大树。一路之上，他们也是听到了很多有关于死灵树的传说，对于这棵近乎迦南学院界域的标志性大树也是十分的好奇。不过当他们真的看到这宛如地狱一般的一幕之时，他们才明白这棵树为何会有这般可怕的威慑力。要知道，这大树之上挂着的尸体当中，实力最弱的也是达到了斗灵级别啊，甚至与斗王斗皇的尸体都位于其上，实在是令人胆寒。当看到这死灵树的那一刻，不但是萧玉和周围的许多少年脸上挂着苍白，就算是薰儿都是小脸微微有些变化。望着这一幕，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只是伸手握住薰儿的小手，然后轻轻拍了拍萧玉的肩膀，笑道：“走吧，不用怕，只是个摆件而已。”感受到萧炎掌心传来的温热，薰儿原本略带冰凉的小手终于是不再僵硬，一种温暖安全的感觉流淌在他心间，俏脸之上又浮现了一抹甜甜笑容。萧玉未曾被萧炎握住手掌，可也是牢牢地抱着萧炎的手臂，有些畏惧地看着那死灵树。望着他这副模样，萧炎也只是无奈地笑了笑。这东西对于他们这些少年而言，的确是极具威慑力，即便是前世的自己也要略带几分敬畏。不过对于如今的他而言，这死灵树自然是没有了这般威慑力。当年他在无尽火域的北面，可是同样种下了一株诛魔树，只不过在这诛魔树之上挂着的却是各类魔帝的尸体。人群在死灵树面前足足驻留了半炷香的时间，如此之后，
那些学员才略微有些腿软的跟着几名长老继续向前。按照正常情况，普通学员在进入迦南学院之时是需要乘坐尸渊回到学院的。不过考虑到尸渊的背部有着湿气，很容易发生擦滑的现象发生，加上学员数量如此庞大的情况，所以历届的新生也都是步行进入迦南学院。这不但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同样也是一个熟悉进入迦南学院地盘上各个小镇的一个过程。一夜的时间，连续经过几个小镇的距离，中间甚至都是未曾休息多少。可是这一夜当中的大部分学员却都是精神奕奕，即便是一路走到天亮，也未曾出现太大的疲惫之感。人在看到终点之后，便是不会再被途中的迷茫和心事干扰，只会一个劲的想要抵达终点。这些迦南学院的新生也是同样如此。当第二天早上的第一缕阳光落在大地，天空泛起一抹朦胧的鱼肚白之时，一座庞大的城市轮廓也是终于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迦南城坐落于黑角域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外围有着不少高阶魔兽环绕，也就是这一路穿过有着虎钳等人的护卫，否则这些新生可没这么容易抵达这里。迦南城占地面积广阔，比起加玛帝都都是丝毫不差，整座城池想要容纳上百万人并不算难。在这些人当中，迦南学院学员的数量却是占据了不足一半，其他的则是诸多长老导师的家属以及在此做生意的一些商人。不过饶是如此，在这迦南城中央的迦南学院当中，也是有着足足近10万的师生在此。萧炎他们这一支人数超过5000的庞大新生队伍，实际上只是西北大陆部分最为靠近迦南学院的新生当中所招收的学员。论比例，他们的确是最大的一部分，可却并非是全部。那10几个帝国，实际上也不过是占据了西北大陆的最靠近黑角域周围的大部分国家而已。而整个迦南学院却是对整个大陆都可以进行招生，虽说是以西北大陆为主，可也有着不少来自中州的世家少爷，甚至是一些大陆其他地区的学生千里迢迢的来此深造。因此迦南学院每年实际上招收的新生数量，实际上却是足足接近2万之数。这些是黑角域当中一些从良的商人在经过重重考核之后留下来的，这些是咱们学院历代毕业的一些学长们留下来之后的生计，这些是咱们学院一些导师长老的亲戚开的。一路之上，若琳主动给自己的学生们科普，迦南学院之所以如此尽力地培养学生，除了他们本身从事着教育事业之外，也是因为这些从各地招收的天才将来至少有着1成会留在迦南学院的地盘。迦南学院分为内院外院2大部分，学制分别都是5年。这里的5年并非是说一定要5年才能毕业，而是最多只能在此学习5年。比如外院，一届学员在学习5年之后，除了不到1%的极为优秀者可以进入内院之外，其余人便是需要真正的从学院当中毕业了。而这些毕业的学员当中，实际上却是有着至少6成已经达到了斗师这一级别，剩下的学员也几乎都达到了9星斗者的层次。而这些人当中，虽然有着大部分会回到各自的国家，或是前往大陆的其他地方进行历练，但也有着小部分人更喜欢学院那相对和谐的环境。虽然有人的地方就有着利益冲突，但学院终究是比那些帝国势力的环境要好一些，最起码不会发生一旦身败便是全家被灭的惨剧。因此这部分人便是会选择留在迦南学院，其中较为优秀但达不到内院标准的人便是会留校担任助教，在突破大斗师之后再转正成为导师。经过数十年工作苦修，少部分导师也会在机缘巧合之下突破斗王成为长老，而另外的部分不够优秀但在毕业之前也达到斗师层次的学员，也是可以在学院当中谋取一份职位，譬如执法队、炼药堂以及学院外包在迦南城的一些其他工作。毕竟斗师强者虽然不算真正的强者，却也不是什么庸碌之人了，他们放在一些小地方也能算得上是一方豪强。而那些连斗师都未曾达到的学员，便是只能自求机缘，或是回家谋取一份差事，或是通过各种关系，也未必没有留在迦南城的机会。不过总而言之，他们的机会自然不会像那些突破斗师的学员们那般多。天才主角一般的剧本终究只是属于少数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辈子能够跨越1-2个阶级便已经是十分不易的事情了。沿着漫长的道路足足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众人也是终于穿过了迦南城的外围，来到了这迦南城的内部，也就是真正的迦南学院外院。诸位，恭喜你们从各自的家乡长途跋涉汇聚到飞兽城，又从飞兽城一路步行穿越险恶的黑角域大平原。当你们抵达这里的那一刻，老夫便是可以再次正式宣布，从这一刻起，你们便是迦南学院真正的学员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汇聚在一处广场之上，虎钳的脸庞不再是严厉，而是带着一抹笑容。经过这么久的时间，相信你们也是不容易。现在你们便是各自跟着自己的导师先回去好好洗洗澡休息一下，明天开始再由各自的导师带领着你们办理学籍，然后选择各种合适的课程。虎钳的声音在众人耳畔回响，而当听到这句话之后，
这些学员也是纷纷爆发出惊喜的欢呼声。在黑角域这漫长的接近1个月的时间当中，他们可是很久没有洗一个好澡，睡一个好觉了。随着虎钳最后简单说了2句，大量的新生便是化作一道道洪流，跟随着各自的导师回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地方。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宿舍了。学院的宿舍共分为合居楼和独居楼，其实总的来讲，居住价格都是一样的，只是内部的布置不一样而已。若琳笑盈盈地指着自己身后的一排连排小别墅，每栋宿舍楼1年的住宿费是100-200金币，如果是合居楼的话，那便是每人200金币的住宿费，而若是要住独居楼的话，那便是你们个人单独出1200金币。当他话音落下的那一刻，在场的学员已经是各自神色变幻了，有些人脸上露出不安烦闷，有些人则是露出些许的喜色。同样都是10几岁的少年，但在此刻，家庭的差距却是已经显现出来。对于很多来自底层家庭的学员而言，即便是100金币，也是已经足够他们全家1年，甚至是几年的吃喝了。但是对于一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学员而言，这些钱却又算不得什么。因为学院占地面积极广，宿舍楼的连排别墅倒是一直属于够用状态，因此这些富哥们一上来就选择了独居的宿舍楼。在不久的未来，他们甚至还期盼着找个女朋友一起居住。萧炎自然也是属于富哥的人群，当下便是选择了一栋独居的连排别墅居住了下来。对于这些贫穷的学员，他也并没有什么怜悯的情绪，只要他们在学院的这几年能够真正的刻苦修炼，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这么几百上千的金币对于这些家伙而言也不会是多大的一笔钱。甚至比较优秀者依靠迦南学院这样强大的平台，也许用不了多久就能摆脱自己的阶级。人穷或许只会穷上一时，但若是心穷，那便是真正的会穷上一辈子，否则又怎么会有莫欺少年穷这样的话语。而薛儿和萧玉自然也是跟着他一同住进了这栋小别墅。当看到萧玉与薛儿进入这栋别墅的时候，许多男学员都是极度的后槽牙都快要咬掉了。不过考虑到萧炎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人，他们也是不敢多说什么，反倒是若琳语重心长地叮嘱了一句：萧炎，你们年纪还小啊。听到这句话，萧炎略微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薛儿则是俏脸瞬间升起一抹红霞，令许多男学员都是情不自禁地瞪直了双眼，内心对于萧炎的羡慕嫉妒再度增加了几分。若琳导师，您放心吧，这小子要是敢对薛儿图谋不轨，我肯定第一个收拾他。萧玉朝着若琳微微一笑，后者这才轻轻松了口气。虽然是连排别墅，不过这一处地方占地倒是也足够大了。合居宿舍是将1楼大厅洗手间之外的所有房间都改成了宿舍，而独居宿舍实际上就是将2处房间改成了单独的书房和备用的空房间。实际上这座小别墅还是能够住下4个人的，不过本着清静的原则，萧炎自然不愿意再住进来个不熟悉的人。于是乎他便是带着薛儿与萧玉进来，经过长途跋涉，萧玉和薛儿显然也是有些疲惫，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之后，便是与萧炎告别，回自己选好的房间休息去了。而萧炎在洗完澡之后却是并没有立刻休息，他的灵魂力量如今已经堪比5品炼药师，几天几夜不合眼也不是什么问题。换上一身整洁的衣服之后，萧炎便是盘腿坐在床榻之上。在这1个多月的赶路过程当中，他的斗气已经达到了6星斗师的巅峰状态，到了今天已经是可以真正的突破了。于是乎在将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萧炎便是闭上双眼开始了突破。而当他闭关的这个时间段里，距离他们颇为遥远的另一个宿舍区当中，柳飞却是带着一瘸一拐的雷娜来到了一处独居宿舍当中。整个宿舍4个卧室却仅仅只有1人居住，这是一个身姿挺拔高大，宛如一柄长枪一般傲立于天地之间的青年。当看到这青年的那一刻，雷娜终于是忍不住的扑倒在地。柳晴大哥，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发生了什么事？见到雷娜这副凄惨的模样，柳晴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因为他发现不但是雷娜这副狼狈模样，就连他身后的柳飞也是一脸幽怨。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他也是能够看得出2人似乎是受了委屈的模样。柳晴大哥，你是不知道啊，我们一行人随着那若琳前往加玛帝国。见到柳晴询问，雷娜脸上露出一抹激动之色，如同倒苦水一般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出来，中间更是添油加醋了些许。而他身后的柳飞也是时不时地插上2句话。柳晴足足听了半天，最后才得出一个结论：所以你们被一个13岁的小子给揍了？听到柳晴的问话，雷娜与柳飞相互对视一眼，在看到彼此眼中的尴尬之后，又是连忙辩解了起来：你们是说这个13岁的小家伙已经有了6星斗师的实力，并且可以轻易击败雷娜了？片刻之后，柳晴猛然站起身，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的神色。他出身中州柳家，而且还是族中嫡系，加上天赋出众，地位比起柳飞要高上不少。不过正是因此，他才知道13岁的6星斗师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资质
即便是放在中州那些1等1的势力当中，也绝对是作为核心传人培养的存在。在那些个大势力的培养之下，这种级别的天才，即便是最弱，也是能够成长到斗宗巅峰的存在。也只有斗尊这一关卡，才能对他们造成一些阻碍。但是实际上，在那些顶尖势力的培养之下，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迈过这一门槛的。你们2个怎么会招惹到如此可怕的敌人？当听到萧炎那堪称可怕的天赋的时候，柳晴都是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头。看到这一幕，柳飞和雷娜心中都是忍不住的咯噔一声。他们2人一个是从小到大跟着柳晴的长大的，另一个也是从进入迦南学院之后便是跟在后者身边混的，心中自然是清楚面前这个家伙心中是何等的高傲。柳晴在进入迦南学院的这3年来，输过败过，可却是从来未曾服过怕过。入学第1年的时候，他曾经被一些老学员欺负，结果第2年便是将这些家伙打得满地找牙。他从来不是一个怕事的主，可是在听到萧炎的名号之后，他却是第一次的皱起了眉头。柳晴大哥，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是啊，表哥，虽然这事我们做的有些不妥当，可那萧炎终究是下手太狠了一些吧。你看雷乐身上的这些伤疤，到现在都没有好利索呢。柳飞在一旁也是不由得教唆起来。事到如今，他们不是不清楚萧炎潜力的可怕，可是向来骄傲习惯了的他们，实在是有些咽不下这口气。听到柳飞的话语，柳晴目光扫过雷娜身上的疤痕，眉头也是再度微微皱起。他与雷娜、柳飞相处了也不是1天2天了，自然是清楚这2人到底是怎样的人。虽然说他们的话语当中肯定是有着些许添油加醋的成分，但无论怎样，那个叫做萧炎的家伙的确是下手太狠了一些。虽然明知道对方的潜力是足以令自己都感到巨大威胁的家伙，可雷娜终究是跟着自己混了2年。放心吧，无论这个萧炎到底是怎样的天才，我都会给你们讨一个说法的。沉吟片刻之后，柳晴微微皱着眉，最后有些不悦地说道。听到柳晴的话语，雷娜与柳飞先是微微一愣，旋即脸上都是露出了笑容。柳晴没有再说话，而是吩咐柳飞带着雷娜回去养伤。他之所以答应这个条件，除了因为雷娜被打的确实有些凄惨之外，同时也是的确想要瞧瞧那个叫做萧炎的家伙到底是何等的出色。虽然明知道对方的天赋要超过自己，可越是比自己强大的天才，柳晴才越有挑战的欲望。真正的强者永远是勇于攀越一座座高峰的。翌日清晨，当萧炎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其体内所流淌的斗气已经是再度的雄浑了许多。一夜之间，他已经是突破了6星斗师，实力更上一层，达到了7星斗师的层次。从萧家离开到进入迦南学院期间，总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等到萧炎走出房间的那一刻，与那如同青莲一般的清雅少女对视一眼，便是纷纷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一抹诧异与惊喜。萧炎哥哥，你突破了！薰儿一双灵动眼睛有些惊喜地看着萧炎，小嘴微微张大，模样甚是可爱。你还说我，你这妮子不也是悄悄突破了吗？萧炎宠溺地揉了揉小妮子的脑袋，因为都是刚刚突破的原因，双方的气息还是有些不稳定。当然，这种不稳定也可能是2者故意而为之的。总之，迷糊着眼睛走出房间的萧玉丝毫没有这样的察觉，只是他那本来有些傻乎乎的眼睛，在听到2人的声音之后，骤然瞪得很大，有些茫然地摸了摸脑袋，呆呆地看着2人。不是，你们2个家伙怎么又突破了？萧玉终于是明白自己的确是没有做梦，这2个变态仅仅只是赶了个路，便是再度突破了1个层次，而反观自己，似乎距离突破5星斗者还需要至少2个月的时间。想到这里，萧玉忽然有些怀疑人生，直到走出小别墅，看到周围的学员依旧是昨日那副模样，彼此也没有突破之后，萧玉这才微微松了口气。原来不是我太差，实在是这2个家伙实在是太变态了。萧玉轻轻拍着自己的胸口，自己可是若琳导师招收的这批学员当中天赋最好的人，正儿八经的 A 级学员。至于萧炎与薰儿，这2个家伙简直就不是人，修炼对他们而言似乎是比吃饭喝水还要简单。虽然自己这个 A 级有着被萧炎用丹药喂起来的嫌疑，但确实就是货真价实的 A 级。学院那些个 A 级学员又有几个没用过聚气散呢？想到这里，萧玉心情瞬间好了很多，拉着萧炎与薰儿朝着若琳的方向跑了过去。若琳显然是早早的就等候在这里。当萧炎一行人走到这里的时候，却是发现若琳的身边此刻还站着一个身穿银色长袍的高挑女子。她身材略带几分清瘦，一张脸庞却是比萧玉还要漂亮几分。最为吸引人的还是那一头绚丽的宛如瀑布一般的银色长发。这般姿色和气质，再加上那一头耀眼的银色长发，让她的吸引力甚至一度超过了萧玉，隐隐可以与现在的薰儿相提并论。而在看到这道曼妙倩影的那一刻，萧炎也是不由得微微张大了嘴巴，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漂亮的女学姐。韩月。见到韩月的这一刻，饶是以萧炎也是略微有些吃惊。片刻之后，
他才模糊地想起，韩月在进入内院之前，其实也是在外院待过几年的。只是后来随着他实力越来越强，与韩月、若琳等人的联系终究是少了一些，却是忘记了两人似乎也有可能认识，而且这两人的关系似乎还非常不错的模样。想到这里，死去的记忆却是突然攻击起自己。萧炎也是终于想起当年在天坟炼气塔当中，韩月为什么一见到自己就颇为示好了。这其中除去自己的潜力的确是值得结交，恐怕还有着若琳这位导师给自己暗中帮助。若琳似乎正在与韩月交谈着什么，在看到萧炎三人之后，也是迅速地露出一抹笑容，连忙招呼三人过来，并且介绍了起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师妹韩月，9星斗师巅峰，明年最有希望冲击内院的天才，也是你们的学姐。听到韩月9星斗师巅峰的修为之后，萧玉脸上露出一丝动容，而薰儿与萧炎的神色则是相对平静一些，不过各自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尤其是萧炎，在知道这层关系之后，更是心中恍然，这两人果然关系匪浅，竟然还是一个导师带出来的。不过论起年纪的话，若琳应该是比韩月大了至少5、6岁才对。似是看出了萧炎心中的疑惑，若琳微微一笑，解释道：月儿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来到学院的，因为属于一个导师，然后又是性格相投，所以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听到若琳的解释，萧炎也是有些释然的点了点头。如此算来，韩月今年已经是来到学院的第4年了，按照前世的时间顺序，他们这一批应当是比自己早到了学院5年的时间，不过这一世却只是早到了2年多一点。如果是按照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既然在外院见到了韩月、柳晴，那么林修崖、林燕那些家伙此刻或许也在外院当中吧。想到这里，萧炎嘴角也是勾起一抹回忆的笑容。算算时间，迦南学院在他漫长的一生当中只是占据了很短的一个节点，不过这么短短3年的时间当中，他却是遇到了勉强算是同龄人的一群人当中关系最好的几个。从那以后，同辈当中便是无人再是他的对手，西北大陆、中州、远古8族，萧炎都是一路势如破竹，踩着一个个天骄一路登顶。当这些天骄们还在追逐着家族的荣光之时，萧炎却是已经悄然站在了一个他们祖先都要仰望的高度。韩月学姐你好。望着韩月那大白天依旧清冷的如同月光一般的身影，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伸出手轻轻与韩月握了个手，2只手掌点到为止，十分礼貌。而在萧炎之后，薰儿和萧玉也是笑眯眯的跟韩月握了握手。哼，若琳姐自从昨天回来，便是一直跟我絮叨着自己招了3个十分不凡的学员，如今一看，3位学弟学妹当真是不凡。对于萧炎3人，韩月那向来清冷的脸上也是罕见的露出一抹笑容。显然，当听到萧炎与薰儿那可怕的天赋之后，就算是他也是不由得感到吃惊，心中升起几分结交之意。至于萧玉，虽然不至于到了需要他主动结交的程度，可好歹也是个 A 级学员，并非没有结交的价值。加上与萧炎、若琳的关系如此之好，他自然是乐得多一个朋友。哼，这2个小家伙的天赋实在是太过可怕，特别是萧炎这个小子，或许明年便是可以与你们一同竞争进入内院的名额了。若琳笑呵呵地说着，与这2个小家伙相比，倒是玉儿才是能够真正长久陪伴我的学生。玉儿，未来几年你可一定要多帮帮导师啊。听到若琳的话语，萧玉脸上露出一抹感激与欣喜，连忙轻声笑道：只要导师需要，我自然是要帮忙的。几个人寒暄的功夫当中，若琳的学员终于是缓缓地汇合了起来，一个个看到韩月之后都是有些惊艳，然后便是有些羡慕地看着与4个美女攀谈自如的萧炎。狗日的，一样是人，怎么差距这么大呢？等到众人集合完毕，若琳便是带着这些各学员前往登记学籍，领取一些学院的必备配件，例如入学手册、各个专业的课表，甚至还有校服这类东西。虽然学院并没有强制要求穿校服的规矩，不过迦南学院的校服做工精美，穿在身上也是分外好看，所以也有很多学生并不抗拒。不过在登记学籍的时候，当那负责登记的导师看到萧炎的信息之后，还是忍不住惊呼一声，令场间其他登记的学员在听到萧炎的名字之后，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显然，在昨夜大部分的新生都抵达学院之后，萧炎的消息已经在学院的众多师生当中流传。一个13岁的6星斗师放在哪里都是会令人有些骇然，即便是一些来自中州的学员，在听到萧炎的天赋之后，都会不由得产生一丝不可置信。所以仅仅一夜之间，萧炎的名声虽然不至于人尽皆知，却也传到了很多人的耳中。对于这种受人瞩目的令人惊讶的模样，萧炎虽然早已习惯，可还是战术性的摸了摸鼻子，然后便是跟着若琳一行人回到一处教室。幽静的小教室当中，若琳给自己这一趟刚刚招来的53位新学员们温和地讲解着一些学院当中应当知道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一些需要知道的礼节规矩、学院各种资源的获取等等。作为黑角域当中拥有霸主实力，
却不愿占据霸主地位的迦南学院手中的资源自然是不少。这也是为什么萧炎觉得那些新学员在苦修一段时间之后，想要弄上几百金币凑合吃喝住行并不难的原因。学院当中有着各种各样培养学生的手段和措施，能够起到磨砺学生的同时，还能让学生得到一定的金钱或者其他资源。当然，身为学员，对于普通学员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学院当中的各种课程，比如斗气修炼、斗技学习、各种战斗技巧以及各种魔兽、药学、医学的知识。甚至如果你拥有炼药师的天赋，便是可以直接加入最为尊贵的炼药系，从此不缺钱也不缺女朋友，一跃成为学员当中的贵族。不过炼药师的天赋若是这么容易出现，那炼药师也就不会显得那般尊贵与崇高了。所有学员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若琳的讲解，唯有萧炎望着渐渐沉落的夕阳，若有所思。虽然现在已经是7星斗师的实力，不过距离自己的目标还是有些太过遥远。萧炎现在的打算其实是先吞噬海心焰还是陨落心炎更好一些。想来想去，还是寒风的海心焰更合适一些，毕竟如今他借助药老的力量，恐怕瞬间便是可以摘了寒风的脑袋，海心焰自然也是手到擒来。之所以现在没有立刻这么做，主要是萧炎体内的斗气还不够雄浑。异火榜上的异火在第16名之前的几种异火彼此之间的威力差距并不算大，但从第16名的火云水炎开始，每上升1名差距都是十分巨大。寒风的海心焰虽然只是位列第15名，但寻常大斗师斗灵都是触之即死，就算是萧炎身居地眼种子无比克制海心焰，可想要将这团异火真正炼化，也至少达到大斗师才行，否则恐怕海心焰还没有炼化完毕，他体内的斗气倒是会先消耗干净了。不过距离对于大斗师，萧炎已经并不遥远，最多也就是2-3个月之间的事情了。在这之前，萧炎倒是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学院当中的闲暇时光，带着那些曾经的老友们好好再进一步，然后顺便跟薰儿谈谈恋爱，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学院爱情。毕竟前世的自己一直都在那近乎拼命的修炼当中，等到想好好品味一下青春的时候，却发现已经一不小心踏足了斗气大陆的巅峰。同学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散会吧。微笑着跟众多学员讲解完所有相关事宜之后，若琳率先起身，笑着带着这些学员起身离开。闻言，萧炎也是笑着站起身，牵着薰儿的手，跟着一群学员出门。不过刚刚走出房门，他们便是感到气氛有些莫名的诡异。只见这小小教室的外面，此刻正站着足足数十名老学员，神色略微有些不善地盯着这座教室。在这众多老学员的最前方，一名高大壮硕、宛如长枪一般挺拔的身影正站立在那里。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是令很多新生心中一哆嗦，感到有些莫名的压迫感。在他的身边，柳飞和雷娜此刻更是面色不善地盯着这些新生。当看到人群当中的萧炎之时，雷娜便是兴奋地大吼一声：“柳晴大哥，就是他，他就是那个萧炎！”听到这句话，萧炎尚还未曾变色，一旁的若琳此刻便是已经俏脸微变。这一刻，若琳那张温柔如水的脸庞终于是泛起了丝丝的寒意，有些不善地看着那神色平静的高大男子，低声道：“柳晴，你想干什么？”对于若琳的呵斥，柳晴却是面无表情地站了出来，仅仅只是踏出2步，便是令很多新生脸色微变。他们刚来学院，还不知道柳晴的名声，不过出于敏感，他们都是能感到这个高大男子并不简单。尤其是见到若琳都对他略微忌惮，以及他身后的那些老生之后，更是腿脚略微发软。不是人人都能像萧炎那样一上来就教训一个实力强横的老生的，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被老生教训的那一方。若琳学姐，我没有别的意思，雷娜跟我混了这么多年，如今却是被人打成了这副模样，无论如何，我总要为其讨个说法。柳晴神色平静，不嚣张也不怯懦，只是目光扫过那人群当中的萧炎之时，一双眼睛当中才露出一抹炙热的神色。你叫萧炎是吗？我是雷娜的大哥，也是柳飞的表哥。如果这2个家伙冒犯了你，那我替他们向你道歉。但是你把雷娜打成这副模样，我确实需要有个说法。所以，我想向你挑战。如果你输了，那你便向雷娜道个歉吧。虽然并不认识萧炎，但当柳晴目光扫过这些新生的时候，便是已经知道到底谁是萧炎了。敢于笑盈盈地看着自己，并且身边还有着一个令他都感到惊艳的漂亮女孩的新学员，除了那个能把雷娜打成重伤的萧炎，还能有谁？柳晴，你好歹也是在外院待了4年的老学员了，而且年龄更是比萧炎大了6-7岁，你这么欺负一个新来的学生，有什么意思？听到柳晴的话，若琳俏脸之上寒意更盛，脸色已经是有些不善。而听到若琳的话，柳晴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若琳学姐，在她可以击败雷娜的那一刻，她便已经不能用寻常学员来看待了。当然，我也不会仗着年龄的优势去欺负她，我可以给她时间修炼，只要我还在学院1天，我便是可以等她1天。不过，在我从内院毕业之前，这一战是必须要有的。以这家伙的天赋，
进入内院是早晚的事情，而等到了内院，他早晚都会面临这一天的。听到柳晴的话，若琳却是脸色稍稍缓和，他对萧炎的天赋有着充足的信心，虽然不知道将来能否一定胜过柳晴，但多给萧炎2年时间，想必后者也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反倒是柳晴身边的雷娜和柳飞却是脸色微微一变，萧炎的天赋可不是学院其他的天才可以比拟的，他才13岁，便是已经有了冲击内院的资格了。若是再给他2年的时间，谁知道这家伙到底会走到哪一步？就在所有心怀各意的时候，那原本站在人群当中的萧炎却是笑呵呵地站了出来。不必过2年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一战。听到萧炎的话语，雷娜和柳飞都是微微一愣，各自的脸上都是露出了狂喜之色。而一旁的若琳在听到之后却是脸色大变。萧炎，你不知道这家伙的实力，他如今已经是货真价实的2星大斗师，整个外院当中都足以排到前10的老学员，就算是我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你现在还小，有的是时间修炼，没必要为了这一时冲动。若琳的话音落下，萧炎的脸色没有任何变化，他身后的薰儿、萧玉以及其他新生此刻却是纷纷脸色大变。2星大斗师，外院排名前10，很多新生脑子都是一阵懵逼，他们很多都是才刚从村里出来，印象当中大斗师已经是一方豪强一般的存在了，没想到面前这个家伙竟然就是个大斗师强者，而且这家伙还是外院排名前10的大佬。萧炎，萧炎哥哥。萧玉和薰儿都是不由自主地拽了拽萧炎的衣角，却是被萧炎轻轻拍了拍玉手。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去干的。萧炎温和地对着2女一笑，更是对着远处的若琳使了个眼色，最后才再度将目光看向了那脸上露出一抹愕然之色的柳晴。我输了，代价是向雷娜道歉，不过若是你输了，你能够拿出什么代价呢？望着萧炎那张青涩脸庞，柳晴嘴角终于缓缓勾起一抹笑容。有意思，你若是能够胜我，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我都可以依你。看着柳晴脸上那熟悉的桀骜，萧炎嘴角同样泛起笑容。你若是输了，今后便跟我混了，如何？话音落下，老生阵营当中已经是一片哗然。这新生当真是他们见过最拽的新生了，13岁的年龄能够把雷娜打成这样不说，更是敢扬言要收柳晴为小弟，狂，实在是太特么的狂了。当下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不知道是讥讽还是佩服了。唯有那站在人群最前方的柳晴轻轻抬起了手掌，在他抬起手掌的那一刻，那些老生顿时停下了嘴里的讨论。虽然你有些狂妄，但我依然是很欣赏你，你的条件我接下了。若是你能够胜过我，从今以后这迦南学院我柳晴便是为你马首是瞻。话音落下，柳晴便是不再停留，转身带着一帮老生离去。3天后，学院擂台见高低。望着那转身离去的柳晴，若琳站在原地气得狠狠地跺了跺脚，最后才有些无奈地看向萧炎。你这小家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知道那家伙到底有多强吗？望着若琳那关切而又担忧的目光，萧炎心中微微一暖，然后便是轻轻笑着点头说道：自然是知道，若琳导师放心吧，若是没有足够的把握，我又岂会与那柳晴约战呢？听到萧炎的话语，若琳微微一怔的同时，心中却是又不由得升起一抹骇然。难道你真的有把握击败柳晴那个家伙？想到萧炎甚至可以打败柳晴，若琳心中都是升起一抹不可思议。那个家伙可是柳晴啊，就算是自己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可是萧炎竟然敢说出这种话。不过他心中在考虑到萧炎背后的师门之后，也是有着些许的恍然，或许那萧炎的师门应该也是给他留有些许的底牌吧。不过饶是如此，他还是有着一些懵逼。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13岁的小子岂不是也拥有着击败自己的实力了？虽然心中已经是感到无比的离谱，可他还是选择了跑到长老们那边进行了汇报。萧炎不同于寻常天才，那是被副院长和众多长老都无比重视的天才，他可以输给柳晴，可却不能在柳晴手上出什么意外。2星大斗师与6星斗者之间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更何况柳晴更不是寻常的2星大斗师，便是很多5星大斗师都未必是他的对手。他若是下手太狠，真给萧炎打出来什么伤势，那麻烦可就有些大了。在听到萧炎与柳晴约架的消息之后，很多长老此刻也是有些坐不住了，怒骂一声胡闹之后，便是想要出手阻止。然而他们的阻止并未曾行动，便是被虎钳拦了下来。让他们比，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小家伙的潜力到底有多恐怖。虎钳走了出来，笑盈盈地说着，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容貌精致漂亮的红衣少女。这少女的年龄看上去与萧炎似乎差不多。丫头，你不是说那个萧炎的天赋是被人瞎吹的吗？到时候你就好好看看，同龄人当中终究还是有人能够压你一头的。虎钳笑着揉了揉那红衣少女的脑袋。闻言，
红衣少女有些不服气地撇了撇小嘴，哼，我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有多逆天。见到虎钳发话，其余长老也是不再多说什么，有着虎钳亲自坐镇，就算是这2个小家伙恨不得将对方的脑浆打出来，虎钳也绝对能够及时阻止。而见到副院长亲自出面，若琳更是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不过这件事情可并非是在学院长老当中传播，距离萧炎与柳晴约战的时间可是足足有着3天的时间。虽然学院占地面积很大，但年轻人总是无比的活跃，柳晴的名声早就在迦南学院声名远扬，几乎是无人不知。而萧炎的名号在入学之后，也是随着很多新生和导师的传播，迅速在众人的耳畔传导。尤其是柳晴派系当中，以柳飞和雷娜为首的2个家伙，还大肆宣扬了关于柳晴与萧炎的约战，显然是恨不得立刻看萧炎出丑的样子。于是乎，在这3天的时间当中，除了一些状态近乎于闭关的少数家伙之外，几乎整个迦南学院的所有人都是知道了这件事情。狂妄！13岁成为6星斗师，的确是有着骄傲的资本，不过他竟然敢与柳晴约战，实在是有些太狂傲了一些。寒月师妹，柳晴与那个萧炎约战的事情，难道是真的不成？学院一处竹林之下，一名身材挺拔修长、面带几分潇洒俊逸的青年望着寒月，脸上有些狐疑。是真的，我已经问过若琳姐了，早就知道那小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可我还是没有想到他刚来学院竟然便是对上了柳晴这个家伙。寒月雪白脸蛋隐藏在一处竹林的阴影之下，俏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无奈之色。啧，那我倒要看看这新来的小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他若是能够击败柳晴的话，那我也是颇有与他对战的欲望啊。闻言，俊逸青年笑了起来，修牙学长，你好歹也是老资历了，怎么会跟一个13岁的孩子过不去？寒月有些无奈地说着，一旁的竹林却是又窜出了好几个人。13岁的6星斗师啊，这小子难不成是从娘胎里修炼的不成？不管他是怎么修炼的，老子倒是很佩服这小子的胆识。哈哈，到时候他与柳晴大战，我等可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新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当然，我更想看看柳晴有没有输的可能。望着面前这些脸上纷纷带着兴奋之色的青年，寒月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无奈之色。这些外院足以排名前10的家伙，平时都是一副除了修炼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模样，没想到萧炎那个家伙一来学院，便是令这些家伙纷纷兴奋了起来。脑海当中回想起那张清秀的脸庞，寒月终究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当这场约战已经在学院内部传得沸沸扬扬，成了众多人的议论话题之时，萧炎这3天的时间里却是依旧平静地修炼着。对于这场战斗的最终结果，他心中自然是无比的清楚。如果真的有什么需要他顾虑的，那便是萧炎需要好好思考一下，如何用一些级别稍微低一些的斗技，才不至于将柳晴给直接干掉。毕竟他的诸多神通若是施展出来，就算是斗灵强者也要瞬间饮恨。当然，这种底牌萧炎也是不可能为了一场比试就直接施展出来的。众多学员当中，除去萧炎本人之外，若琳的其他学生都是直接前往各个学堂进行学习了。若琳虽然是他们的导师，却只教授斗气修炼，其他方面更多的是负责他们的生活。迦南学院的教学环境也是相对轻松的，只要你能通过半年1度的周末考试，其余课程便是可以自由安排。不过若是连续3次周末考试不及格的话，便是会被直接劝退。不过除去萧炎之外，其他学员还都是需要若琳帮忙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课程。即便是薰儿的底蕴，也是选择了少量的2门课程进行学习，唯有萧炎本人没有选择任何课程，只是静静地待在房间当中修炼。对于萧炎这般做法，若琳却是没有多管闲事，他心中清楚萧炎的实力与能力，因此并没有过多干扰，只是问出萧炎是否想要担任班长的职务。这种事务对于向来讨厌管事的萧炎而言，自然是直接拒绝的。无奈之下，若琳也只好将这个位置放在了萧玉的身上。对此，其他学员倒是也没有更多的意见了。一来萧玉本身实力便是比他们都强，二来萧玉又是萧炎的表姐，更是没人敢得罪。时间一晃而逝，3天的时间已经让新生们都渐渐适应了学院的环境。不过比起新环境的兴奋，萧炎与柳晴的约战却是成了这届新生们最为期待的事情。3天后，迦南学院比武场，萧炎在一众同班同学的簇拥之下，来到了最大的一个比武广场。这处比武广场，萧炎也是颇为熟悉，因为这里便是历届内院选拔赛所常用的一处比武广场。以柳晴在外院的身份地位，想要在这里比武打擂台，的确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这庞大广场呈圆形之状，在广场周围石梯不断的向上蔓延，那形状犹如一个决斗场般，坐于广场周围的人海，皆是能够清晰地看见整个广场。不过，当一行人进入这广场的那一刻，就算是萧炎，都是眼角忍不住的微微跳动了一下。只见这浩瀚的广场当中，此刻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
人头涌动之间，还不断的有着学员从外面往里面挤。显然，他们对于萧炎与柳晴的对战都是无比的好奇。广场中央，一座通体由黑石铺就的巨大擂台之上，柳晴却是早早的就来到了此地。高大身躯修长挺拔，宛如一柄粗大的长枪一般屹立在天地之间，仅仅只是站在那里，就令很多女学员眼中闪烁着星星。萧炎哥哥，对方可是2星大斗师，你一定要小心。伴随着萧炎的如常，原本就热闹非凡的比武场当中的人群更是瞬间沸腾了起来。不过面对这种沸腾，薰儿却是脸色不变，只是俏脸之上挂着一抹担忧之色。放心吧，此次战斗你可以亲力而为，因为你的天赋这次可是副院长亲自坐镇，他不会看着你受到一些影响前途的伤势的。一旁的若琳此刻却是有些轻松，不知是在安慰萧炎还是薰儿。虽然对萧炎非常支持，但是他内心却是没有太多的信心。不过有着副院长的关注，那便是意味着萧炎不会受到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就算是败了，也不过就是名声上有些损失罢了。不过一个13岁的新生败在足以在外院排名前10的柳晴手中，倒是也算不上多么丢人，所以若琳也就没有什么担忧的了。闻言，萧炎只是轻轻笑着点了点头，拍了拍薰儿的手掌，轻轻安抚了些许，然后便是迈开脚步，缓缓地朝着那擂台的方向走了过去。而在萧炎走过去的那一刻，整个比武场便是更加沸腾了几分，许多人脸上都是露出一抹兴奋之色，尤其是靠近首席的一些人，此刻更是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丫头，你可给我看好了，别以为13岁成为斗者就很了不起了，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虎钳坐在最前方，笑眯眯地扶着胡须，老眼当中也是露出一抹好奇之色。在他身边，身材已经略显几分火热的红衣少女轻哼一声，看向萧炎的目光却也是带着几分好奇。可以与他一较高低的同龄人他倒是见过，但是被自家爷爷说是可以直接稳压他的同龄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在虎钳不远处的另一排席位之上，几名身穿血色长袍的男子都是笑眯眯地望着身边冰冷的如同铁剑一般的少年。吴昊，看好了这个少年，你若是有朝一日有机会超越他，那便是我们执法队这些年最为优秀的天才了。听到那为首中年男子的话语，冰冷如剑的少年微微点头，目光看向远处的萧炎，眼中露出一抹炽热的战意。除了虎钳和一些学院的长老导师之外，这首席观众台附近最显然的自然便是韩月与其他几个老学员了。作为外院当中如今排名最为靠前的一群人，他们的存在无疑是与柳晴一般耀眼，令很多人心生崇拜。一样是入学4、5年，他们还在为了突破斗师而烦恼，可这几个家伙却都已经达到了大斗师的层次，实力已经不弱于一些黄阶导师了。而他们的目光此刻却都是饶有兴致地看着那渐渐走进比武场的萧炎。这萧炎再如何逆天，终究只是个13岁的少年，不过他能够有胆子与柳晴一战，即便是败了也没有什么丢人的。姐姐，他若是能够胜了柳晴，那便是你我与之一战也没有绝对把握了。若是如此，别说他要收柳晴当小弟，就算是收我当小弟也是没有意见的。在众人的交谈之间，萧炎终于是慢条斯理地走进了比武场，感受着脚下陌生又熟悉的比武场，萧炎缓缓闭上眼睛，脸上带着一抹回忆。而在他对面的柳晴此刻却是已经微微抱拳。地阶3班，柳晴。闻言，萧炎也是终于笑着睁开双眼，抱拳道：黄阶2班，萧炎。望着萧炎这副轻松的模样，柳晴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一抹笑容。萧炎学弟，不要忘记你说的话。对于柳晴的提醒，萧炎也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柳晴学长，你也不要忘记你答应的条件。话音落下的那一刻，萧炎那戒之上一抹流光闪过，下一刻，一道与他身高近乎持平的漆黑巨齿便是在无数人惊愕的目光突兀出现，最后重重地砸在那黑石地板之上，令那地面之上出现了道道的裂纹。今日我只用一招，你若是接下来，我便与雷娜道歉；而你若是接不下，那今后在迦南学院，你便是要以我萧炎为尊。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整个广场当中的所有学员在此刻都是沸腾了起来。狂妄！站在远处的柳飞骤然站起身，狭长美眸带着些许的冷意。霸气外露，找死！雷娜也是不由得站起身。不光是他们两个关系与柳晴非常亲近的家伙，就连整个比武场的其他所有人，在听到萧炎这句话之后，都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旋即便是觉得这萧炎未免也太狂妄了一些。就连若琳在听到这句话之后，都是不由得脸色微变。如果没有说出这句话，那萧炎就算是败了也没有什么，毕竟他只是个13岁的少年而已，输给柳晴并不算丢人。可当他说出这句话之后，若是再败了，那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恐怕都会沦为年少骄狂的典范，沦为学院的笑柄了。在场当中可是足足汇聚了上万人来此观战啊，一旦败了，后果可想而知。
听到萧炎的这句话之后，柳晴的脸色也是终于有了些许的冷意。在此之前，他对于萧炎实际上是并没有多少敌意的，之所以挑战萧炎，只是单纯的想要给小弟讨个说法而已。不过此刻他也是觉得萧炎实在是有些狂傲了一些。既然你如此高傲，那我也只好让你败得彻底一些了。说完这句话，柳晴浑身气息彻底爆发，雄浑斗气在其体表渐渐蔓延出了一道金光，那可怕的气势令很多学员脸上都是露出了羡慕之色。而萧炎望着柳晴，嘴角却是露出一抹笑容。只见他手掌一握，重若千钧的玄重尺便是被他轻松举起。而在这玄重尺被举起的瞬间，四周的天地能量在此刻都是隐隐沸腾了起来。片刻之后，这种沸腾便是已经呈现出实质性的变化。眨眼之间，萧炎周围直径10丈左右范围之内的天地之间竟然开始变得略微有些赤红了起来。而这种赤红之感很快便是越发浓郁。狂暴的火属性能量在此刻已经开始近乎实质一般的在萧炎周围的空间沸腾。望着这一幕，原本还神色平静的柳晴终于是脸色一变，就连周围那些观战的众多强者此刻都是不由得瞪大了双眼。斗技引动天地能量汇聚，这特么是地阶斗技！虎钳一双老眼瞬间瞪大，眼中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而他身边的红衣少女虎家此刻也是微微长大了小嘴，脸上露出一抹茫然之色。修炼地阶斗技是何等困难的一件事情，先不谈地阶斗技是何等稀有之物，便是得到了也并不一定适合自己的修炼。而且就算是适合自己的修炼，其修炼难度同样是达到了一个令人啧舌的程度。虎钳简单了解过萧炎的背景，知晓其身后或许是可以拿出地阶斗技这种东西的，可能够拿出来是一回事，能够修炼成功却又是另一件事了。很多斗皇斗宗强者或许身上都是最多有着一种地阶斗技，除去这种斗技实在太过稀有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这地阶斗技实在太难修炼了。就算是这种层次的强者，想要真正将一门地阶斗技修炼到大成，都是要耗费多年。可是萧炎的年龄才多大啊？他才13岁啊！就算是打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能斗气斗技都修炼得这么快啊！这一刻，虎钳发现自己还是有些低估萧炎了。柳晴，拿出你真正的底牌吧！狂暴的火属性能量自天地汇聚，令萧炎手中的玄重尺越发的赤红。望着这一幕，柳晴的脸色越发的凝重。他终于是知晓萧炎为何能有如此自信，竟然敢对自己说出这种话了。果然，他真的有着狂妄的底牌。念及于此，柳晴屈指一弹，一杆粗大的长枪顿时出现在手中。而当看到柳晴手中那一杆长枪的那一刻，围观的人群彼此之间脸色便是更加的精彩。猎山枪，没想到萧炎一出手便是逼得柳晴使出了猎山枪。他才多大年纪，竟然已经能够做到这一步，这种天赋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对于周围人的议论，柳晴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面色凝重地看着萧炎手中的巨大黑尺，手中长枪之上金光暴涨，浑身斗气毫无保留地灌注到他手中的长枪当中。地阶斗技已经可以沟通天地之力，越级战斗并非难事，即便他的修为比萧炎高出数倍不止，可依旧不敢小瞧了萧炎。萧炎，今日无论你是胜是负，我柳晴都承认你的实力。柳晴话语落下，却是不再保留，浑身斗气凝聚到极致，手中长枪金光闪闪，然后便是如同一支巨箭一般朝着萧炎狠狠地冲撞过去。此刻的他只是一个大斗师，还未曾修炼出那所谓的大烈炎，手中也只有一种勉强算是玄阶高级的斗技。不过饶是如此，其爆发出的威能依旧仿佛可以开山裂石，就算是面前有着一座小山，也仿佛可以将其生生撕碎，令很多外院的高手都脸色微变。烈山！柳晴低吼一声，仿佛一道重型坦克一般朝着萧炎冲撞过去。而此刻，萧炎玄重尺之上的狂暴火属性能量也终于是汇聚完毕，他冲着柳晴微微一笑，下一刻，一道丈许长的庞大能量尺芒便是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当中爆发出来。焰分式浪尺！话音落下，炽热的尺芒便是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当中朝着柳晴狠狠地撞击过去。金色长枪与赤红尺芒狠狠撞击在一起，甚至泛起一道无形的能量涟漪。柳晴便是脸色巨变，仅仅坚持了片刻，便是一口浓郁的鲜血喷出，最后如遭重击，狠狠地飞出了7、8丈之远。就连其手中的长枪此刻都是脱手而出，在空中旋转几圈之后，重重地插在了坚硬的地面之上。饶是如此，那赤红尺芒也仅仅只是颜色暗淡了一些，最后依旧是带着恐怖的威能，重重地砸在了不远处的地面之上。轰！整个比武场都仿佛轻轻震颤了一下，漫天烟尘飞起，碎石纷飞。良久之后，烟尘散去，一道足足数尺深、直径更是接近1丈的大坑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在这大坑的不远处，
面庞还带着些许青涩的清秀少年脸色有些苍白，巨大黑齿插在地面，脸上却是带着些许的笑容。而在另一旁，柳晴却是有些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其双手虎口处已经鲜血直流。他神色复杂地看着那依旧挺拔站立的萧炎，良久之后，忽然双手抱拳道：“我输了，从今以后，在这迦南学院，我柳晴便是以你萧炎马首是瞻。”话音落下，场间已经是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败了，柳晴竟然真的败了。那可是外院当中足以排名前10的高手，实力更是达到了2星大斗师啊！可是在这萧炎的面前，却是败得如此的干脆。一招对付柳晴，萧炎仅仅只是用了1招而已。想到这里，场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不由得朝着前方移动，最后落在那一袭黑衣的少年脸上。那张不过13、14岁的清秀小脸，此刻没有丝毫的得意，只是嘴角挂着些许淡淡的笑容。这般神态，实在是不应该出现在一个13岁的少年身上。可是，能够击败柳晴，也本不应该是一个13岁的少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在场的绝大多数人，在13岁的时候，或许是连斗者都不是呢，又何谈能够击败一位2星大斗师呢？萧炎的表现实在是太过逆天，更是太过干脆，以至于在场的众人此刻竟然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震惊。好啊，看来我迦南学院要出现一个真正的天才了。在这般死一样的寂静当中，虎钳的大笑的声音终于打破了那可怕的气氛。他的目光看向萧炎，已经是无比的炙热。当萧炎能够施展地阶斗技的那一刻，他便是明白萧炎不但修炼天赋十分强大，就连其他方面也是无比的可怕。而且根据加玛帝国那边传来的消息，这个小家伙似乎还有着炼药师的天赋。这是一个真正的妖孽，随便摘出来其中一种天赋，便是足以在迦南学院大放异彩了。可是他却是数种超级天赋都叠加在一人身上，真是令人有些难以想象。虎钳从年轻的时候进入迦南学院，到现在在副院长的位置上干了这么多年，在学院待的时间已经超过100年。可是这100年之间，却是从来未曾发现过如此妖孽的天才。在虎钳那大笑之外，其他人的表情却是各自不一了起来。大部分学员与萧炎都是无冤无仇，看向萧炎的目光除了震惊与茫然，也是难以表现。只是在虎钳打破了寂静之后，都不由得一个个窃窃私语了起来。而柳晴阵营当中，雷娜和柳飞此刻却是脸色苍白的一屁股坐了下来。怎么可能？表哥竟然输了！柳飞不可置信地摇着脑袋，一双眼睛当中带着不可置信。从小到大，柳晴便一直是他心中最为高大的那个大树，时刻有着树荫庇护着他，而柳晴也是他得意、骄傲的资本。可是今天，柳晴却是如此干脆利索地败在了那个萧炎的手中。而一旁的雷娜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充满了畏惧。仿佛又回到了在乌坦城被萧炎用一伙长鞭鞭打的那个时间里。他还没有使用那可怕的火焰。雷娜身体微微颤抖，对于萧炎的恐惧已经达到了极致。而一旁的柳飞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也是不由得娇躯一颤，一张俏脸之上露出了惊惧的神色。虎钳的身边，一袭红衣的虎家微微张大了小嘴，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良久之后才无奈地撇了撇嘴。这还是人吗？另一处的高台之上，几名血色长袍中央，那名为首的中年男子沉吟片刻，最后看向了身边的少年。浩儿，其实你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放在这种家伙的身上。吴昊闻言没有说话，只是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目光却是更加炽热。看到他这副模样，中年男子微微皱了皱眉头，最后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心中明白吴昊的想法，可是比武场中间的那个家伙真的不是一般的妖孽啊！这个家伙的天赋实力实在是有些太离谱了一些，离谱到了吴昊这种天才都是难以望其项背。而在远处的韩月等人此刻却都是神色无比凝重地望着那场间的萧炎。看样子这位萧炎学弟的实力是要比我强上许多了，就是不知道你们几位是否能够胜过这位萧炎学弟呢？韩月微微叹了口气，刚认识萧炎的时候，他已经是十分的不敢轻视萧炎了，可是今天还是被萧炎真正的实力给吓了一跳。听到他的声音，其余几人纷纷对视一眼，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们彼此之间的实力与柳晴相比差的并不大，以萧炎方才施展的那道可怕的地阶斗技来看，柳晴应接不住的招式，他们或许也根本接不住这一招。姐，这小子虽然有着地阶斗技在身，可地阶斗技的施展终究是需要些许时间酝酿的，如果一上来就战斗，或许便是能够打断他的地阶斗技施展，也不一定。这时一道声音忽然从几人当中响起，如此强大的天才，若是不与之一战，实在是有些手痒痒啊。几人顺着那人看去，便是看到一人嘿嘿怪笑着。我就知道你这个好战的家伙，一旦看到高手便是闲不下来。林修崖无语地看了一眼那个家伙，你们怕他，我林燕可不怕，抽个时间我一定要与这萧炎好好比试一番。
也好，既然有愿意替我们出丑的，那我们倒是求之不得。林烨，你就好好试探一下这个萧炎学弟的真正实力吧。林修崖身边的严浩嘿嘿笑道。闻言，林烨也只是笑着点了点头，看向萧炎的目光却是带着战意。一场比试以萧炎一招击败柳晴迅速结束，而这般结果也是令整个外院都是如同一片池塘当中投入了一块巨石一般，掀起了轩然大波。萧炎的名声在胜过柳晴之后，便是以一个更快的速度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不可置信。不过当柳晴亲自承认从今以后便是要以萧炎为尊的消息传来，以及其他观战者多次承认之后，这些人才相信了萧炎不但真的胜了柳晴，而且是一招击败。一时间，萧炎的名声在整个外院都是声名远扬。如果只是击败柳晴，虽然会名声大振，却不至于如此的震撼人心。可当他那年轻的令人发指的年龄与这一战绩结合起来的时候，那便是令很多人感到无比的震撼了。不过在众人心中震撼的时候，事情的始作俑者此刻却是悠闲地躺在一处躺椅之上，阳光随意地倾洒在他的身上，照得萧炎浑身暖洋洋的。这时，一只纤白素手忽然拿起一个葡萄递到了萧炎嘴边，望着身边乖巧的美少女，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然后便是张嘴将葡萄吃了进去。萧炎哥哥，你怎么不吐皮啊？薰儿坐在萧炎身边，却发现萧炎嚼了半天，直接将那葡萄给咽了进去。薰儿的葡萄实在是太甜了，我一不小心连皮都吃进去了。萧炎严肃地说道，身边的薰儿却是被他逗得咯咯直笑，精致的如同瓷娃娃一般的俏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羞红。你们这两个家伙！远处的萧玉双手抱胸，看到这一幕之后，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最后才无奈地叹道，自从你与柳晴那一战胜了之后，整个学院都到处在议论着你，因为你这个家伙，我这个班长当的可是相当的劳累。你当你的大班长，累不累的跟我萧炎有什么关系？萧炎又吃了一颗薰儿味的葡萄，有些不满地看着身后的萧玉。哎，你13岁就能把柳晴这样的老牌天骄给打败，是个人都知道你将来肯定是前途无量的。萧玉无奈地摸了摸额头。自从那一战之后，整个学院有着不知道多少女生偷偷写了情书，转弯抹角的通过各种方式送到咱们班同学的手中，然后最后又交到我的手中。我每天要替你处理掉的情书都不知道有多少，这可是一个大工程。萧玉的话令萧炎有些目瞪口呆，前世的时候自己在迦南学院表现的也很优秀啊，怎么没有这么多的女生给自己写情书？是啊，萧炎哥哥现在可是学院的风云人物了，许多女孩子都是一直盯着萧炎哥哥呢。薰儿笑意盈盈地看着萧炎，倒是没有丝毫吃醋的模样。望着他这副调侃的看着自己的模样，萧炎却是心头升起一些坏心思，趁着少女未曾反应过来，便是坐起身将脑袋与薰儿贴在一起。以后再有人送过来情书，你把这些情书给烧了便是了。有薰儿在我身边，那些莺莺燕燕我可是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人再问，你就告诉他们薰儿是我女朋友便是了。萧炎的话语虽然是对着萧玉说的，可却是在薰儿的耳畔响起。一瞬间，小妮子便是俏脸通红，无力地躺在萧炎怀中。萧炎哥哥，乖。萧炎轻轻揉了揉少女的脑袋，轻轻嗅着后者少女身上散发出的体香，嘴角挂着一抹温和的笑意。我就不该凑这个热闹。望着这一幕，萧玉嘴角微微抽搐起来。好家伙，老娘过来跟你说这些事儿，你给老娘吃狗粮是吧？萧玉深吸一口气，但是不知为何，望着这一对依偎在一起的少年少女，心中却是又有些羡慕。直到萧玉走后，薰儿才将小脑袋从萧炎怀里拔出来，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温柔地盯着萧炎。望着后者这副模样，萧炎只感觉心中更加柔和了几分。他轻轻捏了捏少女吹弹可破的小脸，神色这才严肃了些许。妮子，我知道你的实力可不止这一点，以后要是再有不怀好意的学姐过来骚扰我，你也可以适可而止地表现出一些实力来，知道了吗？知道了。薰儿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又将脑袋贴在萧炎身上，感受着少女身上的淡淡体温，萧炎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之所以要如此干脆利落地击败柳晴，还不是想要真正的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等到薰儿将来不被学院那些个苍蝇的打扰。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么一展现，薰儿那边的苍蝇是没有了，自己这边的苍蝇倒是多了不少。有了萧炎的嘱咐，薰儿也是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实力。在萧炎正式的宣布自己有了女朋友之后，还是有些不死心的女学员想要骚扰萧炎，时不时的在若琳的班级门口转悠。对于这种情况，就算是若琳也没有太大的办法，毕竟她一个导师虽然可以口头劝告，但总不能动手吧。不过这种情况在某位实力达到9星斗者的学姐被薰儿一掌打得吐血之后，原本还跃跃欲试的各路女学员们却是忽然安静了下来。也直到这一刻，所有人才开始正式的打量起这个一直跟在萧炎身边漂亮的有些不像话的小女孩。
而当众人真正调查清楚这个女孩的消息之后，却是又统统陷入了沉默。这个女孩的年龄竟然是比萧炎还要小了快要半年的时间，可她的实力如今已经是6星斗者了，这让很多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之前因为萧炎的光芒太过强盛，以至于很多学员只是关心这个女孩的容貌，而忽略了她的天赋。毕竟薰儿的天赋也只有各位长老知道的比较清楚，由于后者过去比较低调的原因，很多导师都是不清楚薰儿的真正天赋。不过在后者展现出这般可怕的实力之后，他们才恍然地意识到，原来这个一直跟在萧炎屁股后面的少女，竟然也是一个天赋好的有些过分的家伙。13岁6星斗者，这种天赋已经是比副院长的孙女还要强上不少了。后者今年马上就要14岁了，却也仅仅只是2星斗者而已。一时之间，原本还对萧炎蠢蠢欲动的各路学姐们，此刻却是都异常的老实了下来。直到这一刻，这些人才明白，原来这个漂亮的有些不像话的少女，竟然还是一个超级天才。或许也只有这样的女孩，才能配得上萧炎这样的绝世天才吧。所谓的郎才女貌、金童玉女，的确是相得益彰。不过也正是因此，随着两人的关系传播开来，许多学长学姐的心中却是不由得升起了心碎的声音。而在这些普通学员还在心碎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却是出现在了萧炎的楼下。萧炎不好了，又有人过来挑战你了。小楼当中，萧炎几乎快要做到足不出户了，他几乎每天的时间里都在修炼斗气。而在这般废寝忘食的修炼当中，其修炼速度自然也是快得吓人，估计1个月的时间便是可以突破到8星斗师了。也就是这时，萧玉的声音却是传来。闻言，萧炎也是眉头微微皱起，自己当初击败柳琴的那招，想必如今整个外院的学员也应该没人能够有信心轻松接下吧。没想到竟然还有不长眼的家伙过来找事。想到这里，萧炎也是走出小楼，脸上有着些许的冷意。不过当他看到那站在外面等着自己的家伙之时，却是忍不住微微一愣，旋即嘴角便是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萧炎，你前段时间击败柳琴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实在是令我敬佩啊。望着那走出门来的少年，林燕嘴角咧出一抹笑容，有些激动地搓了搓手道：不如咱俩找个地方练练。望着这张熟悉的脸庞和熟悉的笑容，萧炎嘴角也是微微勾起一抹弧度。可以。当天晚上，一道隐匿于斗篷之下的身影，趁着夜黑风高，鬼鬼祟祟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中。夜深人静，林燕随手丢掉斗篷，望着镜子里面鼻青脸肿的自己，深吸了一口气。妈的，以后再也不去挑战那个家伙了。林燕疼得龇牙咧嘴，想起自己白天被萧炎打得抱头鼠窜，便是感到无比的郁闷。对方的实力并不是传说中的6星斗师，而是达到了7星斗师的层次。可是就算是7星斗师，自己为啥在他手里被打得跟孙子一样？仔细回想着今天的战斗过程，林燕发现萧炎的修为虽然只有7星斗师的实力，可是对方的斗气却是十分的雄浑，其肉身力量也是极为可怕，自己与之相比竟然占不到丝毫好处。而且萧炎的身法也是强过了他许多，就连战斗经验也是同样碾压他。这就导致了林燕虽然一上来就果断出手，逼得萧炎无法使用地阶斗技，可在贴近萧炎之后，便是被对方一脚踹倒在地上。连续数十次交手，林燕都是未曾在萧炎的手中坚持超过1个回合。还好我找了个隐蔽的比武场，没有被别人看到我尴尬的模样。林燕一边取出一些药膏抹在脸上，一边无奈的叹息，要不是自己及时求饶，今天怕是要比萧炎打成猪头了。他不明白萧炎为何这么强大，可却是明白今后自己也得算是萧炎的小弟了。这是挑战萧炎的代价，不能就我一个人这么惨，我得让林修崖和严浩也挨一下子。林燕一边龇牙咧嘴的抹着药膏，一双眼睛当中却是露出诡异的光芒。在将林燕给收拾了一顿之后，萧炎的生活并没有迎来立刻的平静，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便是又有着接连不断的人纷纷上门。不过这一次，萧炎却是没有过多的厌恶，反倒是看着这些家伙有些玩味。率先到来的是虎家和吴昊这2个小家伙，两人的模样显然还是颇为青涩。在来到萧炎这里之后，便是点名要与萧炎比试一番。对于这2个如今只能算是小家伙的家伙，萧炎倒是也没有客气，一人一脚便是给2人踹了个狗吃屎。吴昊双眼露出战意，然后又被踹倒在地，而虎家则是耷拉着个小脸回去找到虎钳倒苦水。又是几天之后，林修崖和严浩竟然也是找上门来。他们听说林燕已经与萧炎交过手了，并且扬言萧炎实力不过如此，只要率先打断对方施展地阶斗技，虽然击败他有些困难，可也不至于被一招击败。根据林燕的描述，他那一战打的是酣畅淋漓，甚至修炼的某个玄阶斗技都差点突破了，这让林修崖和严浩都是忍不住的心动了起来。自从上一届的老生进入内院之后，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一个势均力敌的新对手了，当下便是一同前来挑战萧炎。
萧炎有些古怪地看了两人一眼，却是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笑盈盈地点了点头。第二天，整个外院的人便是看到林修崖和严浩满学院的追杀林燕。你个狗日的别跑，林燕，你有胆子吹，没胆子认事吧？严浩的声音令许多学员眼中露出惊骇之色，不等他们反应过来，便是看到一阵狂风刮过，远处的林修崖脸上还带着几分淤青，手中更是直接凝聚出几道锋刃，朝着林燕爆射而去。哎，有话好好说，大家现在都是跟着萧炎混的了，自己人怎么能动手呢？林燕的声音还带着几分奸笑，身形却是如同灵猴一般在学院到处乱窜。不过他说出的话语却是令许多人神色骤然凝固。什么？就连林燕、林修崖、严浩这几个即将进入内院的大佬都成了萧炎的小弟？不是，他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啊！大家都是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虽然日复一日的修炼显得有些枯燥，不过有了这些家伙的存在，萧炎的生活倒是也不至于显得太过无聊。在进入迦南学院的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萧炎的实力便是再度突破2星，直接达到了9星斗师的程度。而在这2个月的时间当中，他却是已经将林燕、严浩、林修崖、柳晴以及韩月、虎家以及吴昊几个学院当中最为出众的天才给汇聚到了一起。这些家伙本来只是碍于萧炎的实力以及当初的口头承诺，迫不得已的认萧炎为老大，也只有韩月是因为与所有人关系还不错，以朋友的名义融入了这个群体。不过在萧炎随意的指点了几句，令几人苦修已久的某些斗技如同醍醐灌顶一般能够迅速提升之后，这些人在看向萧炎的目光便是变得炽热和佩服了起来。对于这几个家伙的变化，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毕竟都是去前世的老朋友了，既然自己如今身在迦南学院，那便是顺手带上一把便是，反正也就是一天当中掏出来半个小时指点一下几人。不过在萧炎突破到9星斗师之后不久，已经在他那界当中沉寂已久的药老此刻却是忽然有了动静。迦南学院外部是一片漫长无边的原始森林，此刻已经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但这片原始森林当中却依旧是有着道道低沉的兽吼。不过在这片原始森林的某处小山之旁，一头头原本凶厉的魔兽此刻却是一个个乖巧的匍匐在地上，在他们的脑袋上方，一道近乎实质的苍老人影正悄然站立，虽然还略微有些透明，可是在其身上一种无比可怕的灵魂威压却是令这些魔兽都感到惊颤。多亏了你的太一地魂诀，我感觉我的灵魂力量现在应该已经恢复到了9星斗宗的层次了。感受着自己越发凝实的灵魂力量，药老身形缓缓飘落，笑眯眯地望着萧炎。恭喜老师。闻言，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笑容。如今药老的灵魂力量足以堪比9星斗宗强者，到了这般地步，若是萧炎再借用药老的灵魂力量施展大荒求天指，那就算是普通的斗尊强者都是有些性命之危了。唉，就是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斗尊层次。药老轻轻抚摸着虚幻的胡须，心中却是有些无奈。闻言，萧炎却是笑着摇了摇头。药老生前便是天境层次的灵魂力量，这般灵魂力量即便是完全脱离肉身的载荷，都是能够发挥出堪比5星到7星斗尊的战力。不过正是因此，其恢复所需要的灵魂力量实在是太过庞大了一些，即便是有着太一地魂诀的帮助，若是纯靠时间积累，恐怕也得有个3-5年才能完全恢复。不过当前的这些灵魂力量已经是足够萧炎在西北大陆纵横了，等他吞噬了海心焰、陨落星炎和青莲地心火，实力应该已经达到了斗皇层次。而到了那时，便是没了药老的帮助，这西北大陆也不会有多少人能够威胁得了萧炎了。当4种异火收集完毕之后，萧炎也是可以前往中州，着手准备复活药老的事情了。两人如此商谈了一会儿之后，萧炎才取出一份药材递给药老，让后者帮忙炼制了一枚3文清灵丹。虽然如今只有古灵冷火和万兽灵火2种火焰，但是想要获得一种兽火还是十分轻易的事情。萧炎随便找了一头5阶魔兽，逼迫对方交出了少许的兽火本源，然后便是纷纷交给了药老。至于各种药材，却是当初在魔兽山脉便是由着白寒白雪兄妹帮忙收集了。其实以萧炎现在的实力，体内的斗气已经完全足够他炼制3文清灵丹，甚至是很多5品的丹药了。奈何他的药鼎品质并不高，而药老的黑魔又留下了其灵魂印记，因此萧炎也无法借用。至于徒手炼丹，他现在的斗气也只能支持萧炎徒手炼制2品3品的丹药而已。一夜过去，当第2天萧炎回到学院的时候，其纳戒当中已经是有着一枚3文清灵丹静静地躺在其中，只需等到萧炎的斗气修炼到9星斗师的巅峰状态，便是可以着手突破大斗师级别。而一旦突破到了大斗师的层次，便是萧炎出手夺取海心焰的时候。一切都在萧炎的计划当中慢条斯理地进行着。萧炎哥哥，什么事让你这般开心啊？一张娇俏的精致小脸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而在看到这小脸的那一刻，
萧炎嘴角的笑容便是更加温和了几分。没什么，就是打算过年前后突破到大斗师了。萧炎轻轻揉了揉轩儿的脑袋，却是令后者那原本弯的如同月牙一般的眸子当中露出一抹愕然之色。萧炎哥哥竟然已经准备突破到大斗师了吗？饶是以轩儿的出身，都是不由得被萧炎给震惊了一下。萧炎所展现出的可怕的修炼速度，当真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都是最为顶尖的天才。就算是放在远古八族、魂殿丹塔这种势力当中，在没有血脉之力这种堪称外挂般的帮助之下，也是最为顶尖的天赋。你这妮子修炼的不是也够快了吗？这才来到学院2个月，就已经达到8星斗者了。萧炎捏了捏轩儿的小脸，神色严肃地说道：“我现在要给你下达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在过年前后突破到斗师。萧轩儿同志，你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过年前后就突破到斗师级别？”轩儿小脸微微发苦，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要没日没夜的修炼了？我当然不会让我的轩儿吃苦了。闻言，萧炎嘿嘿一笑，一枚斗气丹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枚斗气丹可是我亲自炼制的，比起普通斗气丹的品质要强了许多。将它服用下去，你应该便是能够达到9星斗者巅峰了。至于突破到斗师，便是需要你自己慢慢沉淀积累了。斗者突破到斗师，并没有太多的捷径可言，至少没有什么丹药可以保证一定能让斗者直接突破到斗师。不过，轩儿有着古族的神品血脉在身，就算是没有真正的激活着血脉的力量，突破斗师也并非什么难事。萧炎明年进入内院，自然是要将这个妮子带进去的。既然想要进入内院，那么哪怕轩儿身上各种斗技再如何的高级，在不动用古族血脉秘法的情况下，也至少要有6、7星斗师的实力才有希望做到。当然，有着神品血脉的加持，加上萧炎的帮助，萧炎觉得这妮子就算是达到9星斗师，甚至是大斗师，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这样做唯一的坏处就是会再度击碎迦南学院众多天骄的自尊心。对此，萧炎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毕竟自己明年进入内院的时候，或许更会打击到那些家伙。年轻人被打击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谢谢萧炎哥哥。玉手轻轻握着手中的那枚斗气丹，轩儿一双美眸便是变得更加温柔了几分，那般含情脉脉的模样令萧炎心中更加的宠爱。萧炎张开双手，小妮子便是俏脸微红的扑到他的怀里。对他而言，一枚斗气丹的价值并不算什么，可这枚斗气丹可是萧炎送的，而且还是萧炎亲手炼制的，如此一来，对于他的意义可就变得贵重多了。不够。萧炎轻轻抱着怀中的少女，嗅着对方身上那淡淡的体香，嘴角却是露出一抹坏坏的笑容。只见他轻轻将脸庞低了过去，望着那近在咫尺的少年脸庞，轩儿脸蛋更加红润。片刻之后，还是轻轻踮起脚尖，直到那红润秀美的小嘴快要贴到萧炎脸上的时候，一声轻咳却是令他骤然又将脑袋缩了回去。可这房间里还有别人呢，麻烦某人不要这么喉结。萧玉有些无奈地看着两人，后背轻轻倚在墙角，修长笔直的玉腿反射着银白的光泽。他看着面前的2个怪物，心中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才来到学院2个月的时间，这2个家伙的实力便是再度暴涨2星。反观自己，直到上个月才修炼到了5星斗者，也不知道年前还有没有希望修炼到6星斗者了。饶是如此，班里的那些家伙还是对萧玉的修炼速度羡慕得很，却不知后者每天在这个房间当中遭受着怎样的打击。多管闲事。萧炎有些不满地看了萧玉一眼，低下头在轩儿脸蛋上轻轻啃了一口，这才耀武扬威地看着萧玉。望着那害羞地看着自己的轩儿，萧玉忽然有些不想待在这个小楼里了。我不是人啊，我到底是不是人啊？你们为啥每天都给我喂狗粮啊？深吸一口气之后，萧玉才有些无奈地看向2人道：距离年底已经不到1个月了，若琳导师让我提醒一下你们2个，不要忘了学分任务，完不成学分任务，就算学院舍不得开除你们2个，也肯定免不了一顿说教。你们2个还好一点，不过若琳导师估计会被骂的。听到萧玉的话，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迦南学院也是有着学分任务的，正常情况下，每个学员每学期都要完成至少100分的学分任务。对于很多普通学员，尤其是新生来说，这100学分并不好弄，他们需要参加学习各种课程、各种活动来获取。不过对于萧炎和轩儿来说，这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像轩儿，随便参加个猎杀魔兽的活动，杀够5头1阶魔兽便是足够了。而对于萧炎来说，则是更加简单，他随手炼制5枚1品丹药，便是可以得到这些学分了。明天我陪你去报名参加个猎杀魔兽的活动，杀几头魔兽凑一凑数。萧炎笑了笑，这种学分制度只是对于外院学员有用，内院则是完全不讲究这一套，一切都以火能为尊。前世的他一来到这里，便是直接通过选拔赛进了内院，所以根本就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不过这一世，看在若琳的面子上，自然是要走个形式，否则若琳的确是有些为难。
前世的时候，对方也是帮了自己不少忙，这一次自然是要给个面子。好啊，萧炎哥哥。听到萧炎要陪自己，薰儿也是十分的高兴。萧炎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走到萧玉身边的时候，却是随手从那戒当中掏出了2个玉瓶。这是我给你贴身定制的一种药液，修炼之前将其涂抹到全身皮肤，可以令你的修炼速度增加3到5倍。有了这玩意儿，你应该可以在年前突破到6星斗者了。听到萧炎的话语，萧玉的眼睛顿时露出一道亮光，看向萧炎的目光瞬间多了几分热情，那副模样似是恨不得在萧炎脸上狠狠地亲一口。莫要如此看着本少爷的帅脸。萧炎瞥了萧玉一眼，目光顺着对方已经发育火辣的身材下移，当看到那双修长的玉腿之时，才不由得问道：那个，如果你自己涂的不方便的话，我也是可以帮你一把的。被萧炎如此调侃，萧玉俏脸之上露出一抹绯红之色，不过在看到萧炎身后的薰儿之后，却是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我当然是没有意见的了，只要薰儿愿意就好了。哼，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我萧炎乃是世间1等1的正人君子，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萧炎淡笑一声，薰儿，我只会给你一个人上药的。哥哥，萧炎哥哥太坏了，萧炎哥哥真是个大猪蹄子。望着萧炎，又将目光看向自己，薰儿红着脸咯咯地笑了起来，一时间竟然是与萧炎在小楼里嬉闹起来。望着两人这副亲昵的模样，萧玉眼中却是露出了一抹羡慕与复杂。翌日，一支除了萧玉之外，完全由4个13、14岁大小的少年组成的小队，便是朝着任务堂的方向走了过去。不过，在看到这一支小队的几个年轻人的那一刻，许多路过的老生却是个个叫了起来：快看，是4大天骄，真的是他们！萧炎、萧轩、虎家、吴昊，这几个家伙怎么一起来任务堂了？当然是过来领取学分任务了。他们4个都是学院这一代最妖孽的几个天骄，不过还是需要完成学分任务的。有着萧炎罩着，这点任务对他们而言岂不是手到擒来？什么话？就算是没有萧炎，这几个家伙想要完成任务也是十分轻松啊！一群学员羡慕地看着萧炎4人，这4人可都是拥有着 S 级天赋的真正天才。虎家、吴昊都是5星、6星的斗者，而薰儿前不久则是8星斗者。这一行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也都未曾超过15岁。可是那为首的萧炎已经是整个外院最为强大的学员，就连柳琴、林修雅等人都败在了对方的手中。听到周围学员的议论，萧炎嘴角微微抽搐了些许。4大天骄，这个中二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想出来的，竟然在学院当中迅速的传播开来，搞得萧炎都是有些不好意思冒头了。不过好在林修雅等人的名声似乎比起自己还要难听一些，由于林修雅、严浩、林燕和柳琴常常以小弟自居，围绕在萧炎的身边，这4人更是被学院的好事者称为了萧炎身边的4大金刚。明明是很威风的名字，但不知为何总是感觉有些憨憨的。在周围那一声声中二的称呼当中，4人小脸微微紧绷，神色略微有些高冷，只是在无人所知的鞋子当中，却是有着几根脚趾正对着地面不停地转着。这种莫名的羞耻感是怎么回事？今后去了内院，可万万不能弄出这般糗事了。萧炎站在众人之首，内心确实感觉颇为的尴尬。他轻轻抬起头，望着那眼神炽热好奇的任务堂导师，清了清嗓子道：这位导师，我们来接任务了。哦，原来是萧炎同学啊，你们想接什么任务？看到萧炎等人到来，那位导师也是满脸的笑容。几个猎杀魔兽的任务，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炼药任务。萧炎笑着说道。话音落下，四周却是再度响起议论纷纷的声音。炼药任务爱，早就听说这萧炎还是一名炼药师，可是他来到学院之后，却是从未表现出来过。今天总算是能够见识一下这位绝世天才的炼药术了。一时间，众人看向萧炎的模样也是愈发的炽热。对于众人的惊讶的目光，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将那些任务接下之后，便是带着身后的3人有些急促的离开了这里。虽然他的心态已经十分强大，不过被人像是看什么珍贵东西一般注视着的目光，的确是有些不好受。随着猎杀任务的接受，萧炎迅速带着一行人离开迦南城，来到与迦南城西门相对的一处原始森林当中。不过比起那几乎环绕着整个迦南学院的原始森林，此地的森林明显是被用一层阵法给隔绝开来，其中的强大魔兽都是被清除了出去。毕竟此地被当作磨练外院学院的地方，是不可能允许有太过强大的魔兽存在的。原来是萧炎同学啊，以你们这些人的实力，只要不深入其中太深，便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原始森林面前的一名导师在看到萧炎等人之后，原本还有些淡漠的脸庞便是瞬间变得热情了许多。只见他随手递出5个类似于信号弹一样的东西，然后便是递给了萧炎5人。遇到解决不了的危险，拉响这个信号弹之后，学院导师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你们的方向。一旦使用了救援机会，你们的所得到的一切学分都将消失，甚至还会倒扣20的学分。不过以你们4人的实力，
只要不进入核心地区，应该是没有什么魔兽会威胁到你们的。那名导师笑着说道。这片原始森林是专门用来磨练普通学员用的，其中最为强大的魔兽也不过3阶而已，当然威胁不到萧炎这样的高手，最多也就是会让萧炎分出些心思保护其余4人罢了。不过这4人的实力却是同样的不弱。将一切事宜准备完毕之后，萧炎自然也是没有废话，很快便是带着一行人来到了这片原始森林的外围。此次的战斗，萧炎并没有主动插手，反倒是令萧玉在内的4人自己协商寻找魔兽的踪迹，并且击杀。他自己除去陪在轩儿的身边之外，便是只有4人出现什么较大的纰漏之时才会出声提醒一番。这片森林的主要作用便是用来磨砺一些学员的实战能力，让他们在与魔兽的厮杀过程当中尽快的适应那种外界的血腥。毕竟很多学员长这么大，别说是杀过人了，就是一头猪或许都未曾真正的杀过。当第一头魔兽被放倒然后击杀的时候，除了萧炎与吴昊之外，其余3女都是脸色微白的看着那魔兽脖颈处如同喷泉一般源源不断的往外冒的血液。望着3人的这副模样，萧炎却是轻轻握住轩儿的手掌，声音柔和的笑道：不要怕，调整呼吸，尽快适应这种厮杀，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这是你们需要经历的第一步。闻言，萧玉与虎家也是忍不住轻轻点了点头，只不过两者还在隐隐颤抖的玉手却是暴露了他们内心的波澜。对于这种情况，萧炎却是觉得十分的正常。轩儿虽然厮杀极少，但却是古族明珠，从小心性便是不凡。吴昊则是从小在执法队当中长大，别说是击杀魔兽，恐怕就算是杀人也是习以为常。才14岁的年纪，其身上却是已经有了淡淡的煞气，难怪前世仅仅大斗师的实力便是已经浑身血气。至于萧炎，那更是超级强者带挂重生，早已习以为常。唯有这2女才是真正的第一次搏杀魔兽，心态有些紧张和胆怯是很正常的事情。2人第一次搏杀魔兽，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是颇为难得了。经过萧炎的劝谏和指导，虎家和萧玉也是很快就从那紧张当中走了出来。有着萧炎的引导，几人都是很快就找到了实力较弱或是与自己旗鼓相当的魔兽。经过1天的血腥厮杀，虎家与萧玉的实战能力正在飞速的提升。等到第2天傍晚再度击杀1头魔兽之后，2女的神色已经不再如此的紧张，反而是多了一些得意的笑容。2天的时间里，众人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遇到的最大威胁也仅仅只是1头2阶魔兽而已。面对这样的威胁，萧炎却是没有出手，而是让4人配合着尝试将对方击杀。这4人天赋一个比一个好，背景也是一个比一个深，就算是萧玉身上都有自己赠予的一套玄阶斗技，联合起来击杀1头2阶魔兽并不算难。不过饶是如此，萧玉还是险些被那魔兽找到机会攻击到，好在萧炎提前拦住了那魔兽的攻击。发生这样的事情，萧玉也是不由得有些脸红，好在萧炎也没有责怪他什么。这种情况本就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当初的自己也是在药老的庇护和教导之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收取魔盒，我们可以撤退了。见到最后1头魔兽倒下，萧炎满意的点了点头。经过自己的教导，几人都是有了不小的进步，彼此之间配合也是越来越默契。这也是他想要的初衷，自己重生一世，除去想要弥补一下一些遗憾和尽早解决魂族的危机之外，总要有些新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便是顺手提携一下过去的诸多亲朋好友，简单来说便是要将他们都给带飞。唯有这样，重生才能多上一些意思啊，否则也太过无趣了一些。当萧炎一行人将众多魔盒都递交到那位导师手中的时候，后者脸上也是没有丝毫的惊讶，只是微笑着冲萧炎点了点头。放心吧，你们猎杀魔兽的记录我这里都记载了，过2天你们所需要的学分就会迅速加上了。听到这句话之后，萧炎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和善的笑容，冲着这位导师微微拱了拱手，笑道：如此的话，那便是多谢导师了，分内之事应该的。听到萧炎的话，那名导师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能够被一个如此的天才尊重，的确是脸上颇为有光的一件事情。将轩儿等人的学分任务完成之后，萧炎先是带着众人回去休息了一夜。到了第2天早上，一行人才再度来到了炼药系的位置。如果只是为了学分的话，萧炎其实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章。之所以如此行动，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想要从炼药系再拉入2个天才进入自己的团队。如今他的手底下已经是有了诸多修炼方面的天才，可在炼药方面却是不够，想要组建一个真正强大的团队，炼药师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前世的时候，自己一手创建了盘门这个在学院当中日益成长起来的强大的势力，而在后来到了无尽火域之后，盘门也是成为了无尽火域当中优秀年轻人最多的一个势力。这个势力的存在，能够源源不断的为萧炎的无尽火域提供各种各样的人才。因此，这一世的萧炎自然也是想要尽早将盘门的雏形给创建出来，并且有了灵修崖等众多天才之后，
盘门出击的劲头似乎是更加充足了一些。萧炎的目标便是在未来的火能猎捕赛当中，自己可以带着众人轻松地碾压那些老生组成的团队。你就是萧炎。当萧炎来到炼药系的时候，很快便是被一群年轻的炼药师们给围了起来。他们身穿高贵的炼药师长袍，就连那脸上的表情都是带着几分高贵之意。作为大陆上最为尊贵的职业，炼药师无疑是极为高贵的，尤其是这些学员更是年纪轻轻便是成了一名炼药师，这令他们脸上的高傲之色更加浓郁了几分。在迦南学院当中，一名炼药师想要找男女朋友几乎是轻松无比的事情，尤其是在这外院当中，很多人都是知道炼药师这3个词究竟代表着什么。不过当他们看到萧炎的时候，脸上却是并未露出太过倨傲的神色，反倒都是一个个神色炽热的看着萧炎。萧炎兄弟，加入我们炼药系吧，只要你加入我们炼药系，一定能够得到导师和长老们的最大栽培。萧炎兄弟，加入我们炼药系，在我们炼药系，只要能够在20岁之前达到3品，便是可以绕过选拔赛，直接进入内院。萧炎兄弟，听说你也是个炼药师，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切磋一下？一群炼药师七嘴八舌地将萧炎围了起来。身为炼药师，他们平等地看不起学院学习其他专业的所有人，但却不会看不起萧炎。一来是传闻当中后者也是拥有着炼药师天赋，而且好像12岁便是一名1品炼药师了；二来便是萧炎的天赋实在太过妖孽，哪怕对方没有炼药天赋，他们也不敢轻视，毕竟对方不是灵验之流的莽夫。对于这些炼药师们热切的笑容，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冲着众人淡淡笑道：各位应当是知道我的规矩的。话音落下，那些炼药师脸上不但没有因为萧炎的话语感到不爽，反倒是更加的热情起来。好说好说，若是你能够从炼药术上击败我们，我们便是跟着你混又如何？几名炼药师纷纷叫了起来。见到这些家伙斗志昂扬，萧炎也是不再藏着掖着了，低声笑道：那就把你们炼药系现在最强的炼药师学员给叫出来吧。我们炼药系最强的学员。几名炼药师纷纷对视一眼，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变得凝重了许多。萧炎兄弟，我们炼药系最强的几个学员可都已经达到了3品的程度了，虽然你的修炼天赋的确很强，不过你的炼药术也已经达到3品的层次了吗？听到这几名学员的评价，萧炎嘴角却是泛起一抹笑容。各位只要试试便是可以知道了。听到萧炎话语当中的自信，那几名炼药师微微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置信。不过沉思片刻之后，其中一名达到2品炼药师的学员还是果断地点了点头，称：冲着你这个学院第一天才的名头，你值得我们炼药系最强的几个学员出手。话音落下，他便是对着身边一名学员说道：去把韩贤师兄给叫过来。听到那名学员的话语，萧炎却是忍不住微微一怔，韩贤这个名字怎么感觉这么耳熟呢？等到那名为韩贤的家伙走到萧炎面前的那一刻，萧炎也是终于微微瞪大了双眼，望着那神色略带几分倨傲的家伙走了过来。还真的是这个家伙，没想到他现在也是外院炼药系当中最优秀的学员了。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与这韩贤倒是没有太大的恩怨，只是前世的时候在内院因为卖药之争而发生了一场比试。虽说这家伙的人品一般，不过萧炎也是懒得太过计较，高贵的炼药师总是能够有着不一样的待遇。这位小兄弟便是萧炎。韩贤走出来的时候神色是十分倨傲的，不过在看到萧炎之后，那份倨傲也是被他隐藏了几分，神色也是有些友好。毕竟没有人愿意平白无故得罪一个未来的超级强者。韩贤虽然人一般，不过脑子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他心中也是清楚，萧炎的天赋要超过学院的其他天才一大截，而天赋超出这么多，便是意味着后者的成就在未来也可能超出他们一大截。炼药师的确是大陆上最为尊贵的职业，可当双方的实力差距超过2个大级别之后，那这种尊贵自然会被实力给摆下去。韩贤学长。见到韩贤的那一刻，萧炎也是点头示意了一下，然后才说道：我的来意，除了那所谓的炼药学分之外，其实你们很多人或许都猜出来了，那便是要真正收服几个有着炼药大师资质的学员，最后组建成一个属于我个人的小势力，为将来进入内院做打算。所以你们与我比试，若是输了，今后在学院的几年恐怕便是要奉我为首了。萧炎轻声笑着，却是并未隐瞒他的意图。而当他真正暴露出自己意图的那一刻，许多学员到了这时才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难怪这个萧炎竟然要将林修雅、柳晴等人给收服，原来是要在内院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只是这家伙的野心未免也太大了一些吧？这还没有进入内院，便是已经开始招兵买马，甚至都将主意打到了炼药系的上面。听到萧炎的话语，韩贤也是忍不住微微皱了皱眉头。他虽然对萧炎十分尊重，并且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超级天才到底有多么逆天，可却并不意味着他愿意甘心成为别人的麾下。不过他还未曾开口，身后却是已经有着声音传来：好狂妄的小家伙，
这一只脚都还未踏入内院，竟然已经想好了要在内院组建属于自己的势力了。这话语落下的那一刻，一道浑身赤红的苍老身影却是已经出现在了一群人的面前。他出现的时候，身形如同鬼魅，令人难以察觉。可是，在看到他的身影之后，就连那有些倨傲的韩贤都是脸色微微一变，与其他学员一般，都恭敬地对着那身穿赤红长袍的老者行礼。火长老见到周围那些炼药系的学员纷纷行礼，老者也是微微点了点头，身体侧过来的那一刻，5道月牙一般的银色波纹正在一道药鼎之上散发着刺眼的光芒。五品炼药师看到这老者的那一刻，萧炎也是微微一怔，旋即笑着对老者拱了拱手道：火长老。这位火长老便是炼药系在外院的主事人之一，更是整个炼药系的副主任之一，斗王巅峰的实力加上5品炼药师的身份，令他在外院当中的地位仅次于虎钳。小家伙，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题。火长老一双明亮双眼宛如利剑一般直刺萧炎，语气十分的严厉。望着这一幕，许多学员都是心中暗叹，心道这家伙虽然是天才，可也终究有些心浮气躁了一些，才来学员多久便是敢口出狂言，也难怪火长老会开口训斥。然而萧炎的回答却是令这些家伙心中咯噔一声。火长老，外院似乎并没有规定学员不能组建自己的势力吧？听到萧炎的话，火长老一双眼睛更是微微眯起，身上竟然是有着若有若无的威压，朝着萧炎挤压过去，令许多学员微微色变。过去没有几个学员能够组建成强大的队伍，那时因为他们实力相差不大，又都是天才，彼此之间谁都不服谁。可我却是能够将他们聚拢在一起，拧成一根绳子，不但将来面对火能猎捕赛时可以有希望度过，进了内院之后更是可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对于火长老的威压，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紧张之感，反倒是轻声笑着说道。当这句话说出的那一刻，火长老浑身气势骤然一顿，紧接着便是发出了哈哈大笑之声。哈哈，好嚣张的小家伙，不过你很有气魄，老夫倒是喜欢得很。韩贤，去把外院所有的3品学员都叫过来，今日谁能胜过萧炎，老夫便将手中刚刚炼制出的2文清灵丹赏赐给他。不过你们若是输了，今后就乖乖的跟在这个小家伙屁股后面给他打工吧。火长老大手一挥，目光看向了韩贤。听到火长老的话语，韩贤也是微微一愣，旋即有些无奈的苦笑了一声。不过不等他出马，便是已经有眼尖的学员跑去请人了。片刻之后，算在韩贤在内，一共3位达到3品层次的学员炼药师便是来到了萧炎的面前。这般阵容看似寻常，但其实可以看出炼药系的底蕴完全不属于一个帝国的炼药师公会了。外院学员年龄最大的也不到23岁，大多都是20岁上下，能够在这个年纪达到3品，不说是天资纵横，也称得上前途无量了。只要稍加勤奋，将来成为5品炼药师便是没有多大问题，甚至就算成就6品炼药师也有着不小的可能。这般资质在当年的加玛帝国也不过寥寥2、3人而已。但需要知道的是，加玛帝国是一代人当中只有这么2、3个天才，可在迦南学院却是每一年都有这些个天才。一批老学员进了内院，来年或许便是有着更多的学员达到3品炼药师的层次，这便是迦南学院能够在大陆屹立千年的原因之一。3位请吧。望着这3人眼中的几分火热之色，萧炎只是微微一笑，伸手做出一个请的姿势。早就听说萧炎学弟天资纵横，今日能够与萧炎学弟比拼一下炼药术，实在是令我等颇为的兴奋啊。韩贤身边的2名炼药师也是笑着对着萧炎拱了拱手。身为炼药师，他们都是对于自己十分的自信，虽然知道萧炎的修炼天赋实在有些恐怖，但他们却是不信有人能够在这个年纪将炼药术也修炼到这个层次。只要胜过萧炎，那便是可以得到1枚2文清灵丹，这种级别的丹药，即便是对他们而言也是价值不菲啊。心中这般想着，他们对于萧炎的目光也是十分的火热。此次比赛的题目便是一种名为木生丹的3品丹药，其炼制难度在3品丹药当中也是足以排得上中上，火长老亲自做裁判。不过当那天边的夕阳渐渐悬挂，橘红色的光芒笼罩大地之时，以韩贤为首的3名炼药师却是满脸颓丧地看着萧炎。而在那炼药系的首座位置上，那火长老此刻也是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萧炎手中的丹药。谁能想到这个不过13、14岁的小娃娃手中竟然有着一伙这样可怕的东西。若是如此也就罢了，可是对方的炼药术，裁判台上火长老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他才多大的年纪啊，可是看他将火焰操纵的那般娴熟，灵魂力量同样颇为强大，显然对方的炼药水平完全是达到了4品的层次。甚至于那控火之术令火长老都是有些骇然。良久之后，火长老的身影却是突然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他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一双苍老的手掌忽然抓住萧炎的双手。这般动作
便是萧炎都是忍不住吓了一跳。萧炎同学，请你务必加入我们炼药系。火长老，加入炼药系可以，但请你自重一点。望着面前这张苍老的脸庞，萧炎不由得正色道。听到萧炎的话，火长老这才从方才的震惊当中醒悟过来，一张老脸上除了一丝尴尬的讪笑之外，更多的还是一种火热。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萧炎这般年纪竟然已经有了4品炼药师的水平了。这般可怕的天赋，等他将来从迦南学院毕业，那岂不是在炼药术上的造诣还要超过自己了？走走走，我现在就带你去炼药系登记，今后你就是我们炼药系的红人了。有了炼药系这块招牌，就算将来你进入内院没有建立什么势力，也不会有人愿意招惹你。火长老一边拉着萧炎一边笑道，其脸上的笑容却是已经完全的遮掩不住，看上去竟然是有了几分谄媚之色。对此，萧炎也只能表示有些无可奈何。随着火长老登记完毕之后，这才走出门，看向一旁的韩贤3人。3位，有时间我们一起聚一下。有了你们3人的加入，我这势力的雏形也算是初步奠定了。听到萧炎的话，3人相互对视一眼，最后不由得苦笑着点了点头。没问题。当萧炎展现出一伙这种神奇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便是已经颇为震撼。而当看到萧炎那近乎行云流水一般的控火水平之后，更是将他们彻底折服。他们心中都是清楚，虽然萧炎炼制的也是3品丹药，可对方却是有着货真价实的4品实力，能够在这个年纪便是拥有着4品炼药师的水平，谁知道这个家伙在未来又会走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不过至少可以预见的是，7品炼药师对于萧炎而言应当是唾手可得，甚至于那传说中的8品9品也是未免不可。一想到这2个炼药界近乎传说一般的层次，3人心中便是更加的敬畏，同样的，他们也更加的愿意与萧炎结交了。这般年纪便是拥有这样的成就，此子堪称是前途无量。加入萧炎的势力，也未必不是一个他们结交萧炎的好机会。就这样，萧炎在炼药系大放光彩的事情，也是在学院再度传开。而在得知萧炎竟然又在炼药术上将外院的几个天才学员给制服之后，整个外院便是再度因为萧炎沸腾起来。偌大的迦南学院堪称是天才云集，可就是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个13岁的少年竟然能够将外院的诸多天才都给降服，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撼了一些。这样的情况，便是放眼整个迦南学院1000年的历史，似乎也是不多见的。外院当中，一座古朴辉煌的大楼静静地伫立在那里，铺设着魔兽皮毛的房间当中，副院长虎钳此刻却是略带一分恭敬地站在一名黑袍人的身后。大长老，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被称为大长老的黑袍人缓缓转身，一张苍老的脸庞此刻都是有些凝重地看着虎钳，不过在这凝重之下，却是带着几分惊喜之色。他的修为是我亲自检查过的，至于其炼药术，更是被炼药系那些家伙公开见到过的。我只能说，这小家伙的确是个放眼整个大陆都堪称出类拔萃的绝世天才。听到虎钳的话语，苏谦脸庞之上也是露出一抹惊异的笑容。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这半年纪便是能够拥有这种成就，就算是中州丹塔那些老怪物的亲传弟子，恐怕也不过如此吧。听到苏谦的话，虎钳也是忍不住笑着点了点头，一张老脸之上满是自得。迦南学院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逆天的学生了，听说这小家伙还有一伙在身。沉默片刻之后，苏谦又看向了一旁的虎钳。这件事情也是被炼药系那些家伙给证实了，一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宝物，寻常导师天才或许不会在意，可炼药系那些家伙自然是能够一眼认得出。根据加玛帝国那边的资料来看，这萧炎的身后必然是有着一位强大的炼药师作为后盾的，对方的品级至少也是7品层次。或许这家伙之所以来到我们迦南学院，也只是他老师想要将其丢在这里历练一下。听到虎钳的话，苏谦再度沉默。迦南学院虽然号称是天才云集，但这里的天才也不过是一国一地当中的某位天才，他们的天赋只是达到了某个阶层的极限而已。可是像萧炎这种级别的天才，却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的范围都能称得上极为罕见的。这种级别的天才，往往一露头就被某位强大存在收为弟子了。毕竟这种好苗子实在是太过罕见，即便是那些古老强大的存在也分外珍惜。真不知道到底是何方神圣才能调教出如此出色的弟子。苏谦微微一叹，旋即苍老脸庞之上也是浮现出一抹笑容。不过有了这个小家伙之后，明年的火能猎捕赛或许会有着想象不到的有趣。也不知道这个身怀异火的小家伙将来有没有可能帮助内院平息一下那个家伙的暴动。听到苏谦的最后一句话，虎钳的神色也终于凝重了一些。陨落星岩又要暴动了吗？哼，这玩意儿不是年年都要暴动吗？苏谦笑道。不过我担心的却是那封印，这封印的力量已经越发的支撑不住了，
或许哪一天，这家伙便是会真正的挣脱开来了。想到这一幕，两人的眼中凝重之色也是越发的浓郁起来。希望这个神奇的小家伙能给内院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吧。修行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眨眼之间便是已经年关将至，随之而来的则是那铺天盖地的大雪。这场大雪将西北大陆诸多部分都给覆盖，整个西北大陆都仿佛点缀上了无数细碎的云纹一般美丽。而此刻的迦南城则更是覆盖在这白雪皑皑的氛围当中。或许是临近年关的原因，许多学员也是难得的放下了手中的修炼，纷纷离开学院，在迦南城逛了起来。他们虽然难得回家，但好在此地的年味儿倒也颇为浓郁。一时之间，整个迦南城都是不由得热闹起来。而在这迦南城最大的酒楼迦南楼当中，此刻则是更加的热闹非常。来到这里快要3个月的时间里，萧炎第一次将自己这半年来所聚集起来的一批外院学员给汇聚在了一起。此刻，迦南楼最大的一处包厢当中，数十道意气风发的年轻身影都是盘坐在此，群贤毕至，少长云集。能够进入这间包厢的人，都是在迦南学院外院有头有脸的天才学员。他们每一个都是有着进入内院的机会，除却萧炎身边的轩儿和萧玉之外，在座的众人实力最差的也是达到了7星斗师的程度。如今距离内院大比还有着足足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等到那个时候，这些人当中实力最差的恐怕都达到斗师巅峰的层次了。而且这些人当中还有着1/10的成员是炼药师。不过此刻他们却都是颇为目光灼热的看向宴席守卫的少年。严哥儿，今天把我们这么多人召集起来，不会仅仅只是吃这么一顿饭这么简单吧？林修崖坐在萧炎不远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在场的众人当中，除去萧炎之外，便是以他实力最强，自然是能够靠前一些。听到林修崖的话语，其他人不但是没有任何惊诧的表情，反倒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萧炎，目光当中带着跃跃欲试的向往。他们早就知道萧炎打算在外院组织一个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势力，对此他们非但没有任何的不满，反倒是一个个都充满了期待之色。能够走到这一步，他们个个都是外院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群人，也是与前2届进入内院的学长们有着些许联系。他们心中都是清楚，内院的修炼环境要比外院还要残酷一些，一旦他们进入了内院当中，除去要与其他人争夺修炼资源之外，更是需要防备着那些个老生的欺压。尤其是那新生独属的火能猎捕赛，便是他们将来进入内院要面临的第一道困难。过去的时候，大家谁都不肯服谁，因为大家的实力彼此相差的都不算大，因此也就导致这些人分成了几个派系，彼此各自为营。可是伴随着萧炎的出现，他便是迅速地打破了这种平衡。论起实力，萧炎可以以一人之力同时击败林修崖与严浩；论起炼药术，他更是令炼药系的外院学员都臣服。更重要的是，这个家伙的潜力则是更加的惊人。当初他击败柳晴的时候，还只是一名7星斗师，可是如今才2个多月过去，便是已经达到9星斗师的巅峰状态了。或许过2天便是突破大斗师了，众人也不会太过震惊。这般潜力，谁知道他进入内院之后，1年2年便是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当萧炎以绝对的实力和潜力压制下众人之后，他们也是彼此纷纷选择了臣服。而当这些人全部集结在一起，被拧成一股绳的时候，这些外院天才们所表现的力量也就没有任何敢小瞧了。的确如此，今天将大家叫过来，除了一起吃个团结饭之外，我也的确打算真正的将成立势力的事情给办下来。萧炎笑着点了点头，目光扫过众人，在座的众人当中倒是有着不少前世的熟人。萧炎在汇聚这些家伙的时候，自然是本着前世的交情优先录用。如韩月、严浩这些家伙，若是没有足够的交情，那便是看对方的性格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了。当然天赋也不能太差了。好在迦南学院天才当真是不少，一个个修为都不低。哈哈，萧炎，你要成立势力，直接开口便是，我想在座的各位没人会不服你的。萧炎话音落下，一旁的林燕已经是哈哈大笑起来，一双眼睛当中带着些许兴奋的光芒。像他这种性格的家伙，本就是个不安分的主，一遇到热闹便是喜欢往上凑。是啊，萧炎，你尽管开口便是。炎哥儿，你的实力和天赋都是无可置疑的，我们都是愿意跟着你混的。这些被萧炎请到包厢当中的家伙，除了少数几个之外，大多都是与萧炎性情相投的，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而那少数的几个家伙，如韩贤一类的，虽然表现的没有这般热情，可是理智也是告诉他们，这是他们的一个机会，自然也是愿意支持的。望着众人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萧炎也是没有停留，淡淡笑道：关于这个新势力的名字，我很早便是已经想好了，就叫做盘门吧。坚如磐石，风雨不动安如山。听到萧炎的话，多数人都是眼前一亮，显然是对这个名字也是颇为的满意。就算是有少数人觉得一般，却也没有多说什么，毕竟
萧炎才是这个势力的组建者。盘门好啊，就叫盘门了。哈哈，萧炎，今后你便是盘门的门主了。今后哥几个也是不能叫你的大名了，要叫门主了。门主，萧门主，姐，有趣，当真是有趣。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宴席的气氛自然是无比的热闹。如此的讨论的良久之后，萧炎才手掌微微虚压，示意自己有话要说。而见到这种情景，众人自然也是不再多说，将话语权再度还到了萧炎的这边。诸位，虽然盘门的事情已经商定，不过我还是想要多说一句，若不是真心想要加入盘门，现在离开还是来得及的。我萧炎也是将其依旧是做朋友。而若是今日之后将来再做出背叛盘门的事情，那可就不要怪我萧炎不客气了。听到萧炎的话，在场的众人却是没有一个反驳的，反倒是一个个轻轻点头，表示自己的确是心甘情愿的。见此，萧炎脸上的严肃之色也是终于再度消失，他嘴角再度露出一抹笑容。今天的你们一定会感谢加入盘门的自己的。明年的内院大比当中，我会尽量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达到了大斗师的层次。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火能猎捕赛将成为这些年来第一届反杀老生队伍的猎捕赛。这话音落下，原本还嬉笑着的众人神色却是忽然变得有些严肃和激动了起来。萧炎兄弟，你真的有把握让我也达到大斗师的层次吗？一名修为只有7星斗师的学员神色多了几分火热。距离内院选拔赛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以他的天赋倒是有着足够的信心在这段时间里修炼到9星斗师巅峰，可对于大斗师这一瓶颈，他却是根本没抱希望。可是萧炎的话却是将他内心的火焰瞬间点燃。对于众人共同投来的目光，萧炎却是笑盈盈地说出心中的打算。我准备年后的时间里，便是以我盘门的众位弟兄队伍，大家一同接下学院当中的一些地阶和天阶的团队任务。这话音落下，那些学员也是微微一愣，旋即有人轻轻皱了皱眉道，地阶任务和天阶任务的奖励的确是非常丰厚，不过这些个任务却也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啊。迦南学院为了锻炼学员，自然是设立了诸多的魔力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后，学员自然是能够获得很多好处。不过在天地玄黄4级任务当中，黄阶最为简单，回报却也最少，玄阶稍微难一些，但回报也是多上许多。至于地阶天阶，那便是丰厚无比，一旦完成，就算是得到一枚4、5品的丹药，甚至是玄阶斗技功法，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同样的，这2种任务的范围已经离开了迦南城，没有了学院的庇护，那便是会有着不小的风险。危险的确是有一些的，不过收获自然也是并存的。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只要你们跟着我的节奏走，那明年进入内院的时候，你们的修为一定都达到大斗师的层次了。萧炎笑着说道，没有风险，哪来的机遇？闻言，那些学员很快也是蠢蠢欲动了起来。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一腔热血的时候，对于那所谓的危险非但没有什么惧怕，反倒是有着几分向往。似乎越是这样，越能证明自己的不凡。加上萧炎所说的可以保证他们达到大斗师，也是令这些学员们瞬间动心了起来。于是乎，一旁的林燕也是笑着开口了，嘿嘿，萧炎，你看俺们要是跟着你，那将来进内院的时候能不能成为斗灵啊？听到林燕的话，萧炎嘴角也是微微抽搐了一下，忍不住对着后者翻了翻白眼。他们这些外院的所谓顶尖强者，其实也不过是刚刚进入大斗师境界不久而已，就算是修为最高的林修崖，也不过是刚刚踏入4星大斗师的门槛。半年之后，就算是林修崖能够修炼到7星大斗师，都是极限的速度了。至于林燕、柳晴等人，能够成为5星大斗师已经极为不错了。不过为了不打击士气，萧炎也只的是笑着摇了摇头，最后却是说道，斗灵的确是做不到，不过你们只要听我的，我可以保证你那时至少达到7星大斗师的层次。听到萧炎的话，林燕眼中也是顿时爆发出火热的光芒。她如与柳晴一样，不过是刚刚踏足3星大斗师而已，纵然他们资质很好，可能够3个月进步1星已经算是极快了，可是萧炎竟然能够让他们1个半月就进步1星。林燕顿时就不说话了，只是一张脸庞有些谄媚地看着萧炎，兴奋地搓了搓手。见到众人的情绪都被自己调动起来，萧炎也是嘴角勾起笑容，最后才看向一旁的韩显等几名炼药师，到时候你们也跟着一起。门主，我们都是炼药师，打打杀杀，是不是有些不太需要啊？韩显等人彼此对视一眼，有些不太乐意。身为尊贵的炼药师，怎么可以像林燕这些粗鲁家伙一样野蛮厮杀呢？即便是不参加这些任务，他们靠着炼药的贡献，也是足以跟炼药系的长老们换取突破大斗师的丹药，所以他们并不是很想参与这些危险的任务，是吗？我这里倒是有着几样可以促进斗师和大斗师修炼速度的药方，不过看样子你们是不是不太需要啊？萧炎笑盈盈地说着，门主，我这些年养尊处优，实在是缺乏实战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我自己的机会。
要方不要方的我不是很在乎，但是能够跟盘门的兄弟们一起闯荡，那真是令人向往。门主，你是知道我的，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太阳。望着这些瞬间变脸的家伙，萧炎轻轻笑着摇了摇头，最后才端起手中的酒杯。诸位，庆祝盘门成立，庆祝盘门成立！这一刻，众人终于是暂时放下了方才的诸多情绪，身心都投入到了对于新势力盘门的热情当中。一场宴席喝到深夜，好在众人好歹都是斗师修为了，排酒速度斗师极快，一个个略带醉意的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而萧炎在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也是安排薰儿、萧玉早点休息，自己则是回到床榻之上再度修炼起来。伴随着体内斗气的流转，萧炎体内的酒气也是在这一刻迅速被排出。如此足足半个小时之后，当萧炎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其体内已经是没有了半点酒意，只是房间当中却是充斥着酒精的味道。萧炎打开窗户，任由外面凛冽的寒风将室内的酒气吹散带走，同时他的大脑在这寒风的吹拂下也是变得无比的清醒。良久之后，他关上窗户，再度回到床上。下一刻，一枚有着3种火焰纹路的深青色丹药也是出现在了他的掌心当中。是时候突破到大斗师了，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下一刻便是一把将那3纹清灵丹拍入口中。这枚3纹清灵丹几乎是入口即化，在他刚刚落入腹中的那一刻，便是已经有着足足3股能量源源不断地朝着萧炎的体内疯狂涌动，最后便是宛如河流一般汹涌地进入萧炎的经脉当中。下一刻，3种截然不同的能量便是突兀地在萧炎的体内蔓延，其中一种属于古灵冷火的白色能量颇为冰寒，另外2种则是2种完全不同的火热之感。只是对于这般变化，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炼化3纹清灵丹的经验，早在前世他便是体验过一次，那时的他还只是一个18岁不到的少年而已。可是如今坐在床榻之上的少年，除去身体的年龄还是如此之外，无论是意志、灵魂还是经验，都是远超了前世无数。这3种能量所造成的波动，并不能让萧炎有丝毫的动容。地眼种子，给我炼了它！萧炎心念一动，在他的小腹气旋当中，一片完全由斗气凝聚成的微型能量湖泊静静悬浮。而在这能量湖泊之上，却是有着一道通体，由绚丽火焰组成，体型却是仅仅只有拇指大小的火焰小人。此刻，那火焰小人也是骤然睁开眼睛。下一刻，一道道绚丽火焰便是从火焰小人的身上疯狂涌出，最后如同一只虎狼之狮一般，朝着萧炎经脉当中的能量疯狂围堵起来。吃吃吃！当这3色能量遇到这一圈绚丽的彩色火焰之后，后者原本躁动的状态便是骤然变得安静老实了起来，就仿佛绵羊遇到了狼群一般，直接被那绚丽的火焰给驱赶着在经脉当中流转起来。偶尔有那么几率相当暴躁的能量想要突出重围，可却是在刚刚冲出去的那一刻，便是被几率彩色火焰迅速吞噬，甚至于连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便是化作一道精纯斗气落入了萧炎的气旋当中。萧炎的灵魂力量一直都是随着他的肉身不断提高而达到肉身可以容纳的近乎极限的状态，所以他现在的灵魂力量比起很多在五品驻足多年的炼药师们来说都是丝毫不差。加上他这一世对于异火和各种修炼方式的了如指掌，3纹清灵丹的磅礴能量被他如同放羊一般轻松降服，仅仅是在体内的经脉当中流转了几圈之后，这些磅礴的能量便是化作一道道精纯斗气，不断的灌注到萧炎气旋当中的能量湖泊当中。而在这近乎源源不断的精纯斗气灌注之下，那片湖泊先是疯狂扩张，直到达到一个极限之后，然后便是开始沸腾了起来。能量湖泊的上方，那拇指大小的火焰小人神色略微肃穆，只见他手印变动，道道彩色火焰便是开始迅速融入到那能量湖泊当中。而随着这些火焰的融入，原本就沸腾无比的能量湖泊竟然开始缓缓旋转起来。这旋转起初速度并不算很快，但是到了后面却是越来越快，最后竟然是缓缓凝聚成了一道高速旋转的能量圆球。在这能量圆球凝聚出的那一瞬间，周围的气旋之上都是渐渐地涌出了一道道彩色的圆弧，似乎有着一种莫名的引力在不断勾动萧炎的身体。在这种奇妙的蜕变之下，萧炎那本就强横的肉身在此刻也是迅速发生着蜕变。而随着他的肉身不断的强化，身体的容积自然是在不断的加强，与之相伴的便是萧炎的灵魂力量也在不断的变强。这种进步几乎是在同时一体3位的进行着，斗气、肉身、灵魂都在发生着巨大的蜕变。在这近乎源源不断的能量灌注之下，萧炎体内的液体能量正在不停的减少，那种速度几乎是能够在肉眼之间便是看得出来。而在这气旋的深处，却是有着一种充斥着庞大能量的物质正在缓缓成型。感受着体内那越发壮大的能量核心，萧炎心神不变，继续操纵着灵魂力量和万兽灵火，快速炼化3纹清灵丹当中的能量。
突破大斗师这一关，对于萧炎而言并没有丝毫的难度可言。他之所以服用了3文清灵丹，主要原因是需要庞大的能量作为突破时的支持。时间缓缓流过，气旋之中的液体能量也在迅速的减少着，一切似乎都是在对着最顺畅的路线进行着。而萧炎的斗气、肉身和灵魂在此刻也是在以一种飞快的速度提升着。不知过了多久之后，那气旋当中的液体能量终于是彻底的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枚与那炎神法身一般大小的菱形晶体。这个小东西便是成为大斗师的最关键之物，大斗师强者通常将之称为斗晶。而在这菱形晶体彻底成型的那一刻，那原本只是不停掐印的炎神法身，在此刻却是骤然长大，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便是已经变得如同巴掌一般大小。只见他小嘴一张，一道庞大的吸力便是瞬间将那拇指大小的斗晶直接吞吃了下去。而随着这枚斗晶的融入，那原本还没有任何变化的炎神法相，终于是在此刻彻底的沸腾了起来。只见他体表的彩色火焰开始不断的翻滚，宛如烧开了的沸水一般。彩色火焰渐渐停止了翻滚，最后如同那斗晶一般旋转、压缩，再到最后，炎神法身的体表终于是凝聚出了一副精致美丽却又不失大气的彩色火焰铠甲。这道铠甲就这般静静贴在炎神法相的体表，可是其造型却仿佛是天造地设，其上一道道奇异的火焰纹路都是隐隐有着火焰大道的韵味。单单是观摩这些火焰纹路，时间久了都是能令许多炼药师的控火能力得到不小的提升。而萧炎的肉身在此刻也是再度瞬间暴涨了一个层次，单纯的肉身力量已经是不逊色于寻常的普通大斗师。伴随着肉身的增强，萧炎的灵魂力量在此刻也是如同水库之下的小溪，骤然化作河流一般，几乎是在瞬间再度暴涨，直到了一个寻常6品炼药师都略有不及的程度之后才缓缓停止。到了这一步，萧炎的灵魂力量也是终于有了更大的提升。此刻的他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大斗师，可若是催动灵魂力量进行攻击，便是斗王乃至斗皇强者猝不及防之下都有着陨落的危险。一来是萧炎的灵魂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二来便是灵魂攻击的手段便是很多斗宗斗尊都未必能够接触到，更何况西北大陆的这些斗王斗皇呢？至此，我在斗气大陆那几十年的记忆已经是彻底的恢复过来，即便是对于大千世界的记忆也终于有了一些模糊的脉络。房间当中，萧炎骤然睁开双眼，一道彩色的金芒闪过，然后便是缓缓地从床榻之上站起身来。而随着他的起身，其体表也是有着道道雄浑的彩色斗气弥漫，最后在他的体表缓缓凝聚成一道完全由彩色斗气凝聚成的精美铠甲。这副铠甲模样几乎与萧炎气旋当中那与炎神法身之上的铠甲一模一样，不但美丽大气，而且更是隐隐有着大道韵味隐匿其中，仿佛天地自然孕育的神物一般。虽然修为还仅仅只是1星斗师的层次，可萧炎体内的斗气却是无比的精纯，加上其肉身力量的叠加，此刻便是单纯的依靠蛮力，都是可以发挥出堪比7星大斗师全力一击的力量。爽！萧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再度望向窗外之时，已经是天蒙蒙亮。天地虽然还在隆冬的深夜当中沉寂，可却是已经有着暖阳缓缓升起，刺破大地的黑暗与冰冷。还有2天便是新年了，寒风师兄，这或许是你这辈子过的最后一个年了，希望你能够过得舒服一点吧。萧炎望着那渐渐升起的太阳，嘴角也是泛起一抹冷笑。而在听到他的呢喃之后，萧炎右手之上的漆黑戒指也是微微一震，下一刻，药老已经近乎实质的身体也是缓缓地从中飞出。你准备动手了吗？药老的目光看着萧炎，紧张、期待、痛苦等种种复杂的情绪都是在他的眼中流转。望着老师这副模样，即便是已经经历过一次复仇的萧炎，也是不由得略微有些心疼。被曾经最为疼爱，几乎是做亲生儿子的弟子背叛，寒风所带给药老的创伤，或许远远要超过魂殿在其肉体之上的打击。万幸的是，这一世的自己有着足够的能力替老师完美的复仇，不用太过担心魂殿的来袭。以魂殿现在对于西北大陆的重视程度，这西北大陆上能够威胁到药老的魂殿高手可并不多。就算是遇到他们被发现了，等到魂殿真正的天尊级强者注意到时，萧炎或许已经到了星陨阁，为药老炼制好真正的躯体了。不过当下还是低调一些最好。在萧炎看来，自己至少要达到斗尊之后，才能拥有和魂殿彻底摊牌的实力。因为到了斗尊之后，他无论是异火还是记忆，都能达到另一个层次的要求了。到了那个时候，他才能真正的将属于大千世界的可怕手段给施展出来。老师放心吧，我会亲手斩了他的肉身，再将其灵魂交给老师自行处理。说到这里，萧炎的神色也是郑重了许多。我会替老师真正的清理门户的。听到这里，药老虚幻的身体也是微微颤抖。好孩子，虽然不知道我们在另一个世界到底有着怎样的缘分，不过现在
你的确是我身边最重要的人了。今后无论你遇到怎样的敌人，我都会拼尽全力的去帮你助你。药老话音落下，并没有多说什么，便是转身再度回到了古岩界当中。不过在其转身的那一瞬间，却是有着2行老泪从眼角划过。或许，这便是他急着回到戒指当中的目的吧。等着药老回归古岩界之后，萧炎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太阳，直到大地上的景色渐渐清晰，他才笑着拍了拍手上的漆黑戒指。老师，虽然知道你一定会全力帮我，不过这一世我可忍不住让你受这么多苦了。等度过黑角域这段蛰伏期，你就安心的躺在古岩界当中养老吧。话音落下，萧炎也是转身下楼。等到萧玉和薰儿醒来走下楼的时候，却是看到1楼大厅的桌子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早餐。哟，我们的萧大少爷怎么主动准备早餐了？萧玉眼睛一亮，目光扫过那含笑的少年，嘴角有些诧异。在萧玉身后，薰儿脸上也是带着一抹笑容，他已经是好久没有吃过萧炎亲手做的早餐了。不过当薰儿目光在萧炎身上几度打量之后，那张精致小脸之上才露出一抹诧异与惊喜。萧炎哥哥，你突破大斗师了！听到薰儿的话，一旁的萧玉猛然抬起头，一脸懵逼地看着萧炎。不是，这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吧，这家伙就已经突破到大斗师了。对于两者惊诧的目光，萧炎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笑着点了点头，轻声笑道：吃了一枚丹药，侥幸突破了。好了，快来吃饭吧。听到萧炎的话语，萧玉则是更加的无语，坐在萧炎身边安静地吃着手中的早餐，却感觉这早餐似乎一点也不香了。当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3天后，最为热闹的新年来到，以萧炎为首的多数盘门成员们中午一起吃了顿饭，算是这个新势力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年饭。之后便是有人看出萧炎的变化，惊呼萧炎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大斗师的层次。要知道，斗师与大斗师之间虽然只是差了一步，可这一步却是很多迦南学院的天才也要用半年甚至更久才能迈过去的。整个外院当中，如今实力达到9星斗师的强者足足有着20-30位，可是实力达到大斗师层次的却唯有林修崖、柳晴、林念、严浩4人。如今随着萧炎的突破，便是再度多出了1人。而算算萧炎的年纪，后者似乎距离14岁都是还差着接近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年纪便是达到了大斗师的层次，简直是恐怖如斯。不过也正是因为萧炎的突破，令原本还安静吃饭的众人心思翻滚了起来。林燕这个好战分子更是强烈要求要与萧炎打上一架，看看萧炎的实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了。望着一众脸色好奇的盘门众人，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点了点头。于是乎，酒足饭饱之后，在所有人茫然的目光当中，萧炎没有动用任何斗技，仅仅只是毫无花俏的一拳轰出，便是令林燕匆匆倒退了数十步才止住身形。望着这一幕，所有人都是陷入了沉默。不是，大家都是大斗师，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对此，萧炎也是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笑着看了一眼那双臂麻木、神色有些无奈的林燕。你这家伙当真是个怪物啊！林燕无奈的摇了摇头，对于萧炎的实力，他心中最是清楚不过。当初萧炎7星斗师的时候，对付他上还需要动用那所谓的8级崩，可如今迈入大斗师的萧炎，要对付自己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斗技了。明明自己修为比他要高上2星，可是后者的力量却是比他还要蛮横了足足1倍不止。盘门的众人在中午简单的聚集了一番之后，夜里便是各自过自己的了。而萧炎也是与萧玉轩待在自己的小别墅当中，过着自己的年夜。这是3人离开家乡之后所过的第一个年夜。萧炎身边的轩儿倒是分外的开心，似乎只要与萧炎在一起的时光里，无论做些什么，他都很开心。而一旁的萧玉却是有些神色复杂的看着萧炎，他还清晰的记得去年在萧家的年夜饭当中，萧炎的修为才刚刚恢复到斗者的层次，可是短短1年的时间过去，他便是已经成为了大斗师级别的强者了。1年的时间，足足跨越了2个大境界，这般堪称神速的进步速度，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再看看他身边笑面如花、美眸一直放在萧炎身上的轩儿，对方这1年的时间里，似乎也要跨越了接近1整个大级别了。想到这里，萧玉忽然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些多余了，整天跟个电灯泡一样的待在这里，似乎除了当个摆设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一场晚宴吃到深夜，萧玉虽然认识到了自己电灯泡的身份，但却是没有丝毫的不舒服。轩儿现在还小，自己一定要好好监督萧炎，不能让他犯错误。对，就是这样。明天我有些事情要去办，会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你们好好休息2天，然后便是要好好修炼了。萧炎轻轻揉了揉轩儿的脑袋，目光也是叮嘱着萧玉，有着自己提供的资源，哪怕萧玉天赋比不上其他天才，如今也已经是7星斗者了。或许今年无法进入内院了，但是明年进入内院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闻言，萧玉也是轻轻点了点头，然后便是识趣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萧炎哥哥，出门一定要小心，轩儿会在这里等你的。等到萧玉回到房间之后，轩儿才轻轻踮起脚尖，
然后迅速地在萧炎脸上轻轻啄了一口，最后俏脸绯红的小跑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妮子，感受着脸上残留的淡淡温热，萧炎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嘴角笑容却是越发的温纯。等到第二天早上，萧玉和薰儿再度出现的时候，萧玉的目光也是再度的有些呆滞了起来。薰儿，你突破到斗师了？萧玉姐，侥幸而已。薰儿冲着萧玉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却是令萧玉再受打击。算算时间，薰儿从突破到一星斗者到如今突破到斗师，似乎也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哎，跟这2个家伙住在一起，内心不够强大，真的会崩溃的。就当是磨练自己的心性了。萧玉有些无奈的自我安慰着。而当2人来到萧炎的房间之时，却是发现后者已经离开了这座房间当中。一望无际的黑玉大平原之上，一道黑衣身影形如鬼魅，每一步踏出都是有着足足数十里的距离。而在这般可怕的速度之下，短短1炷香的时间，萧炎便是跨越了千里路程，来到了那座记忆中的熟悉城市——风城。一座以药皇寒风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也是放眼整个黑角域，除去少数几个底蕴极为庞大的势力之外，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在这所城市当中，汇聚着数量不少的一群炼药师，更是有着那药皇寒风亲自坐镇，为黑角域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珍贵丹药。而如此众多的丹药生产，自然是令风城变得更加繁华，各种丹药、功法、宝物源源不断的在这座城市周转着。而这一切的缘由，则都是因为有着萧炎的那位师兄寒风的存在。一名6品炼药师，尤其是6品顶尖的炼药师，其吸引力对于整个黑角域的强者们而言都是颇为重大的，便是一些斗宗强者也不愿轻易得罪这种级别的炼药师。更何况那寒风的背景也是令人感到有些诡异，因此更是没人愿意得罪寒风。一袭黑袍在风城上空停下，旋即便是身影一闪，诡异的出现在风城内部靠近寒风府邸的一处街道之上。在这一袭黑袍之下，萧炎却是眉头微微皱起，神情有些疑惑。奇怪了，为何在这风城当中竟然是没有感受到寒风的丝毫气息？萧炎皱着眉头，最后还是选择了一家客栈暂时住下。虽然他如今借助药老的实力可以轻易碾死寒风，不过在这大白天的动手却并非是什么好事。杀了寒风是小事，可若是惊动了魂殿，那便是个麻烦。更何况萧炎在这风城当中竟然并未感受到有关于寒风的气息，这让他不禁有些纳闷。直到眼神人静之后，萧炎的身影才猛然从客栈当中消失，再度出现之时，已经是出现在了寒风的府邸当中。随意调动着要老那堪比9星斗宗的可怕灵魂力量，萧炎的意识在这其中扫了足足一圈，却是没有任何发现。以寒风的实力，可根本做不到屏蔽自己的这庞大灵魂力量的感知，而且自己的出现可并非能让他迅速察觉到。心中正如此想着，一道身影却是在萧炎的感知当中逐渐的靠近着寒风的房间。来人了！萧炎心头微微一动，等到房门打开之后，一名容貌颇为美丽的美妇人也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当那美妇人看到寒风房间当中的一袭黑袍之时，当时便是被后者给吓了一跳，正欲开口呼叫，一道可怕的灵魂冲击便是令他大脑一片空白。说，你是寒风什么人？被萧炎的灵魂力量一阵冲击，那美妇的意识忽然变得一片空白，紧接着在萧炎灵魂意识的干扰之下，便是不由得开始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我是主人的妾室。那美妇不由自主地说道，这同样是萧炎自魂殿当中得到的一种灵魂秘法。当然，这种灵魂秘法对于灵魂达到天境的强者们而言都是颇为常见的，只是魂殿的相对更加专业一点。控魂、搜魂、噬魂，这是通过灵魂的方式了解对方记忆的3种常用方式，每增加一层，便是会令被施法者的灵魂受到更大的创伤。当然，如此一来，对于施法者的反噬也就越大。比如萧炎现在所施展的便是一种控魂术，只需用灵魂力量将对方的灵魂冲击的呆滞，然后便是可以以强大的灵魂力量诱导对方说出自己知道的东西。而若是施展了搜魂术，则是可以清晰地知晓对方记忆当中的所有东西。不过被搜魂者若是意志不够强大，便是有可能当场灵魂残破，变成白痴。而搜魂者本身也会因为灵魂承受了对方的大量记忆，而出现短期甚至终生性的一些影响。至于噬魂，便是直接将对方的灵魂体完全吞噬，不但可以得到对方的记忆，更是可以短期之内拥有对方的灵魂力量。例如当年那云岚宗当中的雾护法，便是使用了噬魂之术才能做到短期之内力量暴涨。不过这种反噬也是最为庞大的，吞噬了对方的灵魂之后，不但得到了对方的灵魂力量，也得到了对方的所有记忆，甚至是灵魂属性。一旦秘法失效，不但灵魂会出现损伤，而且可能终生都会被那灵魂深处的性格底色给影响。眼前这美妇显然也只是大斗师的实力，
虽然大家都是大斗师，可萧炎的实际战力却是碾压了对方太多，因此他只需用自己那庞大的灵魂力量一个冲击，对方便是会被自己直接控制。主人，萧炎微微皱了皱眉头，你不是他的妾室吗？为何又称他为主人？那美妇双目无神，听到萧炎的话后微微一怔，然后便是轻轻解开了自己的衣物，露出其身体上的一些花纹。望着这些看上去有些邪异的花纹，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难怪明明是个妾室，却是主动称呼寒风为主人，没想到这家伙玩得这么花。前世自己光顾着击杀寒风了，却是忘了这家伙也未必不是个好色之徒，有些个妻妾之类的也是正常。尤其是后者不但有了，而且还喜欢一些别致的调调。好在萧炎没有忘记自己今晚过来的真正目的，他清了清嗓子，命令这美妇穿好衣服，这才有些无奈地问道：你知不知道寒风究竟去了哪里？听到萧炎的问话，那美妇茫然地摇了摇头，又茫然地点了点头。正当萧炎有些无语的时候，他却是双目无神地说道：主人说他要去给他的老师祝寿，至于到底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听到这美妇的话语，萧炎眉头更是微微皱起，而他手上的古炎戒却是微微颤抖了一下。这个孽畜背叛了我之后，便是又找了一个新的老师吗？药老的声音在那界当中传来，却是带着难以言喻的愤怒与悲哀。老师，不要着急。萧炎分出心思，轻轻安抚着药老，眉头却是微微紧缩起来。前世自己击杀寒风的时候，也是未曾听说过他在背叛药老之后，这些年又拜了个老师啊。脑海当中冥思苦想，他却是没有想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下也只能是继续用灵魂力量控制着面前的美妇。今晚什么都没有发生，你什么都不知道。话音落下，只见他手掌一挥，那美妇便是扑通一声躺在了地上。而萧炎目光扫过寒风这间颇为奢华的房屋，最后目光落在一处白玉制成的支架之上。在那支架的最上方，一尊颇为精美的丹炉正静静地站在其上方，而其下方倒是有着数量不少的丹药。这家伙倒是没有辜负了他药皇的名声，单单是房间当中随意摆放的一些收藏装饰用的东西，都是一些四品五品炼药师都颇为珍惜的炼药耗材。丹炉、药材、丹药，甚至是几道四品丹药的药方都被做成了装饰品。这一房屋的东西实在是有些奢侈，若是拿到外面拍卖，没有个几百万金币都是下不来了。念及于此，萧炎也没有丝毫的迟疑，手掌一挥，便是将诸多值钱的东西都吸入到了自己的纳戒当中。若是自己来了不带走一些东西，反而只是打晕了那美妇，反倒是太容易令人怀疑。如此一来，不但隐瞒了自己的真实目的，避免了打草惊蛇，那寒风归来之后也必然会勃然大怒，满黑角玉的悬赏自己。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一旦他回来悬赏自己，便离真正的死期不远了。心中如此想着，望着那躺在地上的美妇，萧炎轻轻摇了摇头，脚下磅礴的灵魂力量浮现，下一刻便是消失在城主府当中。只是在回去的路上，萧炎的眉头却是依旧紧锁着，有些不明所以的想着，寒风到底是何时又多了一个老师呢？翌日清晨，当薰儿再度推开房门走出的时候，却是发现萧炎的身影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房间当中。望着那嘴角挂着和煦笑容的黑衣少年，薰儿先是有些愕然，旋即才轻声笑着小跑了过来。萧炎哥哥，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望着那仅仅一天的时间不见就多了几分眷恋的小妮子，萧炎嘴角笑容越发的温和，忍不住伸手轻轻揉了揉她的脑袋，这才略微有些无奈的说道：昨天出去了一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也只能暂时回来了。听到萧炎那略带几分无奈的语气，薰儿却是温柔地替他整理了一下衣襟，然后才轻声道：没关系的，萧炎哥哥，只要你一直找，肯定能够找到的。听到薰儿的话，萧炎心中却是忍不住嘿嘿一笑，能找不到吗？等寒风那个家伙回来之后，恐怕就不是我找他了，而是他找我了。自己的那戒当中可是有着寒风价值数百万金币的宝物丢在里面，这些钱对于寒风或许算不上大钱，可也终究会心疼些许的。或许就算是寒风也想不到，这黑角域当中竟然有人敢偷自己的东西吧。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萧炎所盯上的可不只是这些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俗物，他真正盯上的其实是寒风体内的海心焰和寒风的命。想到这里，萧炎目光看向温柔地替自己整理衣襟的薰儿，目光却是越发温和，趁着少女没有注意，便是闪电般的在她光洁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口。萧炎哥哥，你讨厌！薰儿小脸浮现一抹羞红，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反倒是将脑袋埋到了萧炎的怀里。听到门外动静，刚刚走出门的萧玉在看到这一幕之后，脸色微微僵硬，最后啪的一声又将门关上了。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个屋里有些多余了。经历了这一段小插曲之后，萧炎也是暂时又休息了一日，直到年后的第3天，他也是终于将盘门的众人召集在了一起。此刻
若琳所负责的一片新生住宿区当中，却是有着足足数十位老生当中的顶尖人物汇聚。林修崖、柳晴、林燕、韩月，这些每一位都是足以在整个外院都颇有影响力的老生，此刻却是都纷纷眼神灼热地看向萧炎。在萧炎的身边，虎家、吴昊、薰儿、萧玉也是赫然在列。望着自己重新组成的班底，萧炎心中也是颇为的满足，不由得大手一挥道：“诸位，出发！”闻言，一群老生也是个个面露兴奋之色，他们心中都是清楚萧炎要带着他们去干什么了。到了他们这一层次，玄阶任务和黄阶任务对他们而言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挑战性，但地阶任务和天阶任务却是有着不小的风险，所以过去这些学员也是极少接取地阶任务。不过如今有了萧炎带头，又有着众多实力强大的队友，身后更是有着多位炼药师跟随，他们的安全保障自然是大大加强了。这么一支迦南学院的精英队伍，一旦连起手来，就算是面对货真价实的斗灵强者，都丝毫不惧。对于众人的这些个想法，萧炎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一行人如此显眼地出现在了学院的大路上，自然是引起周围许多学员的好奇。当一行人再度来到那任务堂的时候，就连那名任务堂的导师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萧炎同学，这才刚过完年，你们就打算接取任务了吗？那名导师看着外院最顶尖的一批学员同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也是忍不住的有些惊讶。获得导师，我们来是想要接取地接团队任务的。站在萧炎身边的林修崖适当的站出来解释道。他这么一说，那获得导师也是忍不住再度打量了一眼这群人，最后才忍不住问道：“你们打算一起？”“是的，获得导师，麻烦挑几个奖励功劳学分较高的团队任务给我们。”萧炎笑呵呵的对着获得导师点了点头。闻言，那获得导师也是再度忍不住多看了萧炎一眼，最后才轻轻啧了啧嘴道：“了不起。”虽然早就隐隐听说过萧炎将学院众多天骄收服的消息，可真正看到萧炎领着这么一群人到来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的有些赞叹。迦南学院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可以团结整个外院众多天才的人了。当这些天才真正汇聚到一起，并且还能团结起来的时候，就算是一些长老也是不敢再轻视了。等这些家伙进入内院后，再修炼2年，或许连起手来真的能够对付斗王强者也不一定。心中这般想着，获得导师也是随手掏出了几枚卷轴，笑着递给萧炎：“你们看看吧，这些都是一些地阶的团队任务，只要能够顺利完成，每位学员都至少能够获得100的功劳学分，其首领更是可以得到至少500的功劳学分。”他的话音落下，很多学员的眼睛便是已经亮了起来。功劳学分便是如同内院的火能一般，是外院学员之间的一种硬通货。不过很可惜的是，这种功劳学分并不能用来交易，不过饶是如此，这功劳学分也是颇为值钱。在外院当中，黄阶任务所得到的学分叫做义务学分，每个学员每学期都要修够至少100的义务学分才可以。只有玄阶以上所获得的学分，也就是义务学分完成之后，才能继续获得功劳学分。100点功劳学分便是可以向学院申请学习一道黄阶高级的功法或是斗技，而1000点功劳学分更是可以换取玄阶低级的功法斗技进行学习。除此之外，功劳学分也是可以换取各种丹药、宝物、兵器等等。不过兑换这些东西，性价比就没有兑换功法斗技这般高了。毕竟迦南学院底蕴丰厚，玄阶层次的功法斗技数不胜数，所以学员使用功劳学分换取功法斗技性价比最高。而兑换其他宝物，却是学院要拿出货真价实的东西，所需要的功劳学分自然更高一些。这些学员都是外院当中的翘楚，各自身上这些年早就积累了数百甚至上千的功劳学分。如果再跟着萧炎完成几次地阶任务，或许便是有希望靠着手里的学分兑换一门适合自己的功法斗技了。萧炎闻言却是没有率先说话，只是接过几枚卷轴仔细阅读起来。对于这些功劳学分的奖励，他自己倒是不怎么感兴趣，接取这些任务的主要目的还是要锻炼一下这些未来的盘门骨干们。他现在万事俱备，只欠寒风。在寒风未曾归来的这些时日当中，有的是时间调教这些家伙。于是乎，萧炎在仔细观察之后，却是发现这些团队任务似乎都不错，唯一的缺点便是有2个任务有着人数限制。获得导师，那我们就先接手这个无涯山河源群的任务吧。沉吟片刻之后，萧炎率先挑选了一个难度在中上的任务。无涯山位于迦南城130里外的无涯镇附近，山中有数量不小的河源群体。不久前，因为这支河源群体袭击了无涯镇，引起学院执法队的震怒，所以派遣了一位斗王强者将那名河源群体的首领一头4阶的河源王给击杀了。河源王死后，这支河源群体还有近10头3阶河源和近100头2阶河源没有被立刻诛杀。完成该任务后，每位学员可以持魔盒前来换取功劳学分，2阶魔盒每枚可得到100功劳学分，
三阶魔和美眉可得到500功劳学分。看着任务卷轴上的人物介绍，许多学员却是各自都眼神略微有些火热。这个地阶任务，他们过去便是有些眼馋，可碍于自己的实力，却是根本不敢动手。一头单独的河源，别说是2阶，就算是3阶，他们也不会太过惧怕，怕的就是如此数量的河源围攻。被如此数量的河源围攻，恐怕就是斗灵强者也只能狼狈而逃。但是如今，他们这些外院的精英们已经是抱团取暖，虽然强者数量上要比那些河源少很多，可在质量上却是胜出了许多。能够在迦南学院的无数学员当中脱颖而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越级而战的能力。就算是黑角域那些同一级的亡命之徒，在不使用阴招的情况下，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当然，他们的越级而战最多也就是1星2星，比起萧炎这种程度的变态，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不过即使如此，当这些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是不再惧怕那河源族群，一个个反倒是跃跃欲试。而萧炎自然也是看出了他们的战意，当即也是微微点头，笑着道：“出发吧，就拿这些河源来当做你们修行的第一站。”闻言，这些家伙也是有些兴奋的点了点头，当即便是出发前往寻找那河源厮杀。130里的路程，对于萧炎等人而言并不算什么，仅仅1天的时间，他们便是已经赶到了无涯镇。休整1夜之后，便是在萧炎的带领之下进入了无涯山。此行萧炎什么都没说，只是连同薰儿、萧玉等人也是带了进去。虽然4人实力在一群人当中算是垫底的，可萧炎并不打算放过这个锻炼他们的机会，尤其是虎家和萧玉2人，实战经验更是少得可怜。一行人步入无涯山，望着脚下郁郁葱葱的树林，轻手轻脚地来到一处小山头之后，才看到那处于一道山涧旁隐匿在茂盛丛林当中的河源群体。放眼望去，足足近100道体型高大、皮毛雪白的壮硕猿猴正群居在那里，小的也比正常人类还要高大些许，大的更是高达丈许有余。其中最大的一头体型更是近2丈之高，它此刻正趴在一头母猿身上晃动。望着这一幕，少部分的女学员们都是有些羞红的看着这2头魔兽。河源的本性他们自然是知道的，这种动物向来是惹得人类讨厌的。对于这一幕，萧炎脸上却是没有任何的波动，而是提前按照自己昨夜布置好的计划行事。总共8头3阶河源，69头2阶河源，而我们这边则是只有43人。目光简单扫过这个河源群体，萧炎目光也是落在众人身上。寒月学姐，待会儿还要麻烦你照看一下这他们4人了，只要不出现较大危险，你也不用出手相救。萧炎看了一眼寒月，他对于薰儿还是颇有信心的，可其他3人便是联手也只能对付1头2阶河源，还是需要寒月这个斗师巅峰照看一下。待会儿动手，我会出手拦下最为强大的3头河源，然后按照昨晚大家匹配好的阵营出手。记住，先以雷霆之势斩杀那些弱小河源，然后再汇聚到一起围攻一些较为强大的。闻言，一群学员也是微微点头，眼中没有丝毫惧意，反倒是多了几分战意。他们当中除了萧玉4人，最弱的都是7星斗士的修为，对付寻常2阶河源简直就是碾压。本来那8头3阶河源还颇为令他们棘手，可有了萧炎牵制其中最强的4头，那他们便是再无压力。而对于萧炎的战力，他们心中也是略有所闻。我不会杀死那4头3阶河源，等你们将2阶河源斩杀过半的时候，我便是会放开那4头3阶河源，让你们合伙击杀对方。只有越级挑战，才能激发你们的潜力和团结意识。萧炎微微一笑，只有面对压力，才能压榨出潜力。寻常的2阶河源，其实并不能压榨出这些学员的潜力。闻言，一群学员先是微微一愣，最后还是有些跃跃欲试的点了点头。见众人不再迟疑，萧炎也是不再犹豫，脚步一点，便是如同利剑一般，朝着远处那头最为硕大的河源疾驰而去。见此情况，其他学员相互对视一眼，惊骇萧炎速度之余，也是迅速的跟了上去。杀！兄弟们，换学分的时候到了！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杀向河源群体，一时之间，鲜血瞬间染红了整个山涧。萧炎率先一人将那头最强的河源激怒，然后便是瞬间缠住了其他3头河源。而林修崖、柳晴、严浩、林燕4人则是瞬间攻击上了另外的4头河源。其中1头最为弱小，实力仅仅堪比人类2星大斗师的河源，在遇到柳晴之后，被对方一个猎山枪瞬间捅穿了肩膀，当场重伤。而其他3头，除了1头堪比人类5星大斗师的与林燕打得火热，其他2头同样落于下风。不过真正可怕的还是那些个2阶河源，他们当中有很多头实力只是堪比人类的4、5星斗师，在那些早有预谋的学员眼中就是待宰的羔羊。很多河源发现这些学员攻击的时候，对方已经是提前准备好了斗技，仅仅一个照面，便是令那些实力较弱的2阶河源当场被杀或是重伤，仅仅一瞬间，便是有着20头河源失去了战斗力。此刻，双方的势力骤然恢复到平衡，
甚至是河源一方陷入了劣势当中。萧炎淡定地拖着那4头河源，灵魂之力却是悄然感知着整个战场。好在这些家伙都不是善类，短短半炷香的时间，便是再度有着20头2阶河源陨落。此刻学员一方已经是占据了足够的优势，柳琴更是当场击杀了那头3阶河源。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微微一笑，转眼又放出了2头3阶河源。当那2头3阶河源被放出的那一刻，原本已经占据上风的学员团体顿时又压力大增。不过好在一些人已经提前融合成了一个小团体。虽然这2头河源都是足以堪比人类5星大斗师的实力，但7、8个斗师巅峰的学员组合在一起，却是依旧丝毫不落下风。当那最后一头2阶河源被虚儿等人击杀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犹豫，瞬间放开了最后2头河源的牵扯。好！当这2头河源甩开萧炎的缠绕之后，便是瞬间双眼血红的嘶吼一声，朝着众人的方向暴掠而去。他们的族群此刻都是已经被这些该死的人类即将灭绝。见到这2头最为强大，足以堪比人类6、7星大斗师的河源冲过来，众多学员也是脸色微变。倒是林修崖低喝一声，阵型瞬间变化。此刻便是林修崖和严浩一组，柳琴和林燕一组，分别牵制那2头最强的河源，其余学员则是分成4队去围攻剩下的4头强大河源。8头3阶河源已经被击杀了2头，剩下的6头当中也已经有了4头伤势不轻。不过河源一方的伤势明显，那学员一方的状态也不再是巅峰状态了。他们每人都几乎连续击杀了2头2阶河源，又与3阶河源缠斗了一段时间，彼此斗气都是消耗过半了。虽然如此，这场战斗的最终胜利者还是没有悬念地站在了迦南学院这边。那4头有着伤势的河源很快便是被4支学员队伍给围杀。随着4头3阶河源的倒地，最后2头河源无论如何的疯狂，都不可能是这足足接近40位迦南学院学员的对手。有着4名大斗师在前面扛着伤害，后面的那些斗师即便是一人发动一招远距离斗技，铺天盖地之下都是足以令这2头河源重伤。在这可怕的人海战术面前，2头河源很快便是发出绝望的怒吼，最后倒在林修崖的长剑和柳琴的长枪之下。当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整片战场已经是漫山遍野的遍布着河源的尸体，赤红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将那山涧当中的一道小溪都是染得血红。虽然整片天地都是魔兽的尸体，可这幅如同地狱一般的景象却是依旧令人心颤。好在这些迦南学院的学员每一个都不是无名之辈，虽然有少数人对这场景有些莫名感触，但也不至于有人因此而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即便是厮杀经验最少的虎家和萧玉，因为前段时间跟着萧炎完成过任务的原因，此刻也仅仅只是俏脸微白。对于这近乎地狱一般的残忍一幕，萧炎的心头却是没有丝毫的波动。这些天才们将来注定要走到整个斗气大陆的中上层，甚至会进入未来的大千世界。到那时，他们才会明白所谓的种族之争是何等的可怕。一个河源族群不过不足100头河源，可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的战争当中，却是动不动就有一个位面的生灵都要灭亡。韩贤，把你们提前准备好的疗伤药和恢复丹药给大家发一下。萧炎嘱咐一声，韩贤等人也是没有犹豫，很快便是将一些丹药分发到众人手中。此番作战迦南学院一方虽然没有死人，可也有不少人受了轻伤，更有一名炼药系的学员险些被重伤。好在萧炎及时出手，给对方拦下了那几乎致命的一击。众人在拿到韩贤准备好的丹药之后，也是暂时不顾周围浓郁的血腥气息，当下便是各自服下丹药恢复起来。这番大战他们虽然是胜了，但其实彼此体内的斗气也是消耗了大半。若是没有萧炎提前牵扯着那几头最为强大的河源，或许这支队伍就要出现伤亡了。如此一个打坐，众人便是直接从早上做到了下午，直到阳光有些昏沉，将那遍地的鲜血照耀的有些暗沉的时候，许多人才缓缓睁开了双眼。诸位，可以收取我们的战利品了。见到许多人已经睁开双眼，萧炎笑呵呵地说道。闻言，那些眼中本来有着些许疲惫的学员们，一个个瞬间变得眼神清亮了起来。他们之所以经历如此大战，除了要磨砺自身之外，所想要的自然不就是地阶任务所得到的奖励吗？当下便是不需要萧炎催促，都是有着大量的学员各自掏出匕首，然后将一枚枚的魔核取出。而这时，萧炎却是又将韩贤和林修崖叫了过来。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无涯镇。萧炎吩咐几句之后，两人都是眼前一亮，然后便是纷纷朝着山下疾驰而去。等到太阳开始下山，天色渐渐昏暗之时，众人在将河源的魔核取出之后，林修崖和韩贤却是带着一支队伍来到了这里。这支队伍为首的一人显然也是一位大斗师强者，而且人群当中竟然还有一位2品炼药师老者。这些河源都是你们杀的？为首的中年大斗师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神色微变，见到萧炎点头之后才忍不住的摇了摇头。
不愧是迦南学院的天才啊！一群年轻人竟然能够将这支河源族群都给剿灭了，多谢陈帮主夸赞了。不过你还是看一下这些尸体到底值多少钱吧。韩贤神色平淡，笑眯眯地看着这位陈帮主。闻言，那陈帮主沉吟片刻之后，也是无奈地点了点头。这样吧，2阶河源的尸体我按500金币一头收购，3阶河源则是5000金币一头，如何？听到陈帮主的话语，韩贤沉吟片刻，却是看向了一旁的萧炎。成交。萧炎没有多说什么，这个价格还算合理。一头魔兽的身上，除了魔核是价值最高、最为值钱的东西之外，它的皮毛、血液乃至骨骼血肉都是可以卖钱的。寻常2阶魔兽的尸体可是足以卖出上千甚至是数千金币的。可惜河源的尸体价值并不算高，浑身上下也就是其精血和毛皮略微比较值钱了，所以陈帮主给的这个价格也还算公道。见到萧炎点头，陈帮主也是微微笑了笑，仔细清点了一下这些河源的数量之后，最后取出1张金色卡片和5张淡青色卡片递给萧炎。这一共是75000金币，多出来的500金币就算是交个朋友了，今后再有这样的生意，你们可以再找我们。闻言，萧炎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说了几句客套话。至于合作的机会，今后怕是不会再有几次了。收起这些卡片之后，他看了一眼已经各自收拾完毕的学员们，这才笑着挥了挥手：“我们走。”话音落下，随着萧炎脚步移动，这数十人也是纷纷迅速跳动起来，身影如同一道道箭矢一般，迅速消失在无涯山当中。目光望着这些年轻人的离去，那陈帮主才有些忍不住地摇了摇头。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这些孩子才多大年纪，竟然已经围杀了困扰无涯镇已久的河源群。尤其是那个看似首领一般的少年，他的年纪似乎比其他人还要年轻许多，貌似也就跟自己儿子差不多大。放下心中的轻判之后，他才将目光再度看向这些河源的尸体之上。诸位，动手吧，把值钱的东西都弄出来，这一次咱们陈氏商行也要发上一笔小财了。闻言，那陈帮主身后的众人也是各自嘿嘿一笑，手脚麻利的将这些河源尸体上值钱的东西都采集出来。这些东西经过他们的加工处理之后，再往外卖，便是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利润。在这些人处理魔兽尸体的时候，萧炎一行人却是再度回到了无涯镇。此刻的众人已经是一改早上出发之时的那种年轻潇洒，一场大战下来，每个人的衣袍都是被鲜血浸染，脸上带着杀气。这样一支队伍的突兀出现，令无涯镇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微微色变。好在萧炎等人并没有干什么，只是回到客栈之后，各自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大家休息一夜，我们明天返回学院。萧炎吩咐一声，然后便是让韩贤等一帮炼药系的学员们都进了自己的房间。门主，几名炼药系的学员都是颇为火热地看着萧炎，似是猜到了萧炎接下来要干什么。见此情况，萧炎倒是也不藏着掖着，屈指一弹，这些家伙每人的手中便是出现了2种卷轴。这2种卷轴当中记载着2种可以提升斗师、大斗师层次修炼速度的药液配方，一种2品药液名为聚灵液，一种3品药液名为灵泻。既然入了我盘门，我便是先将这2种药方送给你们当个见面礼吧。萧炎嘴角带着笑容，却是令这些学员纷纷呼吸都有些急促了起来。2品、3品的药方，他们每人手中都是有着那么几道的，可是没有哪个炼药师会嫌自己手中的药方少。而且萧炎所给予的还是可以加快修炼速度的药方，这种药方无疑是所有药方当中经济价值最高的一种。韩贤，这些金币你先拿着吧，回到迦南城之后，就用这些钱去购买这2种药液所需要的药材。萧炎没有多说什么，而是将手中的那些金币卡都丢给了萧炎。是，门主。闻言，韩贤也是没有客气，他在得到2样卷轴的时候，便是忍不住先看了一眼药方，心中清楚这些金币虽然不少，可是以萧炎赐予的药方来看，即便是要配置那2品的聚灵液，一副药材的成本估计也要在2000金币左右，加上他们几个炼药师品级不高，能够炼制成功的几率估计只有1半左右。也就是说，要炼制出一道聚灵液，即便是不算人工，都是要有着4、5千金币的成本。不过这药液若是炼制出来，别说是4、5千金币，就是4、5万金币都有的是人抢着买。学院那些家伙当中，可不缺少家里富得流油的家伙。至于那可以加快大斗师修炼速度的灵血，那成本则是更高了许多。对于这些，萧炎暂时也没有理会，而是在第2天便是带着一群人回到了迦南学院。回到学院之后，一行人先是回到任务堂，将手中的魔核上交，各自得到了一笔功劳学分。69头2阶魔兽，除去萧炎、林修崖等5名大斗师以及虚儿4人之外，刚好34人，每人分到了200点功劳学分。而林修崖等4人则是每人得到了500功劳学分。
因为他们每人都上缴了一枚3阶魔核。这一幕也是令许多斗师巅峰的学员都是颇为的羡慕。假如他们也突破了大斗师，或许自己今天也是能够得到500功劳学分了。这些学分可是半部玄阶斗技了啊！不过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萧炎却是将最后的4枚3阶魔核和1枚2阶魔核都给了韩贤。一瞬间，很多人都是有些急眼了。韩贤虽然是炼药师，可你也不能这么偏袒他吧？林燕更是当场有些不满，直言这卖假药的凭啥分到这么多功劳学分？对此，萧炎只是淡淡解释道：“韩贤兑换这些学分，包括我给他的那些金币，都是为了给你们炼制一些加速修炼的药液。你们要是不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将这些学分平分了。”这话音落下的那一刻，那些学员脸上原本怒气冲冲的神色便是瞬间变得和蔼可亲起来。韩兄，是我错怪你了，你还缺啥？我这就过去给你找。林燕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粗鄙的武夫！韩贤瞥了林燕一眼，然后才将目光看向众人道：“1周之后来炼药系拿药。”说罢，便是带着一群炼药师们趾高气扬地往炼药系的方向走回。只是对于他们这副拽拽的模样，一群人却是不敢有任何的表示。能够加快斗气修炼速度的药液，是每个人都不能拒绝的诱惑。炼药师就是这么屌。经历了核元任务之后，众人除了纷纷得到了学分上的奖励之外，更是多出了不少的实战心得，彼此之间的配合也开始变得默契起来。这些学员一个个都是纷纷回到自己的住处开始复盘，甚至有一名修为在7星斗师层次的家伙，当天晚上就突破了。须儿4人在这场战斗当中，实际上也是联手击杀了2头2阶核元，不过萧炎却是并没有分给他们多少功劳学分。倒不是萧炎舍不得给这些功劳学分，而是他们4人的确是暂时用不到这些东西。论起功法斗技，4人背景都是不弱。萧玉身上现在也有着萧炎赠予的一套可以相互配合的玄阶功法斗技，而需要的种种资源，他们所使用的修炼药液都是萧炎亲自炼制，无论品级还是质量，都是比韩贤他们所炼制的药液质量更好。所以这些功劳学分，他们的确是暂时用不着。萧炎带他们过去，主要便是要打磨一下几人的实战经验。此战过后，盘门成员显然是变得更加团结了一些，同时与同一层次的天才们一起，也是令他们更加的有修炼的劲头。所谓独行者快，众行者远，当这么一群性情相投、彼此天赋差距也不大的家伙凑在一起的时候，便是开始隐隐有着近乎质变的变化发生了。对于这一切，萧炎都只是默默地看在眼里，只有每天这些家伙相互比试，一起修炼的时候，萧炎才会在修炼之余出去指点一番。1周后，当韩贤等炼药系的学员将一瓶瓶淡青色的药液递到众人手中的时候，这些学员们显然是变得颇为的亢奋。2品丹药聚灵液，其本身并不能加快修炼的速度，但却是能令修炼者的身体表面对于能量的吸附效果大大增强，从而使得修炼者周围的天地能量浓郁3到5倍。这种药液越是能量浓郁的地方使用越好，而且越是天才使用的效率就越高。有了这聚灵液的帮助，盘门众人的修炼速度显然快了至少3倍。他们放在盘门内部或许只能算是平常，但其实任何一个放在加玛帝国这样的帝国当中都是能够排得上号的天才，对于聚灵液的利用效率自然也是极高。不过令人比较遗憾的是，这聚灵液不同于筑基灵液，即便是这些家伙省着用，却也仅仅只是半个月的时间便是会被使用完毕。对此，萧炎却是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在韩贤等人炼制出聚灵液之后，他在当天晚上又指点了一下几人的炼药术，几人顿时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越发的狂热。这种指点简直是比火长老的指点效果要高出了不知道多少。尤其是韩贤在内的3名3品炼药师，更是觉得只要跟在萧炎身边，1年之内便是有希望达到4品层次。至于那些2品炼药师，也是自信在进入内院后不久就能达到3品。对此，萧炎也只是笑了笑，这些就当是他们辛辛苦苦为盘门炼药的报酬吧。毕竟这几个家伙给众人炼药，可是并没有赚到多少。经过短暂的调整之后，萧炎很快便是带着众人再度接取了地阶团队任务。地阶任务：清风狼群，1枚2阶魔兽清风狼的魔核即可得到100功劳学分，1枚3阶魔兽清风巨狼的魔核即可得到500功劳学分。地阶任务：血刀盗匪团，作乱与迦南学院外围的一支强悍盗匪团，其团长为9星大斗师，团中大斗师级别强者超过5位，斗师强者近100人，斗者数百人不止。剿灭之后，每名学员增加300到500功劳学分。缴获财物不必上缴。2个月的时间里，萧炎几乎每10天左右就会率领众人出去执行一次地阶团体任务。每一次任务对于这些学员虽然谈不上有巨大危险，可也并不轻松，几乎是每一场战役在萧炎的刻意控制之下，都刚好让这些家伙变得精疲力尽。然后一行人便是再度回来调整状态，
战斗所得的缴获都是交给炼药系兑换成药材，然后炼制聚灵液。而这些主修战斗的学员便是开始交流战斗技巧，同时借助聚灵液苦修。在这种频率的战斗冒险的压迫和聚灵液那接近3倍速度的修炼加速之下，众人的修炼速度也是骤然加快。短短2个月的时间，除去薰儿4人年纪太小之外，其余众人最慢的一个也是跨入到了9星斗师的层次。甚至于在这2个月当中，韩月等3位斗师巅峰也是在接连的突破到了大斗师的层次。此刻的盘门当中，除去萧炎不算，已经是有了7位大斗师，31位斗师巅峰。如果一直按照这样的速度进步的话，那么到了内院大比的时候，怕是除去薰儿4人之外，还真有可能让所有人都达到大斗师的层次。这样的阵容绝对可以震惊整个迦南学院。不过在经过这2个月的磨砺之后，一行人却是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难题，那便是任务堂当中的地阶级别的大型团体任务，此刻竟然是被这些家伙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一些任务便是只需要3-5人结队便是可以完成的普通地阶任务了。看得出来，这2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家伙的确是效率很高，以至于迦南学院附近的一些地域都是变得和平了许多。因为大斗师这一层次的魔兽族群和黑恶势力竟然都被盘门的人清扫得差不多了。没有任务便是意味着众人不能再获取大量的功劳学分，难以找到适合的魔力对手，也失去了炼制丹药的资源。这一点令很多学员都是不由得心急了起来。此刻尝到甜头的他们可不想就这么再度停下来。严哥儿，咱们该怎么办？是啊，萧炎，咱们现在竟然没活干了。任务堂门口，一大群盘门成员个个愁眉苦脸地看着萧炎，那副模样令很多普通学员都是有些无语。他们不敢接的地阶任务，这些家伙竟然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干完了。恐怕就是迦南学院的长老都是想不到这些家伙会这么玩吧。慌什么？望着那一张张略带焦虑的脸庞，萧炎嘴角却是带着一抹笑容。地阶任务没了，不是还有天阶任务吗？听到这里，原本还笑盈盈的众人脸上却是有了些许的忌惮。天阶任务虽然奖励比地阶任务还要丰厚，可是其危险性也是巨大的。按照学员的说法，就算是真正的斗灵强者参加天阶任务都是有着些许的危险。在外院当中，天阶任务一般都是当作标榜来展示的，往往数十年来都不会有一个外院的学员接。当萧炎一行人说要看一看天阶任务的时候，那名任务堂的导师都是忍不住吓了一跳。萧炎同学，你们真的要接取天阶任务吗？对于获得的震撼，萧炎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获得导师放心，我们不会冒险的。闻言，获得眉头微微皱了皱，这才将几张任务卷轴递给了萧炎。这件事情我会上报长老会的。获得叮嘱了一句，萧炎却是没有反驳。他们这些家伙都是外院最顶尖的学员，学院高层当然不愿意看到他们真的出现重大伤亡。不过当萧炎的目光落到这些天阶任务的卷轴之上时，仅仅第一眼便是被其中一张卷轴上的标题给吸引了。天阶任务，消失的炼药师。看到这一行文字的时候，萧炎的双眼终于是微微眯起，率先打开了这个卷轴。天阶终极任务，消失的炼药师。半年前，我迦南学院炼药系一位3品炼药师级别的导师曾经前往迦南城500里外的九丹城进行学术探讨，结果从此之后却了无音讯。后经过传闻消息，那九丹城当中的炼药师势力，九丹城不知为何竟然是在一夜之间消失，其中的诸多炼药师尽数失踪，就连宗门当中的诸多宝物都是诡异消失。根据当地人的传闻，此地曾经有一段时间时常有着黑云在天空之上飘荡，但却没有任何的雨水降落。而在那些炼药师全部失踪时候，这些黑云也是不再出现。任务要求1：调查清楚九丹门以及众多炼药师消失的原因，完成该任务可得到5000功劳学分。任务要求2：找到失踪的王导师，如果活着就将对方带回，奖励功劳学分5000点；如果死了，也请确定对方的死讯，奖励功劳学分2000点。注意九丹门是由2位5品炼药师和7位4品炼药师组成的强大势力，在黑角域当中也颇有影响力。注意本任务存在高度危险性，发现情况不对可以立刻撤退，任务失败不存在任何惩罚。看到这任务卷轴上的信息，萧炎的双眼却是眯起的更加厉害了。这件任务对于寻常学员来说，的确是称得上是无比的凶险。毕竟那九丹门在拥有着2位5品炼药师的情况下，都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无论是对方悄悄溜走了，还是被某个强大存在瞬间抹杀了，对于外院这些学员来说，层次都还是太高了。尤其是第二种情况，能够将这些强大炼药师悄无声息地抹杀的话，那出手的人实力该是何等的可怕。这样的敌人，便是迦南学院的长老们遇到了，恐怕都是凶多吉少，也难怪会如此提醒。那第2条注意事项的文字，甚至用红色标记了。不过这任务的报酬也的确是丰厚无比。任务要求3：调查清楚九丹门以及众多炼药师消失的原因，完成该任务可得到5000功劳学分。任务要求4：找到失踪的王导师，如果活着就将对方带回，奖励功劳学分5000点；如果死了，也请确定对方的死讯，奖励功劳学分2000点。注意
5000功劳学分都足够兑换一门较为常见的玄阶高级斗技了。而若是能够将那什么王导师给带回来，那便是足以兑换一门8级崩这个级别的玄阶高级斗技。这奖励恐怕对于一些长老都颇有吸引力了。果然，在那卷轴的最下方还标着长老及内院学员可以将学分转换为火能，兑换比例为5:1。看样子，这个任务对于很多内院学员和长老们都是可以接的。不过，那位王导师估计是没有机会再回来了。那所谓的黑云，不出意外的话，就是魂殿的人了。能够如此轻松地解决有着2位5品炼药师的势力，那出手之人恐怕至少也得是一名魂殿护法。既然是魂殿的事情，那我还是要过去看看的。而且，寒风与魂殿也是早早就有勾结，或许能从中察觉到一些寒风的信息，也不一定呢。萧炎沉思片刻，便是决定要接下这个任务。获得导师，这个任务我接了。在获得懵逼的目光当中，萧炎开口道：“萧炎同学，你确定要接这个任务吗？这个任务可是很多长老都不敢接的啊。”望着萧炎手中的那张任务卷轴，获得也是瞳孔一缩。这个任务最近在学院高层也是传得沸沸扬扬，虽然只是一个天阶中级的任务，可其诡异程度却是要比很多天阶高级任务都要令人害怕。也就是因为这任务主要目的是打探消息，否则或许根本轮不到这些学员看到。获得导师，我知道这个任务颇为危险，不过我既然敢出手，那便是肯定有着保命的把握，还请你放心。萧炎自顾自地收起卷轴，最后露出一抹笑容。更何况这任务就算完不成，又没有什么惩罚。听到萧炎这么说，获得才微微点了点头，旋即又强调了一句：“这件事情我也会禀告长老会的，随你吧。”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目光在剩下的卷轴之上来回翻了翻。天阶低级任务冰煞园，天阶低级任务雷鸣蟒，天阶中级任务鬼爪鹰，天阶高级任务血魔天元，天阶高级任务鬼冥宗。看到这一个个卷轴，萧炎不由得感慨，不愧是天阶任务，其中难度最低的恐怕就是那击杀4阶魔兽雷鸣蟒了。不过饶是如此，其奖励也是足足2000功劳学点或是400火能。至于那些天阶高级任务，就算是对于斗王强者而言，恐怕也是颇为困难。比如血魔天元，那是萧炎前世就见到过的5阶魔兽，而且还有着些许的上古血脉。而那鬼冥宗则是某个修炼邪恶功法的宗门，与那血宗倒是有些相似。鬼冥宗主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斗王强者，手下更是有着10几位斗灵强者。当然，这其中的回报也是无比丰厚的，一旦完成了，便是直接用火能当作报酬，而且是至少3000火能以上。这样一笔丰厚的火能，即便是对于很多长老也是很有吸引力了。当然，这些任务对于现在的盘门众人而言，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萧炎也是将目光看向了另一个比较适合的天阶团队任务。天阶低级任务嗜血佣兵团。嗜血佣兵团流窜在黑角域大平原之外的一个穷凶极恶的势力，每年都以袭击洗劫那些个弱小势力为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年都有很多人惨死在嗜血佣兵团的刀下。嗜血佣兵团团长范建早年曾经担任血宗执事，推测其当前修为在4星斗灵左右。此外，嗜血佣兵团当中还有副团长8名，皆为大斗师级别的强者，其中2名达到8星大斗师，其余团众共计数百人，斗师强者不下100人。任务目标1：击杀嗜血佣兵团团长范建，奖励功劳学分2000。任务目标2：击杀8名大斗师副团长，每击杀1位即可得到500功劳学分。任务目标3：击杀斗师1人，可得100功劳学分。注：缴获物资不必上交。望着那一行文字，萧炎沉吟片刻之后，最终对着获得导师点了点头。我们就接下这个任务了。看到这个任务之后，获得的眼神又不由得眯了眯，最后才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我还是那句话，接取什么任务是你们的自由，但这件事情我还是会通知一下学院高层的。闻言，萧炎也是略微点了点头，笑道：“没问题。”说罢，便是带着众人离开了。望着萧炎一行人离开的背影，获得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才转身朝着学院高层的办公楼走了过去。而在回去的路上，此刻便是林修崖和林燕都是略微有些紧张了。萧炎，咱们真的要灭了那什么嗜血佣兵团吗？林修崖有些困惑地问道。上次他们灭掉血刀佣兵团的时候，便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要不是萧炎用了地阶斗技将那血刀佣兵团的团长给斩了，那被灭的就是他们了。可是如今萧炎却是要带着他们挑战比血刀佣兵团还要强大了数倍不止的嗜血佣兵团，尤其是那嗜血佣兵团的团长，那可是一位正儿八经的斗灵强者啊，还是4星斗灵。就算萧炎再如何逆天，他这2个月也不过是刚刚摸到3星大斗师的门槛而已。放心吧，我既然打算对付嗜血佣兵团了，
那便是有把握先解决最强的那几人。萧炎瞥了一眼欲言又止的林燕，笑道：“你们难道忘了上次血刀佣兵团那里得到的收获了吗？”听到这里，林修崖和林燕都是微微一怔，旋即眼底露出一抹火热之色。上次扫除血刀佣兵团，他们一伙人可是缴获了价值上百万金币的钱财宝物，除此之外，更是得到了好几套功法斗技，其中还有一套玄阶的。将这些东西倒卖出去之后，他们所获得的财富足够炼药系那几个家伙炼制的聚灵液和灵血供他们用上2-3个月了。如果不是因为盘门大斗师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众人担心这些资源今后不够用了，那他们也可以勉强坚持到内院选拔赛了。当然，尝到了这种不断完成地阶任务的甜头，他们也不愿意一直待在学院当中。无论是参与任务厮杀过程中对自身的打磨，还是完成任务之后的种种好处，都令他们颇为的沉迷。这种实力飞速提升的快乐，有几个人能够拒绝的了呢？何况这些人手中如今都是积累了一笔不小的功劳学分。林燕前天刚刚掏空身上的所有功劳学分，兑换了一门适合自己的玄阶高级斗技。其他盘门成员手里的功劳学分或许没有他这般雄厚，但也个个野心变大。原本只是想兑换玄阶低级斗技的他们，现在都是想要再积累一些，兑换一门玄阶中级乃至高级的斗技。这种层次的斗技，在成为斗王之前，都将是颇为不错的底牌。见到几人沉默，萧炎却是笑着开口道：“更何况，你们也不要着急，我现在倒是要先去完成我手中的那道天阶任务。这段时间，你们可以先自行修炼着，实在手痒痒了，也可以分开接取一些危险较低的任务锻炼一下。”萧炎这句话，其实等于是变相的放权给盘门的众人了。他在迦南学院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将来进入内院，一旦得到了陨落心炎，那便是距离他离开的日子不远了。而到了那时，盘门的事情还是需要这些家伙亲自操心。闻言，林修崖和林燕也是微微一怔，不由得问道：“你打算出去多久？少则半个月，多则2个月。”萧炎语气平静：“多加小心。”林修崖闻言也只是叮嘱了一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就暂时不要带轩儿他们出去了。”萧炎又嘱咐了一句，这才开始安排一些自己离开之后其他人的一些修炼计划。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有半数的人突破到大斗师了。听到萧炎的话语，众人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笑容。过去的他们可是不敢想象自己在进入内院之前就有希望突破到斗师层次，不过现在有了萧炎赐予的2种药液，他们却是颇有信心了。萧炎哥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薰儿轻轻抱着萧炎，小脸上带着些许的担忧之色，显然他也是从那卷轴之上看出了一些端倪。放心吧，我可不会做出那种送命的傻事。萧炎微微一笑，在他如玉的小脸上亲了一口，惹得少女一阵脸红。临走之际，他却是再度被副院长虎钳拦住了去路。这么多天阶任务，你为何独独选取了这么一个？你要知道，这背后的秘密，或许就算是我探索，也会遇到一定的危险。虎钳盯着萧炎，显然是有些不满。萧炎不是普通的天才学员，迦南学院等了这么多年，才等来这么一个妖孽级别的天才。若是萧炎出了事，那整个迦南学院都是损失大了。副院长，我既然敢去，那便是一定有着保命的把握。你可不要把我背后的师门当成摆设了。萧炎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便是令虎钳无法反驳。他虽然不知道萧炎的老师到底是何等层次的强者，但可以模糊地推测出，至少迦南学院现在明面上的这些老家伙，应该都得罪不起那一位。一切小心。虎钳意味深长地看了萧炎一眼，最终还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多谢。萧炎笑着拱了拱手，终于是在虎钳的目光当中离开了迦南学院。直到离开虎钳感知范围之后，萧炎脚下才闪过一缕苍白色的火焰，下一刻他便是踩着脚下的空间消失在天地之间。500里的距离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真的算不得什么，仅仅盏茶的功夫，他便是出现在一座看上去有些混乱的城池当中。在这座城池当中，此刻正有着大大小小的势力彼此争斗厮杀，几条大街之上时不时的便是有一伙人被另一伙人给偷袭。这种混乱的状态才是黑角域最为真实的一面。九丹城曾经因为有着9位高级炼药师的存在而繁华无比，便是很多拥有斗皇强者的势力都是不愿得罪。毕竟2位5品炼药师和7位4品炼药师能够召集的人手，可并不比1位斗皇强者召集的强者要少。不过在这些高贵的炼药师全部诡异的消失之后，这座城市便是成为了群龙无首的状态。没有了可以绝对压制其他势力的九丹门，九丹城其他大大小小的势力便是开始争权夺利。除非有一天能够出现一个堪比九丹门的势力再度统治九丹城，否则这种厮杀怕是会一直持续下去。对于这种混乱，萧炎没有丝毫的心情去理会。在黑角域，仁慈和善良本就是狗屎一样的东西，杀人和被杀是这里的主旋律。
萧炎可没有这个善心去管这种狗咬狗的事情，他只是借着要老庞大的灵魂力量扫过整座城池，没有被所有人发现，便是找到了九丹门的遗址。作为九丹城曾经的统治势力，九丹门的山门打造的倒是颇为的奢华大气，只可惜在失去了统治者之后，这里已经成为了城内几大势力厮杀的主战场，断壁残垣，处处尘烟，一些地方已经变成了废墟。不过就在萧炎准备收起灵魂力量的时候，一丝极为隐晦的波动却是悄然的传来。萧炎双目微微眯起，脚步一踏，便是出现在了九丹门的山门当中。磅礴的灵魂力量扫过，便是有着一道极为隐晦的阵法出现在了他的感知当中。噬魂阵，果然是魂殿的手笔。萧炎嘴角缓缓泛起一抹冷笑，这噬魂阵便是当年玄黄要塞当中魂殿所布置的那可以吞噬无数战死者灵魂的诡异大阵。不过面前的这个噬魂阵只是最为低等、最为简易的一种，但凡是一名6品炼药师的灵魂，即便是在肉身失去的情况下，也能够抵抗其吸力。不过这些时常在九丹门山门之上厮杀的众多势力，最强者也不过是斗灵巅峰的层次，一旦不小心阵亡，自然是难以逃过这噬魂阵的吞噬。在九丹门消失的这段时间，恐怕这山门之上因为厮杀也已经死了数百人不止了吧。想到这里，萧炎便是悄然消失，再度出现时便是找到了一个距离九丹门遗址最近的客栈，隐匿了起来。他对于魂殿可谓是十分的了解，当年剿灭魂族之时，更是得到了魂族的诸多秘法，清楚这是魂阵当中吞噬的灵魂并不能持久停留，最多半个月便是需要以秘法收取一次，所以最多半个月的时间，魂殿之人便是会再度现身。他倒是刚好想要看看这些魂殿的家伙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如此，萧炎便是暂时躲在这客栈当中，再度修炼了起来。只是期间一直分出了一缕灵魂力量，盯着那九丹门的遗址。短短7天的时间，那九丹门当中竟然又有了2次的势力厮杀，每次厮杀双方都是留下几十道尸体，刘子昂了这里。而他们注意不到的是，这些死去之后连意识都无法完整凝聚的弱小灵魂体，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便是被那遗址之下的噬魂阵吞噬了进去。在那底下的阵法当中，噬魂阵正仿佛蜘蛛网一般，将一道道迷茫弱小的灵魂体粘在上面。而在第7天的夜里，当一道阴冷诡异的气息出现在九丹门遗址的那一刻，一直闭目修炼的萧炎在这一刻也是骤然睁开了双眼。果然是魂殿的人，不过怎么这么弱？萧炎眉头微微皱起，在他的感知当中，这气息的实力最多也就是斗王层次，或许加上魂殿的诡异手段，要比寻常斗王要强上一些，可却连最普通的斗皇都是难以威胁到。这家伙的实力，恐怕也就是魂殿的一个小小执事吧。萧炎轻轻摇了摇头，继续观察着这道气息。斗宗强者在魂殿当中可不是寻常的小喽啰，他们都是有资格担任护法一职的，而在护法之下还有执事和弟子2个级别。不过魂殿弟子往往比执事更为罕见，他们一定是天生就极为适合魂殿功法的天才，才能成为魂殿的弟子。这些人只要培养一下，将来至少也能成为护法。反倒是那些执事才是魂殿最为常见的劳动力。在萧炎的观察当中，只见那一道身披黑袍、内部武器缭绕的阴冷人影静静地站在九丹门的遗址之上，良久之后才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九丹门，我们的心血啊，老大，兄弟们，都是我贪生怕死啊。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萧炎眼中再度露出一抹诧异光芒，下一刻他的身影便是消失在客栈当中。而在萧炎消失的那一刹那，那黑袍人影周围的空间此刻也是骤然凝固，一道庞大无比的灵魂力量瞬间将他的周围封锁。黑袍人顿时神色大变，浑身黑色雾气骤然翻腾起来，手掌一伸，一根漆黑锁链便是从其体内蔓延出来。然而不等他反应过来，2道森白火焰凝聚成的火焰长链便是带着可怕的力量直接洞穿了他的身体，顺带着将他体表的那层黑色长袍也给焚烧成了灰烬。黑袍焚灭，露出其中神色凄厉痛苦的黑雾身影，被一火焚烧灵魂，他忍不住发出凄厉的惨叫。你是谁？我可是魂殿之人，你想干什么？我早就知道你是魂殿之人了，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你与这九丹门到底是什么关系？淡淡的笑声响起，一道被森白火焰包裹的身影渐渐出现在此人的面前。果然是灵魂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家伙或许就是那九丹门曾经的某个长老。萧炎望着面前黑雾当中包裹着的灵魂体，并不意外，只是有些好奇，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从九丹门的长老变成魂殿中人的。在他过去的记忆当中，这西北大陆应当是有着2座魂殿的分殿，分别都是有斗尊级别的强者坐镇，手底下各自有着10几名护法和不少的执事。不过放眼整个西北大陆的话，他们这些人手也是少得可怜，所以平常人根本没有多少机会遇到魂殿之人。当年萧炎成帝之后，
主要负责剿灭中州的那些主要魂殿，反倒是大陆其他地方的分殿都是被远古八族的其他强者给剿灭了。那时他已经成了斗帝，自然是懒得计较这2处分殿的具体位置，却是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还有重生之后再度面对魂殿的情况。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借助着药老的庞大灵魂力量，萧炎仅一个灵魂冲击，便是令那魂殿执事陷入迷茫状态。论起控魂之术，以他前世那可怕的经验所得，即便是未曾刻意修炼，运用程度恐怕也不会弱于魂天帝。有着药老那庞大无比的灵魂力量，对付一个魂殿执事，岂不是手到擒来？在萧炎的灵魂冲击和刻意引导之下，那魂殿执事很快便是将事情缘由全部说了出来。而在听到他口中的消息之后，萧炎原本有些平淡的话语却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多了几分惊喜之色。原来韩风是去找木谷那个老东西了。根据这家伙的描述，此人本是九丹门的副门主，结果因为韩风的通知，九丹门便是被魂殿的一名护法给盯上了。在某个平静的夜晚，那名魂殿护法便是直接降临九丹门，直接将九丹门的所有人全部杀死，灵魂全部收走。至于那些尸体和财物，则是早就被韩风给悄无声息的焚毁掠走了。面前的这个家伙，便是因为进了魂殿之后被对方一番折磨，忍不住痛苦，当场屈服了下来，并且成了魂殿的一名执事。他的灵魂当中早就被魂殿的人种下了魂印。想到这里，萧炎也是懒得听他废话，磅礴灵魂力量直接灌注到对方的灵魂当中，将对方最近半年的记忆全部扫描了一遍。在这些九丹门的炼药师们灵魂被全部带走之后，他们便是被那魂殿的护法给带回了一处距离黑角域都颇为遥远的一处魂殿分殿当中。对于灵魂体而言，落入魂殿的下场通常也只有2个，要么便是被对方奴役，成为对方的护法，要么便是直接被丢到炼魂柱之上，被吸收其中的灵魂本源，最后灵魂彻底枯竭，魂飞魄散。九丹门当中，除去那9名还算强大的炼药师之外，其实总共还有数十位炼药师。这些炼药师此刻早就已经化作了魂殿的养料，成为了那分殿当中所收集的一团灵魂本源。不过真正令萧炎感到颇为激动的，还是这家伙记忆当中那分殿当中的场景。在那分殿当中，赫然有着一团人头大小的灵魂本源。这团灵魂本源虽然比起他当年剿灭魂殿人殿之时所得到的那团灵魂本源要小了许多，可终究是一团极为纯净的灵魂本源。若是药老能够吞了这道灵魂本源，那其中的磅礴灵魂力量怕是足以令药老的灵魂力量恢复个8、9成的样子。到了那时，药老怕是单纯的灵魂力量都是足以抗衡3星斗尊了。更令萧炎喜出望外的是，韩风与木谷老人赫然也是在这其中，而木谷老人正是此刻负责镇守这处分殿的魂殿尊老。不过听他与韩风交谈的信息，这木谷老人似乎是即将离开这分殿前往中州了。之所以要前往中州，似乎还是魂殿安排的，令他准备一下几年之后的丹塔大赛。而韩风口中的这个所谓的师尊，赫然便是木谷老人了。当年他在联手木谷老人被刺药老之后，便是随着后者躲到了西北大陆，并且还恬不知耻地认对方为师。对于后者这种恶心的行为，萧炎也只能是选择笑笑不说话。以木谷那凶残的本性，又怎么可能真的把韩风当作弟子？这2人之间显然都只是在相互利用罢了，否则当年韩风陨落之后，也不至于被逼得将海心宴都给贡献出去。萧炎对于这2人的关系只是嗤之以鼻，可药老在看到其中的画面之后，却是气得灵魂都在微微颤抖。好在萧炎出声安抚，才让药老缓缓地恢复了平静，否则他那庞大的灵魂力量一旦有了波澜，怕是会将整个九丹城的人都给吓坏。老师放心，此刻木谷应当是刚刚前往了中州，而韩风也应该正在赶回黑角域的路上。萧炎双眼微微眯起，嘴角勾起一个危险的弧度。这一次我不但要替您斩了韩风，而且还要连那一处分殿也给灭了。在那九丹门副门主的记忆当中，萧炎也是得知木谷一旦离开之后，这处分殿也是暂时没有了魂殿尊老镇守。现在这座分殿当中仅仅只剩下10几个魂殿护法和一些魂殿执事了，而这10几个魂殿护法当中，还有过半不在这处分殿当中，而是前往其他地方搜寻灵魂体去了。此刻这魂殿分殿当中仅仅只有2名护法实力在7星8星斗宗左右，剩下的5、6人实力连5星斗宗都不到。此刻正是这魂殿分殿防御最为薄弱的时候，若是萧炎此刻下手，那这魂殿分殿便是连跑都跑不掉。想到这里，萧炎心中仅仅只是思虑片刻，便是将杀寒风与灭魂殿的顺序颠倒了过来。以斗尊强者的实力，即便是没有空间通道的帮助，从西北大陆赶到中州最多也就2个月的时间，而若是有了空间通道，恐怕最多半个月就是能够轮换过来。如果自己不先下手为强的话，那或许只是犹豫几天的时间，那魂殿便会有新的尊老前来坐镇了。一旦有了新的尊老坐镇，对方再借助那分殿的地利对付自己，
那萧炎想要捣毁这处分殿可就太难了一些。下定决心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犹豫，手中森白火焰瞬间缠绕，令那魂殿执事发出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可惜有着药老的灵魂力量包裹，对方的惨叫却是传不出去半点。片刻之后，那道灵魂体已经虚弱无比，萧炎手中印结变换，便是直接将对方封印成了一道巴掌大小的黑色灵魂小人。对方的身上有着魂印这种东西，一旦将其彻底灭杀，那魂殿那边必然会有所感应。虽然一个小小执事未必能够引起魂殿重视，但萧炎还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就阴沟里翻船。随手将这道灵魂体收入一个小玉瓶之后，萧炎身形便是骤然消失在原地。此刻药老的灵魂力量被他运用到了极致，说是一日千里实在是太少了一些，他此刻的速度怕是比起真正的斗尊强者都逊色不了多少。饶是如此，萧炎也是足足赶路了半天的时间，跨越了近10万里的遥远距离，才来到一处颇为荒凉的古老帝国。此地已经是位于西北大陆的北方，假如说黑角域那里的冬天可以冻死衣不蔽体的普通人的话，那么此地的寒冷便是足以冻死一些衣不蔽体的斗者了。寒霜帝国已经是近乎西北大陆较为靠北的几个大型帝国了，从这里再往北，几乎便是越发的人烟罕至，最后冷到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因为此地寒冷贫瘠的原因，这座丝毫不比加玛帝国小的庞大国度，却仅仅只有一位斗皇强者，在这里他占据着绝对的统治权。可没人知道的是，在这看似强者稀疏的庞大帝国某座山脉的地下，却是有着一处魂殿的分殿存在。萧炎在赶到此地之后，没有丝毫的犹豫，又是花费了半炷香的时间，便是迅速来到了那魂殿分殿所在的山脉之处。无形的灵魂力量迅速扫过这处分殿，便是发现这分殿当中的强者数量分布，果然是如同自己记忆当中的那般。不过真正令萧炎精神一振的是，他在这里竟然发现了寒风的身影。此刻的寒风正盘坐在一处炼魂柱之上，在这炼魂柱的下方，正有着7、8道灵魂体被锁链死死的缠绕，脸上露出痛苦与绝望的神色。而寒风的脸色却是颇为的兴奋，脸上带着些许的狂热。魂殿的炼魂柱果然是好东西啊，竟然能令人的灵魂变得清晰许多，推演效率更加强大。兴奋了些许时间，寒风神色却是又渐渐的变得阴沉了下来。只可惜焚诀实在是玄奥无比，没有老东西的原件，也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还有没有机会推测出完整的焚诀来。想到这里，寒风脸上便是露出一抹怨毒之色，口中正骂着，寒风却是突兀的感到自己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般，心底莫名的发毛。他睁开眼睛，强大的灵魂力量扫过，却是并未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奇怪，这里可是魂殿分殿，就算是斗尊强者也难以光明正大的将灵魂力量辐射过来，或许是我多疑了吧。寒风轻轻摇了摇头，便是继续皱着眉头推演起焚诀来。逆徒，逆徒！在萧炎将灵魂力量收回来的那一刻，药老悲愤的声音便是已经在他心头响起。这个自己曾经最为疼爱和看好的弟子，在背叛了自己之后，竟然毫无一点愧疚感，更是认了木谷那个老王八蛋为师，还不留余地的咒骂自己。药老有时候真的想不明白，10几年含辛茹苦的培养，就是一条狗也该养出一些感情了吧。老师不要激动，你现在抓紧时间恢复一下状态，待会儿我不但要替您清理门户，更是要将这处分殿连根拔起。萧炎连忙安抚药老的状态，令药老平静了些许。这半天全力的赶路，虽然不至于消耗很大，可对药老的状态多少有那么一点影响。心中安慰药老的同时，萧炎心中也是有些轻叹。事实上，寒风的天赋并不比他差多少，至少修炼天赋上相差的并不多，甚至就连悟性也绝对很强。当年他偷袭药老的时候，便是已经拥有了斗皇的实力。如果不是因为修行的是焚诀残卷，令他硬生生卡在这里的话，那他现在的修为至少也得是9星斗宗巅峰了。要知道，焚诀的创造者可是大千世界当中的一位圣品天至尊，就算是萧炎，也是后来在踏入圣品天至尊的境界之后，才真正的拥有了改进焚诀的能力。不过畜生就是畜生，任他资质如何了得，今天萧炎都是要再度清理一次门户。前世自己斩杀这个家伙的时候，药老还在魂殿当中受苦，未曾亲眼看到，这一次他一定要让药老当面报仇雪恨。听到萧炎的话，药老也是缓缓沉下心中的愤怒，然后快速调整着自身的状态。如此恢复了足足小半天的时间之后，他的声音也终于是传到了萧炎耳中。好了，你现在可以动手了。听到药老的话语之后，萧炎也终于是不再藏着掖着了。只见下一刻，他双目当中便是分别被森白和彩色的火焰给覆盖。与此同时，森白火焰在此刻也是骤然在他体表燃烧了起来。萧炎脚步一踏，几个闪烁，便是已经出现在脚下这条阴冷山脉的上空。望着脚下的阴冷山脉，萧炎手指微微抬起，下一刻，天地之间风云色变，
一种极为可怕的能量波动也是在此刻出现。在这可怕能量波动出现的那一刻，那原本还在魂殿分殿当中各自静养的魂殿诸多护法执事，在此刻都是有些骇然地睁开双眼。与此同时，那炼魂柱之上的寒风也是惊骇地睁开了双眼。这分殿之外忽然涌起的可怕能量气息，即便是未曾见到，他们这些人都是能够极为清晰地感受到。可是，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有如此大的胆子，敢袭击魂殿的分殿？这可是魂殿啊！即便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都是极为强大的超级势力。殿中不但有着诸多斗尊强者，便是真正的斗圣都是存在。这么多年来，还真是第一次有人竟然敢袭击魂殿。当他们终于从被人主动袭击的情况当中缓过神来的时候，在这分殿的最上方，却是已经有着一道长达100丈、宛如擎天巨柱一般的巨大手指凝聚完毕。望着那脚下的阴冷山脉，萧炎神色不变，大荒求天指却是施展到了当前可以催动的极致。这一指可比当初对付白寒兄妹的那一指要强了不知道多少。便是真正的斗尊强者，譬如木谷老人这种层次的强者，也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抗下这一指。当然，萧炎的劣势在于并不持久，这一指的力量，即便是对于如今的药老而言，也仅仅只能施展一次。若是施展了第2次，那药老的灵魂力量怕是会再度消耗到颇为虚弱的状态。不过，对付如今没有斗尊坐镇的魂殿，这一指的威力已经是完全足够了。大荒求天指，给我破！萧炎低喝一声。那擎天巨柱一般的古老手指，便是带着无尽荒凉古老的气息，朝着下方的山脉狠狠碾压了过去。所过之处，空间节节坍塌，大地都不由得下沉了一截。而在那手指之下的山脉，在这手指面前，更是如同豆腐一般迅速崩裂。当这表层的山体彻底崩裂之后，便是露出了这山体内部那高达100丈、通体漆黑阴冷的巨大宫殿。漆黑巨殿绵延数千丈，更是高达100丈，通体散发着阴冷诡异的气息，宛如幽冥鬼府。然而，对于这古老巨殿，萧炎却是眼皮子都不眨一下，手中大荒求天指便是狠狠地镇压而下。当那表层山体破开的那一刻，魂殿当中的众多强者便是已经脸色大变。他们此刻显然也是意识到，此次袭击他们魂殿的强者不但很强，而且强的有些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当他们想要出去反抗的时候，那来自大荒求天指的可怕威压，以及对于空间的可怕封锁，竟然是令很多弱者直接动弹不得。即便是寒风和其他几名护法，此刻也是移动缓慢，根本无法像过去那般几个闪身便离开魂殿当中。咚！当那古老巨指落在这漆黑巨殿之上的那一刻，整座魂殿都是发出一道惊天一般的颤动。在这2种可怕的撞击之下，那可怕的余波在穿过魂殿之后，依旧是令许多弱小者当场被震成了血沫。就算是一些斗王、斗皇级别的执事，此刻都是身体颤抖了数下。而那坐在炼魂柱之上的寒风，在这可怕的冲击之下，都是脸色一白。这绝对是斗尊强者才能施展出来的威能。寒风脸色苍白，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这冲击之下有些难受，更多的却是多了一份恐惧。这种恐惧，自从当年离开中州之后，他便是多年不曾经历过了。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这次怕是要真的大难临头了。不要怕，我魂殿分殿自有阵法守护，便是真正的斗尊强者都要花费些功夫才能破开。一名魂殿护法刚刚说完，便是面色骤然僵硬，因为他看到在魂殿这古老石材的最上方，忽然有着一根根粗大修长的火焰长矛洞穿了这些殿堂的顶端。火焰长矛长达数十丈，通体呈现一种诡异冰冷的森白之色。此刻费力地从炼魂柱上飞下来，想要往外跑的寒风，在看到这由森白火焰所组成的可怕长矛之后，脸上先是露出一抹仿佛遇到鬼一般的惊骇，紧接着便是有着一种彻骨的寒意从他心中升起。是他？不可能，不可能是他！他明明已经死了！寒风发出一声癫狂的尖叫，整个人仿佛疯了一般。回应他的是那魂殿顶端的殿堂再度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下一刻，一根长达100丈的古老手指便是将那殿宇上方的古老岩石尽数崩碎，最后宛如长了眼睛一般，朝着这处分殿当中目前最为强大的一名魂殿护法狠狠地按了过去。望着这根充斥着沧桑古老气息的巨大手指，那名实力达到8星斗宗的魂殿护法神色大变，正欲闪身躲避，却发现周围的空间此刻已经变得如同沼泽一般泥泞，任由他使出浑身解数，都只能缓慢地走出几步而已。而当他走完这几步的时候，那具大手指却是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混蛋，你敢袭击我魂殿！那护法仅仅发出一声怒吼，下一刻便是惨叫一声，整个身体被那巨大手指一压，然后便是骤然化作无数漆黑雾气崩溃。这些雾气似是想要疯狂逃窜，可那古老手指上的沧桑指纹只是发出淡淡毫光，便是令这些漆黑雾气直接湮灭。仅仅一指，
一名堪比8星斗宗的魂殿护法，便是就这般直接湮灭，死无葬身之地。望着这一幕，其他人心中此刻都是泛起了深深的寒意和绝望。阁下莫非真的要与我魂殿成为生死仇敌吗？在这可怕的压力之下，一名魂殿护法有忍不住嘶吼了起来。他现在唯一想到能够镇得住这般可怕强者的方法，便是只有这魂殿的名头了。哼，魂殿很强吗？最多10年，我便要让魂殿从斗气大陆上消失。回应他的是一道淡淡的笑声，以及那古老手指的再次挥动。在大荒球天指的恐怖威能之下，这名魂殿护法同样毫无反抗之力，瞬间便是被碾压成了虚无。紧接着，那具大手指便是故技重施，如同在大地上轻轻点了几下，可仅仅是这么几下，便是将几位堪比斗宗强者的魂殿护法尽数碾压成了虚无。当做完这些之后，那古老手指忽然一分为5，最后化作一道100丈大手。下一刻，这100丈大手之上便是燃烧起了令寒风脸色无比苍白的森白火焰。只见那大手一个挥舞，那魂殿当中残余的魂殿执事便是顷刻间被那可怕的力量直接碾压成了黑雾。不等他们发出凄厉惨叫，森白火焰再度掠过，这些黑雾便是被焚烧成了虚无。仅仅不到1刻钟的时间，堂堂魂殿分殿7、8位斗宗级别的护法和近100位堪比斗皇斗王执事便是纷纷化作了虚无。那大手再度一挥，囚禁着数百道灵魂体的锁链便是骤然崩裂，其中的灵魂体纷纷面露激动之色，最后纷纷逃离。到了此刻，这偌大的魂殿分殿便是只剩下了寒风一人。下一刻，那具大手掌便是骤然朝着寒风的方向镇压了过去。望着那具大手掌，寒风拼死挣扎，蔚蓝色的海星焰在他的体表翻腾着，竭力抵抗着周围那如同泥沼一边的空间之力，可却是没有太大的作用。他有些绝望地闭上了双眼，却发现那具大手掌并没有将他直接灭杀，反倒是直接将他的身体握住。下一刻，他体内的斗气便是被那可怕的能量直接镇压得无法动弹。寒风身体被这手掌握住，仅仅只剩下一个脑袋还能露在外面。而这时，这具手终于是随意地扫开坍塌的殿宇上方，将他轻松地拿了出去。当寒风被带出魂殿的那一刻，他终于是看清了这道可怕威能的主人。那时，一个浑身覆盖在森白火焰当中的黑衣少年，他虽然十分年轻，脚步却是轻松地踩在天空之上，毫无半点生疏。寒风师兄，你好啊！望着那被吓得仿佛丢了魂一般的寒风，萧炎露出了森白的牙齿。前辈，前辈饶命，前辈饶命啊！寒风瞬间就发出了最后的求饶，只要你肯放过我，我可以给你我的一切，我可以。他的话语还没说完，便是看到那少年脸上笑容越发的诡异。姐，师兄，放过你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过你还是先问一问老师的意见吧。老师？什么老师？寒风微微一怔，望着少年身上燃烧着的森白火焰和他那古怪的称呼，他脑海当中忽然有了一个令他头皮发麻的想法，而似乎印证了他的猜测。下一刻，一道略微有些虚幻的苍老身影便是从少年的身上缓缓地走出。在那苍老身影走出的那一刻，寒风的一颗心在此刻直接便是跌入了谷底。望着那张熟悉无比的苍老脸庞，他脸皮都在微微颤抖。你竟然还活着？我还活着。听到寒风那不可置信的话语，药老先是身体微微僵硬，旋即嘴角便是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这种自嘲起初只是一缕，然后便是慢慢扩大，最后开始出声笑了出来，然后逐渐放肆大笑。哈哈哈哈哈！药老明明是在笑，可是声音却是显得如此的凄厉，以至于眼角隐隐带着些许的泪花。看样子，这个被自己从小养大、视若亲子的家伙，却是从来未曾将自己当作真正的师傅看待，以至于他竟然是没有丝毫的想过留给自己一条活路。萧炎就这样站在药老的身边，默默看着他，发现药老的灵魂力量并没有从他体内抽走太多，此刻的药老也只是他部分灵魂分出的一道投影而已。否则，即便萧炎有着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技巧，也不可能在大斗师的层次就站在虚空之上。他望着那笑容凄厉、自嘲的药老，心中对于这叛师之徒杀意却是丝毫的不比前世要少。药老幼年时期便是父母双亡，年长一些之后，又是因为血脉等原因被逐出药族，从一个小小的斗灵一路颠沛流离，最终好不容易成为了闻名整个斗气大陆的药尊者，成为斗圣之下的第一档尊贵人物。本以为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一生了，却没想到当年一时心软，从废墟当中爆出的一个婴儿，会成为险些葬送自己生命的劫难。这个被他从小抚养、视若亲子，恨不得将毕生所学都交给他的传人，却是在他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给了他最为致命的一击。这一击毁掉的不仅仅是药老的肉身，更是他那颗饱经风霜之后的心中仅存的一点温暖。对于寒风这种行径，便是杀他100次、1000次也算不得过分。此刻，
那被大手握着的韩风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微微一怔，脸上在露出一瞬的愧疚之后，紧接着便是化作了蜥蜴。老师，老师，我错了。老师，念在我服侍您多年的份上，您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我今后一定潜心悔改，我一定为您养老送终。韩风神色涨红，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疯狂呼喊着。看着他这副模样，药老脸上的悲哀神色却是越发的浓郁，跟着他的灵魂都是在微微颤抖着。望着药老这副模样，萧炎却是没有丝毫开口的意思，只是望着韩风那求饶的模样，嘴角带着一抹讥讽的笑容。他与药老相处了数万年的时间，心中自然知道药老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是一种共同生死、历经无数之后的信任。现在的药老只是需要一个情绪发泄的过程，将这些年来所受的苦难和委屈统统的发泄出来。当这些情绪都发泄出来的那一刻，便是他与韩风做出一个彻底了结的时候。果然，药老的身体在颤抖了许久之后，终于是缓缓地恢复了平静。放你一条生路，当年的你，可曾想过要放我这个老师一条生路呢？药老的神色虽然已经恢复了平静，可声音却依旧是有些颤抖。听到药老的话语，韩风那原本疯狂求饶的神色也是终于渐渐变得冷淡了下来。看样子，你今天是不会放过我了。事到如此，他的脸上反倒是少了几分恐惧，多了些许的疯狂。放了你，对不起我自己，更对不起你的师弟。药老轻轻摇了摇头，虽然眼神依旧痛心，可神色却是渐渐坚定。他太清楚韩风的为人了，此番若是放他活着离去，那自己与萧炎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迎来魂殿尊老的追杀。更何况韩风的体内还有着海心焰这样的东西，更何况自己这些年躲在古岩界当中，那暗无天日的折磨，那被人背叛险些彻底魂飞魄散的痛苦，又该找谁算账？师弟，韩风先是微微一怔，旋即目光看向了萧炎，他没有任何的废话，只是问了一句话：你把焚诀传给他了？听到这句话之后，药老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最后才忍不住轻声道：焚诀难道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听到药老的话，韩风脸庞一僵，旋即便是有些羡慕嫉妒的看了萧炎一眼，最后也是同样哈哈大笑起来。只不过比起药老的凄厉，他的声音却是带着几分疯狂。凭什么？凭什么你自始至终都不愿意传我焚诀？韩风发出一声咆哮。我将你当作亲生父亲一般对待供养，可是你得了焚诀之后，为什么不肯传授给我？我只是想要变得更强，我能有什么错？看着他这副模样，药老嘴唇微微颤抖。当年我就说过，修炼焚诀九死一生，我手中有着地阶高级的功法，乃至准天阶功法供你修行，你又何必执着于焚诀？听到他的说法之后，韩风原本狰狞的面孔一怔，随后才更加疯狂地笑了起来。我不想要什么地阶功法，我就想要焚诀，我要变强，变得比你更强。我不想再被那些狗屁家伙称为什么所谓的药尊者高徒了，我也不想再被你每天指手画脚，活在你的框架当中了。你知不知道，自从我懂事之后，我的一切都活在你按部就班的规划里，我就像个傀儡一样活在你的掌控当中。我能不能得到一样东西，不是在于我想不想，而是在于你愿不愿。我不想再过这种被你操纵的日子了，你懂吗？韩风说到最后，甚至开始咆哮了起来。听到他的咆哮，药老的脸庞甚至略微苍白了些许，他身形不由得倒退了2步，脸上悲哀之色更加浓郁。望着这一幕，萧炎心中也是有了一丝波澜。或许在药老的心中，他更多的是将韩风当成孩子一样看待吧，毕竟是在对方吃奶的年纪便是将之收养了。设想一下，自己当年若是在药老全盛时期拜入到药老门下，或许对方也是不会这么期待的将焚诀交给自己。说到底，当时的2人都是被逼到了谷底，焚诀是他们唯一翻盘的赌注。万幸的是，他们不但赌赢了，而且赢得很大。而且自己与药老认识的时候，虽然自己还是个少年，但终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他与药老也有着讨价还价的思路。或许这韩风的少年时光的确是在药老的手里过得有些压抑了一些，但是畜生就是畜生，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即便韩风过得有些压抑，可是他所拥有的却是多少天才炼药师都得不到的。这些东西从小被药尊者抚养大的他感觉不出来，他的心中只有无尽的野心，就算是没有焚诀，也会有秒诀、摇诀的诱惑。当天平另一端的砝码足够沉重的时候，他还是会有着背叛的那一天。而萧炎却是要老狠下心来苦心打磨的弟子，是他所有的希望。他更是跌落到过人生的谷底，体验过什么叫做世态炎凉，懂得人情冷暖最为可贵。这就是他与韩风最大的差距，也是药老最后的赌注。或许当年真的是我错了吧。良久之后，药老轻轻叹了口气，最后轻声道：既然错了，那就让错误就此了结吧。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也是缓缓转过身，
望着神色淡漠的萧炎，最后长长的叹了口气：“孩子，你自己动手吧。虽然他做错了这么多，可我始终还是记得他在我药鼎上撒尿时的样子，我下不去这个手。”话音落下，他的身形已经是越发的暗淡，灵魂投影最后消失在天地之间。只是在他消失之际，萧炎分明是看到了药老的眼角有着一滴模糊的泪水，轻轻叹了口气。萧炎的目光最终还是落在了韩风的面前。事到临头，韩风也是不再畏惧，反倒是有些疯狂地看着萧炎：“师弟啊师弟，我真是羡慕你啊！为什么你就能得到焚诀？为什么你就能得到他的尊重？”对于韩风的疯狂，萧炎却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他自始至终都是将你当做自己的孩子，你只知道自己被局限在了星陨阁里，局限在了药尊者的圣名之下，但你却从来没有想过，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东西。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的地位又是多少人所渴望的。自始至终，你只不过是个被欲望迷幻了野心，被家长宠坏了的孩子而已。萧炎每一句话落下，韩风的脸庞便是僵硬了一分，脸色也是苍白了一分。像你这样的人，无论何人抚养你，都会被反噬的，因为你的本性就是贪婪的。最后一句话落下的时候，萧炎眼神已经没有了最后的一丝同情，只见他手掌用力一握，韩风的身体便是被那庞大的手掌直接捏爆。在这肉身爆开的那一刻，一道灵魂体似是想要仓皇逃窜，却是被那巨大手掌牢牢束缚在其中，丝毫无法动弹。师兄，既然你这么想要得到焚诀，那么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修炼焚诀的道路到底是何等的残酷吧。萧炎声音淡漠，左手之上却是有着一条条彩色火焰出现，最后化作一条条火焰锁链，狠狠地刺入了韩风的灵魂体当中。万兽灵火，没想到你手里也有一种异火，不过区区万兽灵火可压制不到我的海心焰，你还是赶紧把老头子的古灵冷火施展出来吧。韩风灵魂体看到万兽灵火的那一刻还在冷笑，不过当那万兽灵火的锁链进入到他灵魂体当中，牢牢锁住海心焰的那一刻，他的脸色终于彻底变了。不可能，你的万兽灵火怎么可能压得我的海心焰都忌惮？对于后者的嘶吼，萧炎却是冷笑一声，只见他双手一抽，下一刻一团蔚蓝如同海水一般的火焰本源便是被他从韩风的体内抽出。伴随着这道火焰本源被抽出，韩风原本还能挣扎些许的灵魂体骤然一个哆嗦，然后便是迅速变得萎靡起来。那种虚幻的模样，似乎一阵狂风吹过便是会化作虚无。而萧炎此刻却是手中捧着一团蔚蓝如同蓝宝石一般的岩浆，岩浆之上还有着蔚蓝火焰燃烧，看上去倒是颇为神秘美丽。这团宛如蓝宝石一般的岩浆，赫然便是海心焰的本源火种。手中握着海心焰的火种，萧炎的目光却是看向了韩风那虚弱之极的灵魂体。师兄，现在你知道修行焚诀的道路到底有何等残酷了吧？你方才体验到的只是一火被别人抽离的痛苦，现在我便是再让你体验一下两种一火融合的痛苦，顺便再送你上路。望着那满眼惊惧、灵魂虚弱到极点的韩风，萧炎的眼中却是没有丝毫的怜悯可言。彩色与森白的火焰同时缠绕上韩风的灵魂体，开始缓慢的融合。两种异火融合之间，那可怕的高温更是令韩风惨叫起来。不过他这般虚弱的灵魂根本惨叫不了多久，便是被这火焰的高温直接焚烧成了虚无。望着这一幕，萧炎的眼中也是露出了些许复杂的神色。韩风死了，前世自己在成长为真正强者之前所遇到的最大的敌人，被自己杀了2次才杀死的家伙，这一次在自己的手中却是毫无反抗之力。在击杀了韩风之后，萧炎明显感到身上属于药老的力量也有了些许的波动，不过这种波动在持续了片刻之后，也是终于缓缓平静了下去。结束了。药老最后仅仅只是传来一声叹息，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对此，萧炎也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虽然师徒2人早就已经达成了共进退的共识，可这一世也是在将韩风真正灭杀之后，这份师徒之情才终于有了前世的样子。在这之前，因为萧炎所表现出的神秘和强大，即便是药老都是有种遇到鬼了一样的感觉。如今这重生以来的第一个段落总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沉默片刻之后，萧炎便是不再犹豫，左手借着药老庞大的灵魂力量和地眼种子的气息，压制着海心焰磅礴的力量，脚步一踏，便是进入到了脚底下已经半数坍塌的魂殿分殿当中。这魂殿分殿当真是无比的结实，其上竟然有着一层可以短时间内可以防御斗尊强者攻击的阵法。要不是萧炎熟读魂族经典，对于魂族的各种手段无比精通，借助炎神之矛的力量迅速破解了这阵法的4个阵眼，那单单是破开这道阵法，怕是都能耗尽大荒求天纸当中的力量。想到这里，萧炎也是暗自庆幸当年在剿灭魂族之后没有对魂族的典藏不屑一顾。仔细算算自己重生以来所施展的各种手段，
竟然有着半数都是魂族的神通秘术。无奈地摇了摇头，萧炎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了这残破的大殿当中。此刻的分殿当中已经再无一个活口，魂殿的众多护法、执事乃至于弟子已经被萧炎全部抹去，而那些被束缚的灵魂体也被萧炎尽数释放。不过，魂殿的人虽然死没了，可魂殿的宝物却是没有被萧炎可以毁掉。好歹是一座有着斗尊强者坐镇的分殿，这处魂殿当中，即便是以收集灵魂体为主要任务，但其中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宝物，尤其是恢复灵魂力量的宝物，竟然比萧炎当年从白虎尊者古墓当中得到的还要多。萧炎心念一动，一枚幽蓝色的纳戒再度出现在他的手上，正是寒风的幽海纳戒。因为炼药师的缘故，寒风的幽海纳戒甚至比那些个魂殿护法的纳戒质量更好了不少。即便是萧炎如今手上的这些纳戒，也唯有古岩戒能够稳稳胜过幽海纳戒。而算上幽海纳戒，萧炎手上便是有了足足4枚高级纳戒了，每一枚纳戒当中都是存放着不少的宝物。他迅速将这些魂殿当中的宝物统统放到了幽海纳戒当中，更是将那些魂殿护法只是死后的纳戒都给搜刮了一番。在确定没有什么遗漏之后，萧炎才带着近乎装满了的幽海纳戒前往了这处分殿的核心位置。在这处分殿的核心位置当中，正有着一团人头大小的光团静静悬浮，光团呈透明之色，在光团的外围还连接着无数漆黑的锁链，而这些锁链的尽头则是连接着刚才逃走的那些灵魂。萧炎望着面前这充斥着庞大灵魂波动、灵魂能量极为纯净的光团，嘴角的笑容也终于是扩大了几分。只见他右手之上森白火焰翻腾，然后轻易地将那一道道漆黑铁链给斩断，最后将那一团人头大小的灵魂本源给取了出来。在这灵魂本源被取出的那一刻，药老的灵魂明显的颤抖了2下，即便他明明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此刻身为灵魂体的他也是明显多了几分渴望。而萧炎在取出这团灵魂本源之后，却是没有立刻投入药老身上，而是缓缓地闭上眼睛，低声念诵起来。伴随着他的低声念诵，一道道森白火焰竟然是化作一道道符文落入那光团当中。而随着这些符文的落入，那灵魂本源当中本来积累的一些怨念，此刻却是在悄然消散。此术是他觉醒了小部分大千世界记忆之后所记忆起来的一道来自大西天界的经文神术，名为往生咒。将来我会铲除魂殿，还你们一个公道。伴随着萧炎最后的一声喃喃低语，这灵魂本源当中的最后一丝怨念终于是彻底的消失。做完这些之后，萧炎最后扫了一眼这化作残垣断壁的魂殿，左手托着海心焰，右手托着灵魂本源，然后骤然消失在原地。2个小时之后，他的身形再度出现之时，已经出现在一处半废弃的火山口。在这火山口的下方，还有着些许沸腾的岩浆在翻滚，释放着炽热的高温。虽然已经有部分岩浆已经凝固成了坚硬的陆地，不过此处的高温依旧是寻常生灵根本无法承受的。不过正是如此，此地的隐蔽性才更加适合萧炎炼化海心焰。落地的那一瞬间，萧炎还顺手收服了一头隐匿在这火山口当中的4阶魔兽，一头火灵蛇，不过不是双头的。虽然只是一头4阶魔兽，不过有了这头魔兽给自己护法，倒是也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在进入这火山口之后，萧炎也是快速找了一处足够结实的山壁，然后在上面挖出了一个长宽高各有数丈有余的大洞。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也是终于停下脚步，盘腿坐了下来。老师，你先将这灵魂本源给吞下吧。萧炎坐在山洞当中，最后施展了一道阵法，将此地的气息尽量屏蔽。直到这时，那团宛如蓝宝石一般的海心焰本源也是被他暂时放在了地上。此刻，药老的灵魂力量也是终于从他体内撤出，化作一道灵魂体悬浮在他的面前。经此一战，药老的灵魂力量显然也是消耗了不少，身形比起过去都略显虚幻了一些。对于萧炎的建议，药老却是轻轻摇了摇头，反倒是看向了一旁的萧炎。虽然你总是说自己有把握，不过炼化海心焰终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我还是先替你护法吧。等你将海心焰真正炼化，快要回到迦南学院的范围之内的时候，我再炼化这团灵魂本源也不晚。听到药老的话语，萧炎心中微微一暖，也是没有拒绝，而是从纳戒当中取出一道从魂殿当中得到的恢复灵魂力量的宝物，让药老暂时恢复一下。这种宝物层次不高，药老吞服之后也不至于需要刻意沉睡去炼化。等到将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萧炎这才目光有些炽热地望着那如同蓝宝石一般的海心焰，在其上方，蔚蓝如海水一般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前世自己炼化海心焰的时候已经是斗圣层次，吞噬海心焰如同囫囵吞枣，没有什么感觉，对实力的提升也并不算大。不过这一世，海心焰对于现在只有大斗师实力的自己而言，却是有着巨大的帮助。想到这里，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先是取出些许的冰灵寒泉服下，在体内经脉上覆盖了一层寒冰保护层之后，手掌之上便是迅速燃烧起了彩色的万兽灵火。
万寿灵火燃烧之下，萧炎也是终于伸出手掌，在海心焰有些挣扎与畏惧的跳动当中，将之一把抓住，然后狠狠地拍入口中。伴随着这一团蔚蓝火焰的入腹，灼热的痛楚迅速从萧炎的体内蔓延开来。只是对于这可怕的痛楚，萧炎却是面无表情。在其体内，炎神法身不知何时已经再度出现在了海心焰的面前。古老的火山口当中依旧散发着炽热的高温，一场新的蜕变却是已经悄然开始。在萧炎的身体当中，炎神法身此刻浑身燃烧着彩色斑斓的火焰，体表有着一层彩色的火焰铠甲，铠甲模样无比精致，其上隐隐有着火焰纹路，仿佛大道形成。伴随着这炎神法身的降临，原本有些躁动不安的海心焰火种瞬间变得老实了许多。虽然还隐隐有着不安之色，可面对那宛如火焰神灵一般的身影，依旧是无比的忌惮。比起海心焰的忌惮，炎神法身却是霸道无比。它本身便是地炎种子所化，虽然如今比起真正的地炎还有着巨大的差距，可即便如此，那火焰本质的位格却是比海心焰强大了许多。那种宛如火焰神灵的至高气息，令海心焰都是不敢有过多的反抗。可海心焰不敢过多的反抗，炎神法身却丝毫不会客气。只见其体表之上瞬间浮现出一道道色彩斑斓的火焰长链，然后便是冲着海心焰的本源迅速刺了过去。自身本源被其他一火侵蚀，海心焰便是想要剧烈的挣扎，可那炎神法身只是冷哼一声，数十道万寿灵火的火焰锁链便是在空中凝聚成了一道奇异的火焰符文。而在这符文出现的那一刻，海心焰便是如同遇到什么不可思议的存在一般，瞬间变得老实了许多。炎神符文烙印，炎神法身小手结印，用力一按，那虚空之上的火焰符文便是狠狠地烙印到了海心焰当中。对于这道符文，海心焰仅仅只是有了片刻的反抗，便是彻底的变得温顺下来，就仿佛绵羊一般温顺，任由周围的几道万寿灵火侵蚀自己。这道炎神符文是萧炎成为主宰之后才领悟出来的更为玄奥的东西，其中蕴含着火焰大道的本质，莫说是对于灵智微弱的海心焰，便是对于竟连妖火虚无吞炎这类完全堪比人类的异火也是有着极大的克制作用。这是火焰大道的顶峰，参透了世间火焰奥妙的神术，其玄奥程度早已超脱了异火的范畴。岩浆时而翻滚的火山口之上，萧炎双目紧闭，药老则是静静地护卫在他的身边。而在他的体内，海心焰那蔚蓝无比的颜色正在缓缓地改变着。炼化异火的时间总是相对漫长的，即便萧炎有着种种克制海心焰的方法，可他现在的修为终究只是大斗师层次而已，对付海心焰也终究是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如此一个闭眼，便是不知道要过去多久。而在萧炎闭关炼化海心焰之后的10天之后，那位于寒霜帝国的破败魂殿之上，终于有着剧烈的空间波动浮现。随着四周的空间都隐隐崩裂，一道身穿深蓝衣袍的男子从那空间当中走了出来。而伴随着这道身影的一出现，这片天地间的空气立刻便是变得湿润了起来，隐隐间天空上还有着细小的雨滴噼里啪啦的倾洒而下。仅仅凭借着体内的磅礴斗气，便是引得周围的天地都有所变化。显然这蓝衣人的实力，就算是放在斗尊强者当中，都是算得上是极为强大的存在。如果萧炎能够在这里的话，那便是可以轻松地认出面前的这个家伙正是当年在玄黄要塞被自己用大天造化掌击杀的魂殿9天尊魔羽。随着魔羽的出现，他的身后赫然便是又走出了10几道气息磅礴的身影。这些人的实力虽然没有达到斗尊层次，可却个个都是斗宗7、8星乃至于斗宗巅峰的层次。这样一股可怕的力量，已经足以在西北大陆建立一方真正的顶尖势力了。而此刻，这位9天尊魔羽在看到脚下那通体坍塌、宛如废墟一般的残破分殿之后，一张脸庞此刻也是变得阴沉如水了起来。很好，非常好。魔羽最终接连吐出几个好字，可是眼神深处却是有着掩饰不住的杀意涌现。自从魂殿建立这么多年以来，向来都是魂殿的强者去袭击围剿其他势力，忽然被这么莫名其妙的拔出了一个分殿，这样的情况即便是魔羽也是头一次见到。他心中对于那偷袭者行为感到愚蠢的同时，也是不由得感叹对方的胆子竟然会如此之大。要知道，就算是真正的斗圣强者，若是没有足够的深仇大恨，也不可能有如此魄力敢捣毁魂殿的一个分殿。死上几个护法对于魂殿而言算不上什么大事，可被捣毁一个分殿，那却是上门打脸的事情。都给我去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摧毁分殿的护殿大阵，此人的实力至少达到了5星斗尊的层次，而且此人必然与魂殿有着什么深仇大恨。西北大陆的斗尊强者加起来也就那么一小撮，5星斗尊更是少之又少，筛选的范围不会太广泛的，都给我去查。魔羽的眼睛微微眯起，周围的雨水忽然多了些许漆黑的色泽。当这些雨水落到地面上的时候，那地面上便是瞬间被腐蚀出了一个个坑洞。
在统一这西北大陆的诸多势力之前，本座正好要先拿一尊真正的强者立威。与此同时，此刻的魂殿总部当中，木谷老人却是有些颤颤巍巍的单膝跪在一道身影的背后。店主，一切都是我的失职，请店主责罚。感受着那身影之上所释放的些许气息，木谷额头之上的汗水都是隐隐浮现。无妨，这并不是你的错，倒是我魂殿太过大意了。这么多年没有人敢冒犯我们，倒是令我们有些骄傲了。魂殿店主魂灭生声音平淡，可其中的丝丝杀意却是令木谷心中更加发寒。自从他魂灭生担任店主以来，魂殿何时遇到过这样的冒犯？听说就连那分殿当中的一道灵魂本源都给偷走了，就连那些魂殿护法那戒中的宝物都被搜刮干净了。比起损失，这耻辱才是更加令人心生杀意。西北大陆的事情交给子羽去解决便是。你现在的任务便是好好准备一下丹塔大赛，得到3000焰炎火，顺便给丹塔造成一些损失，才是你需要干好的事情。魂灭生淡淡的说道。是，店主。木谷老人连忙点头称是。魂灭生也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摆了摆手，示意对方退下。等到木谷老人退下之后，魂灭生的眼中才露出一抹杀意。去给子羽传个话，若是他找不到那个捣毁分店的家伙，这辈子也不用再回中州了。话音落下，他身后的一道阴影也是诡异的浮现。是，店主。萧炎暗中袭击魂殿的事情，对于西北大陆的大多数人而言，终究只是一件触及不到的事情。以魂殿和斗尊的层次，即便是迦南学院在隔了这么遥远的距离之后，也是难以有所耳闻。至于那处分殿周围的一些国家，更是只知道在寒霜帝国的疆域当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地震。在这地震之下，怕是有着方圆数百里的生灵都感到了脚下的大地在微微晃动，千里之外的强者亦是能够感到大地当中隐晦的能量波动。不过他们无法想象的却是，此地实际上是发生了一场超越他们想象力的大战。而作为事件的作俑者，萧炎此刻却是依旧静静地盘坐在那火山口当中的岩洞当中。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春天已经悄无声息地过去，夏季正在缓缓降临，眨眼之间已经是人间5月。此时的火山脚下的群山当中，那遍地的枯木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而在萧炎的体内，那一团如同蓝宝石一般的海星焰早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那炎神法身之上的火焰颜色变得宛如水晶一般美轮美奂。此刻炎神法身就这般静静地盘坐在萧炎的气旋当中，原本彩色的万兽灵火此刻已经多了一种水晶一般的美感，就连其体表的那层铠甲此刻也是变得如同琉璃一般美轮美奂。而在这炎神法身的腹部当中，那一枚斗气晶体此刻已经是宛如拳头一般大小，连同萧炎的炎神法身此刻都是变大了不少。在这斗气晶体当中隐隐有着什么奇异的波动变化，但萧炎最终却是始终没有踏出那一步。在其体内，炎神法身忽然收起了体表燃烧的绚丽火焰，而与此同时，萧炎的双眼在这一刻也是骤然睁开。当他双眼睁开的那一刻，2道绚丽的火焰光柱便是从他眼中骤然喷出，最后在岩浆冷却所形成的玄武岩洞壁之上融化出了2个小洞。伴随着萧炎的双眼睁开，在其体内的斗气此刻也是隐隐沸腾起来，他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再度暴涨了起来。4星大斗师，5星大斗师，这般气息便是一路暴涨，在短短片刻的时间里足足增长到了大斗师巅峰的层次，才缓缓停止。而在萧炎身边的药老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不由得有些唏嘘了起来。尽管早就知道焚诀的威力，可是看到萧炎在炼化了海星焰之后，实力竟然是直接从3星大斗师直接跨越到了大斗师巅峰之后，药老仍旧是忍不住的有些惊叹。要知道，这足足6星的差距，即便是以萧炎这逆天的天赋，加上各种珍贵丹药的辅助，平常也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啊。可是萧炎却是在这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便是一路走到了大斗师的巅峰状态。望着药老那有些错愕吃惊的模样，萧炎也只是微微笑了笑，手掌微微一翻，一道绚丽多彩带着琉璃色泽的火焰便是出现在其掌心之间。融合了海星焰与万兽灵火之后，萧炎这地炎种子的威力虽然距离真正的地炎还有很遥远的距离，但是其色泽与模样却是已经相差不大。在这里，萧炎倒是需要感谢一下万兽灵火那多彩的颜色。有了这层多彩色泽，只要自己不主动催动海星焰的能力，大抵是没有人能够认出海星焰来的。虽然萧炎不怕事，不过以他现在的实力，还是尽量少一点暴露这海星焰的底牌较好。至少也要等他炼化了陨落星炎之后，再暴露他有着多种异火的事情。而当他炼化了第3种异火之后，他的实力将会得到一个极为恐怖的蜕变，到时候他在大千世界所创造的诸多火焰神通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不过此刻在拥有了2种异火之后，萧炎便是没有药老的帮助，也是完全拥有了极为强大的破坏力。只见他脚步轻点，
几个弹射之间便是顺着岩壁跳到了那火山口之外。下一刻，一多彩一蔚蓝两团散发着狂暴力量的火焰便是在他的掌心浮现。你这小家伙又想干什么？望着萧炎脸上的兴奋之色，药老都是忍不住有些困惑。只是对于药老的困惑，萧炎的脸上却是露出一抹笑容。然后在药老惊骇的目光当中，他便是将手中那多彩的火焰和那蔚蓝色的火焰骤然拍在了一起。小心！药老脸色大变，两种异火碰撞在一起的威力是何等的狂暴。别说萧炎一个小小的大斗师了，便是一位斗皇强者也要极为谨慎。可在药老惊愕的目光当中，那两道火焰却是噗的一声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便是在后者茫然的目光当中快速蠕动。片刻之后，一道巴掌大小宛如琉璃一般晶莹剔透的彩色火莲便是缓缓浮现在萧炎的掌心当中。望着萧炎掌心那道宛如艺术品一般的绚丽火莲，药老的神色却是微微凝重了许多。在他的感知当中，这绚丽火莲当中所蕴含的能量，恐怕就是斗宗强者都不能无视。佛怒火莲，老朋友，我终于是能够将你再度施展了。萧炎此刻脸色苍白，腿脚都是略微有些发软，但是其笑容却是越发的璀璨。只见他屈指一弹，那火莲便是化作一道绚丽的流光，朝着远处的天际飞去。在飞出了足足数十里之后，在萧炎的心念移动之下，这巴掌大小的美丽艺术品终于轰然爆开，然后便是在药老懵逼的目光当中，将最靠近火莲周围的空间都给震得层层碎裂。整个天际方圆100丈都是掀起了巨大的蘑菇云，无穷无尽的热浪，即便是隔了足足数十里，依旧是能令人感到阵阵炽热。你这一招飞过去，恐怕就算是斗宗强者，没有足够防备之下，也要重伤甚至陨落吧。药老的灵魂体轻轻咽了口唾沫，有些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弟子。这小家伙所拿出来的底牌，见识是层出不穷，真是不知道等他炼化了陨落心炎之后，又该是何等的可怕。差不多吧。施展完这道佛怒火莲之后，萧炎也是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忙吞下2枚恢复斗气的丹药。施展佛怒火莲需要极为庞大的斗气和灵魂力量，即便是他对于火焰的运用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可他终究只是大斗师巅峰的实力。前世的自己可是达到斗王层次之后，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真正的施展出完整的佛怒火莲。可是这一世，萧炎却是在大斗师巅峰便是能够勉强施展出来。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便是直接将他体内的斗气完全榨干了，一丝不剩。除去斗气之外，他那已经堪比6品巅峰炼药师的灵魂力量也是极为关键的原因。正是因为他的灵魂力量已经恢复得如此强大，才能让他在这一层次施展出佛怒火莲。不过在施展出佛怒火莲之后，他的灵魂力量显然也是消耗了许多。好在比起斗气，他的灵魂力量还残余了一些。而且因为对于火焰操纵的出神入化，以及对于佛怒火莲的了然于心，他如今施展出的2色火莲便是拥有着重伤到斗宗强者的威力。虽然不敢说能够击杀斗宗，可重伤出阶斗宗却是并非难事。配合他的魂技出其不意的话，萧炎拼死之下还真有可能换一条出阶斗宗的性命。若是斗皇强者，在遇到他的2套连招之后，几乎是必死无疑。而他此刻真正的实力，还仅仅只是一名大斗师巅峰而已。比起前世，他越级而战的能力的确是变得更加强大了，真是个了不起的小怪物。望着那脸色苍白的萧炎，药老却是忍不住惊叹一声：面前的这个小子，真正的实力才只是大斗师啊！即便是自己多次猜测自己这个弟子真的是什么大能转世，可萧炎所表现出的可怕，依旧是令药老都有些无语。用什么妖孽、怪物来形容，都实在是太弱了一些。对于药老的惊叹，萧炎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咧嘴一笑，旋即笑道：等我恢复过来，我们就回迦南学院。说罢，他便是迅速调整状态，开始吸收起周围天地之间的能量。而在他的体内，那已经蜕变为绚丽琉璃颜色的炎神法香随口吐出2缕火焰，分别是万寿灵火和海心焰。2道火焰相互吸引，然后开始缓缓旋转。在这2道火焰的旋转之下，一道奇异的吸力缓缓浮现，最后开始快速地吸收着周围的能量。驳杂的天地能量在经过2道火焰波纹的旋转之后，其中的杂质便是被过滤了大半，最后落入炎神法身之中。再经过炎神法身的淬炼，最后化作精纯斗气落入炎神法身体内的斗晶当中。随着异火的增加，萧炎的各种神通正在逐渐恢复，手中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当然，2种异火所能发挥的手段还谈不上多，等到萧炎拥有3种异火的时候，他的手段才会大幅度增加。不过饶是如此，此刻的萧炎所表现出的吸收速度也依旧是令远处的药老都有些吃惊。他的炎神诀此刻已经进化到了地阶低级的层次，换算到大千世界，那便是进入了0级的层次。其体内斗气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远超同级大斗师10倍。但是如此庞大的斗气数量，
却是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便是被萧炎恢复的相差不多了。之所以多做了2个小时，都是因为萧炎才缓缓恢复自己的消耗巨大的灵魂力量。比起肉身的消耗，灵魂的恢复显然是更难补充，除非萧炎舍得动用魂殿那里搜刮来的宝物。如此过了2个多小时之后，当萧炎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其状态已经是恢复到了巅峰。老师，我们走吧。萧炎咧嘴一笑，闻言，药老也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苍老手掌对着下方一吸，那道人头大小的灵魂本源便是被他吸入掌心，紧接着他便是瞬间融入萧炎的体内。而在得到药老那庞大灵魂力量的支持之后，萧炎也是不再犹豫，脚下轻轻一点，旋即便是消失在了这座山脉之上。寂静的火山口依旧是无比的炽热，唯有一头火灵蛇有些茫然地盘踞在火山口内部。当他钻出火山口看向外界的时候，却发现春天早已过去，此刻已经是郁郁葱葱的夏天。有了药老的灵魂力量加持，萧炎也是没有丝毫的留手。虽然他炼化海心焰的地方与迦南学院还相差了足足几个大帝国，不过以他的速度，也是短短2个小时便是赶回了迦南学院的地盘。而在萧炎落在一处距离迦南学院不远处的原始森林当中之后，药老也是终于不再保留手中的灵魂本源。只见他双手一拍，那道人头大小的灵魂本源便是被他直接融入到了灵魂体当中。随着这道灵魂本源的融入，药老原本还有些虚幻的身影，此刻便是直接变得无比凝实，几乎与真人无异。不过在其身上却是有着道道晶莹的毫光闪动。只是随着这道灵魂本源的融入，药老原本还精神奕奕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困乏了起来。这道灵魂本源当中的灵魂力量实在是太庞大了，恐怕就算是以我的境界，想要将之彻底消化，也需要半年的时间。药老打了个哈气，眼皮子微微有些沉重，看样子马上就要睡着了一样。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只要不遭到多名斗皇强者的围攻，应该都不会有太大危险。在这迦南学院里面，更是应该十分安全。所以，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就要靠你自己了。话音落下，药老已经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钻进了古岩界当中。不遇到生命危险，尽量不要叫醒我。伴随着最后这句话说完，药老已经彻底没有了音讯，看样子已经陷入了深度的沉睡。对于药老这副模样，萧炎嘴角却是微微勾起一抹笑容。放心吧，老师，等你苏醒过来，或许我也到了该炼化陨落星岩的时候了。话音落下，萧炎也是略有期待地望着不远处的迦南城，脚下对着树枝轻点，旋即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迦南学院的方向疾驰而去。前世自己大斗师的时候，只是修炼了3000雷动，速度便是已经十分的可怕。这一世虽然没有刻意修炼这一身法，可萧炎后来会的诸多身法，可是比3000雷动都要可怕得多。他现在的速度，便是很多斗王乃至斗皇都未必能够赶得上他。望着脚下那越发清晰的学院轮廓，萧炎心中也是有着一些小小的期待。等到药老下次苏醒，他的灵魂力量将恢复到什么层级？是天境前期，还是天境中期？对于药老复活之后到底能是什么境界，萧炎也无法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是木谷老人在那时遇到药老，恐怕就只有被碾压的份了。而等到药老苏醒过来，自己恐怕也已经进入了内院当中了。等自己进了内院，除去陨落星岩之外，萧炎更是可以将那地底当中的天火尊者给救出来。以药老的积累和生前的境界，萧炎打算直接给他准备一副斗圣级别的尸体来重新炼制身体。如此一来，药老一旦复活，那便不是半圣，而是真正的斗圣了。比起药老，天火尊者则是不需要这么高档的帮助，一道高阶斗宗或是斗尊强者的尸体，便是可以令他的实力恢复个七七八八。如此一来，自己的身边便是有了2尊真正达到斗尊战力的强者了，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斗尊。想到这里，萧炎心头也是不由得更加期待。脚步轻点之间，脚下的建筑物正在不断的更换。很快，一道熟悉的建筑也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当萧玉疑惑地打开房门，看到那张熟悉的脸庞之时，他的脸上也是不由得露出一抹惊喜之色。你终于回来了！望着萧炎的脸庞，萧玉满脸的欣喜之色。这个家伙当初说最多2个月的时间就能回来，结果却是没有想到，他这一趟出去却是足足用了2个半月的时间。天晓得，这2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跟薛儿每天都是带着不小的担忧。不但是他与薛儿，在萧炎1个半月的时间没有回来之后，那帮子盘门的成员以及很多认识萧炎的导师长老，甚至副院长都是时常光顾这里。他们平常见不到薛儿，就天天跑到若灵班里逮着萧玉问候，这也导致萧玉压力颇大，每天跟外院这些个位高权重的老家伙打交道，倒是令萧玉的抗压能力强了不少。不过萧玉满肚子的吐槽还没有开口，便是听到了身后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响起。随着这脚步声的响起，一道宛如青莲一般的倩影便是迅速跑了出来，然后飞一般的扑到了萧炎怀里。萧炎哥哥，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少女有些嗔怪又有些担忧的声音在萧炎怀里响起，萧炎也是心头略微有些愧疚，说好最多2个月就回来的，结果却是没想到这趟回来已经是5月了。想到这里，他也是略微有些歉意的捧起怀中少女精致的小脸，轻轻刮了刮她略微有些泛红的鼻头，然后帮她将泛红眼眶的泪水轻轻抹去。怪我，是我有些事情耽误了。萧炎轻轻揉着萱儿脑袋，眼中满是宠溺。望着这一幕，萧玉心中的欣喜却是忽然消失了许多，心里忽然莫名其妙的酸溜溜的。不是，怎么这俩人一凑在一起就给自己喂狗粮啊？还有没有天理了？望着这两人卿卿我我的样子，萧玉忽然感觉自己在这个房间当中总是显得那般的多余。随着萧炎的归来，这座原本有些平静的小楼之下，很快便是再度变得喧嚣了起来。一时之间，盘门众人在得知萧炎归来的消息之后，都是纷纷赶来。不但是他们，就连若琳和少数几个跟萧炎关系较好的导师都是纷纷赶来，甚至到了后面，那炼药系的火长老和副院长虎钳都是赶了过来。你这混小子，一出去就是2个多月，你若是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情，你知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吗？火长老一出现就黑着一张老脸，他们炼药系已经多久没有招到这样的天才了？他还指望着萧炎能够振兴一下炼药系呢。门主，你总算是回来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兄弟们的修炼速度都是变慢了不少啊。一名学员有些幽怨地看着萧炎。自从那些地阶团队任务被他们几乎做完之后，他们这2个月来只能在任务堂捡一些零碎的任务去做，无论是财务收获还是功劳学分，都是不足萧炎在时的1/10。而且随着突破大斗师的人数越来越多，盘门之前那些任务所得到的众多资源，在被炼成药液之后也是消耗越来越快。截止到半个月前，众人已经需要用自己的金币来给韩贤等人买药材了。尝到那种3倍速修炼的快乐之后，他们自然不愿再忍受当下的修炼速度。只是那大斗师修炼的灵血一份的成本便是在2万金币左右，一瓶也只够修炼7天到10天。即便是韩贤他们未曾收取手续费，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1瓶2瓶他们还能受得了，可若是一直用到内院选拔赛，那开销对他们而言可就来大了。听到那家伙的抱怨，火长老却是面露不悦之色。混账，修炼资源本该是你们自己争取，你们这些家伙能有今天的成就，还不是萧炎给你们带起来的。有人帮忙固然是好的，但若是依赖上了别人，那你的强者之路估计也就止步在斗灵了。听到火长老的训斥，那学员浑身一个机灵，这才恍如梦中惊醒一般，有些惭愧地对着萧炎和火长老拱了拱手。对不起，是我太过痴迷于外力的帮助了。对于2人的言辞，萧炎只是微微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虽然他有意要带飞一些昔日的老友，但就像火长老说的那样，倘若这些家伙真的太过痴迷于外力，那他们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的确会遇到巨大的阻碍。不过当萧炎的目光扫过这些家伙的时候，嘴角还是带着一丝满意的笑容。自己离开2个多月，韩贤等人都是顺利突破到了大斗师，如今的盘门已经有了足足17位达到了大斗师的层次，修炼最快的灵修崖已经是5星大斗师了，甚至萱儿的修为此刻也是达到了3星斗师的层次。就在众人交谈之际，那在见到萧炎回来之后，脸上露出笑盈盈之色的虎钳忽然有些狐疑地看向了萧炎。你的气息好像变强了很多，而且你现在竟然已经可以令我都是有些看不透了。小家伙，你这2个多月看来是得到了不小的好处啊，能不能跟大家透个底，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层次的修为了？直到听见虎钳的话，众人才纷纷好奇地看向萧炎。在吞噬了2种异火之后，萧炎的气息已经颇为神秘，就算虎钳和火长老都是有些看不透这个家伙了。望着众人纷纷好奇的目光，萧炎也是迟疑片刻，最后摸着鼻子笑着说道：这2个月在外面侥幸得到了一些机遇，现在已经是9星大斗师了。伴随着他这句话的落下，原本热闹的场面忽然变得无比寂静了起来。你说啥？林修崖瞪大了双眼，脑袋瓜子上全是问号。2个多月前，他与萧炎还都是3星大斗师的修为，而且自己是比萧炎积累更加深厚一些的，距离4星大斗师都不远了。在林修崖的预想当中，哪怕萧炎天资无双，哪怕萧炎机缘了得，可就这么2个多月，他能6星大斗师就顶天了吧？可是这个家伙就出去溜达了2个多月，回来就已经是9星大斗师了。不是，一样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与林修崖想法一样的还有盘门的其他成员，他们此刻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萧炎。良久之后，这种茫然便是化作了苦涩无奈。这时候的他们终于是明白了那些修炼了5年都在斗师上下徘徊的同龄人心中是怎么想的了。一样是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当然他们与萧炎的差距或许比那些家伙跟自己的差距还要大。总之就是这么一句话，令所有人突破到大斗师的喜悦顿时烟消云散。
久久无言。虎钳和火长老也是盯着萧炎，良久之后才有些神色复杂的叹了口气。望着这寂静的场面，萧炎却是早已适应，他只是装作有些尴尬的笑了笑，最后才对着虎钳使了个眼色。副院长，那天接任务我现在也调查出一些头绪了，现在可以跟你简单汇报一下了。听到这句话，虎钳的神色终于变得严肃了些许，轻轻点着头道：那你跟我来吧。诸位，晚上去迦南楼，我请客。临别之际，萧炎对着众人清了清嗓子，这才笑着跟虎钳离开。望着萧炎离开的身影，众人相互对视一眼，最后都是无奈地叹了口气。现在的萧炎可不仅仅是实力在外院学员当中可以排到第一了，就连他的修为都是足以排到第一了。你是说这件事情是魂殿干的？虎钳办公室当中，虎钳的脸色此刻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望着萧炎不由问道：你是怎么查出来的？是我师门查出来的，具体情况我不能跟你说得太清楚。对于虎钳的询问，萧炎也只是无奈地摊了摊手。还有那位炼药系的导师肯定是死的不能再死了，我就算想救他也是没有办法了。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虎钳也是忍不住地深吸一口气，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多了几分郑重。对于魂殿，他也只是模糊地知道一个名头，不过仅仅是这么一个名头也足够震撼人了。要知道，这可以放在中州都足以称得上最顶尖的势力啊，那是可以与丹塔相抗衡的庞然大物。这样的组织，就算迦南学院都是拼不过，怎么会盯上九丹门这样一个小势力？只可惜他对于魂殿也仅仅只是局限于听说过名头，其他的便是一无所知了。只不过在得知这件事是萧炎师门调查的之后，他却是对于萧炎背后的师门更加忌惮了几分。看样子这小家伙的老师或许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至于向魂殿报复，虎钳也只能是苦笑一声，这位炼药系的导师也只能怪他运气不好，卷入到了这场灾难当中吧。硬拼，就算将迦南学院拼烂了，也未免能够伤到人家多少，这种以卵击石的事情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好了，这件任务就算是你完成了，你可以去任务堂领取奖励了。虎钳轻轻摆了摆手，萧炎也是微微一笑，转身朝着任务堂的方向走去。等到萧炎离去，虎钳才拿出一枚传音石，对着任务堂那边下达通知：萧炎的天阶任务完成了，发放7000功劳学分。说完这件事之后，虎钳沉吟片刻，才又联系了其他几位长老。炼药系的那位导师已经陨落了，按照学院的战死标准，给他安排一下后事吧。当几名长老在得知那位导师确实陨落之后，也是无奈之余，又对于凶手产生了几分好奇。只可惜，对于几人的好奇，虎钳却没有过多解释，只是回了一句：这件事知道的越少越好，然后便是没有多说。听到这句话之后，那几位长老的眼中却是露出一抹惊骇之色。当虎钳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便是意味着这个事件背后的所涉及的事情，恐怕就是迦南学院都很难处理。放眼整个黑角域，能够令迦南学院如此势力，恐怕也没有几个吧。当萧炎来到任务堂交接任务的时候，过来交接的却不是获得导师了，而是一位专门负责任务堂大权的斗王长老。这位长老看到萧炎的时候，眼中也是露出了些许的不可置信，最后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有些神色复杂的看着萧炎。小家伙，7000功劳学分，啧，这些恐怕够你兑换一门很不错的玄阶高级斗技了。对于这位长老的说法，萧炎却是轻轻摇头，笑了笑道：麻烦长老给我兑换成火能吧。兑换成火能？那名长老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最后才若有所思地看着萧炎点了点头。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这才刚进入内院，手里就拥有1400点的火能了。对于萧炎这种人物，如何得知内院是以火能为通用货币，他倒是一点也不惊奇。不过当看到萧炎手中有了这般庞大的火能之后，就算是他也是忍不住的有些羡慕。很多在内院混了4、5年的老学员，手里的火能加起来怕也没有这么多吧。不过想起萧炎完成的那个诡异任务，他也是有所释怀了。既然你打算要火能，那我回去就给你办理一下，等你将来进了内院，再到内院的任务堂提取就是了。内院也是有任务堂的，不过内院的任务堂却都是地阶任务和天阶任务。由于天阶任务太难完成，而地阶任务往往一出现就会被疯抢，所以也导致内院任务堂接取的人并不多。这也是萧炎前世对于任务堂没什么印象的原因。那便谢谢长老了。萧炎笑着对着长老拱了拱手，然后才笑呵呵离开。望着萧炎离开的背影，那长老却是忍不住轻叹一声，神色略微有些凝重。这小家伙真是不简单啊。入夜，迦南楼灯光璀璨的水晶灯照耀之下，一群盘门成员热闹地凑在一起，吃着用魔兽肉做成的美味菜肴，喝着手中的美酒。不过虽然吃得很开心，但他们的目光此刻却都是有些灼热地看着萧炎。炎哥儿，你终于回来了。炎哥儿，这才2个月的时间，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已经到了大斗师巅峰了？
严哥儿，这杯我敬你，恭喜你平安归来。一群盘门学员有些兴奋地看着萧炎，而萧炎的目光却是笑盈盈地看着他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想必你们身上的药液都是不够用了吧？听到萧炎的话，那些学员也是纷纷讪笑着点了点头。对于这些家伙的表现，萧炎也是不再多说，只是淡淡的吩咐道：吃完这顿饭之后都回去准备一下，我走之前接下的那个天阶任务可是还没做呢。3天之后我们出发。听到萧炎的话之后，一群学员脸上的光亮在这一刻也是骤然变得十分精彩，紧接着便是纷纷有些高兴地冲着萧炎敬酒。3天后，一支足足39人队伍便是在一些学员不经意的目光当中再度离开。不过在他们离开之后，许多学员却是又忍不住轻轻叹息了起来。哎，萧炎一回来，这些家伙又开始出去做任务了。听说他们这次去执行天阶任务了。天阶任务啊，这要是能做成了，那得有多少积分的奖励啊！自从这些家伙跟了萧炎之后，他们的修行速度便是比起之前都要快了许多。你们说，今年的内院选拔赛，这39个家伙不会都有机会进入内院吧？难说，不过恐怕至少有35人可以进入内院了。众人议论纷纷，而在天空之上，火长老也是略微露出几分担忧之色的望着这一群渐渐消失在学院当中的年轻人。这小家伙一回来就不安分，这才3天的时间就开始带着这些小家伙去执行天阶任务了。对于火长老的担忧，虎钳却是无所谓的摇了摇头。放心吧，这小家伙的底牌恐怕比我们知道的还要多，这些孩子跟着他出去不会出现太大危险的。一想到萧炎背后的师门连魂殿都敢招惹，虎钳便是不觉这些家伙会有什么危险了。对于今年的内院选拔赛，他也是觉得没有什么悬念了。不过比起已经有了定数的内院选拔赛，虎钳倒是很想看看今年的火能猎捕赛能有多精彩。一行人在离开迦南学院之后，便是一路朝着黑角域的西部方向赶路。这次出行，萧炎并没有带着薛儿4人，而只是带了除去自己之外的38位老生。这38人当中，如今实力最强的林修崖已经是5星大斗师，而实力最弱的也都达到了斗师巅峰。而且这些家伙还是人手都有着玄阶斗技在身，这样一支力量对付那所谓的嗜血佣兵团，只要萧炎将那斗灵级别的团长解决了，虽然还有些费事，但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毕竟如今的盘门当中已经有了足足17位大斗师，这般数目简直就是比嗜血佣兵团的大斗师数量还要多了1倍。至于那些斗师巅峰，却也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那嗜血佣兵团便是处于黑角域较为靠西的血域当中，此地方圆数百里的范围都是被萧炎所熟悉的一个势力所统治着。血宗，一个放在这混乱邪恶的黑角域当中都称得上是邪恶的宗门。血宗高层当中所修炼的功法，皆是以人血为修炼资源，不可谓不残忍。对于这个宗门，萧炎也向来是颇为反感。而血宗宗主范劳在前世也是被萧炎直接焚烧成了灰烬。那嗜血佣兵团说是血宗当中的一个弟子创建的，实际上便是与血宗手下的一个势力无异。毕竟血宗虽然残忍强大，但也总不能一直正大光明的去掠夺人口、杀人取血。因此血宗麾下实际上是有着多种手段，以阴险方式蛊惑黑角域的人沦为他们的血缘。在这众多罪恶手段当中，还是以嗜血佣兵团最为明显，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去杀人取血。也正是因此，迦南学院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将这嗜血佣兵团标注在任务堂当中，毕竟后者是不被血宗明白承认的。血宗的位置距离迦南学院足足有着700-800里的距离，不过这种距离对于如今的盘门众人而言也并不算遥远，仅仅是2天的时间，一行人便是已经赶到了血域的范围。进入血域之后，即便是很多学员早就见识过黑角域的险恶了，但依旧是被血域的血腥给狠狠恶心了一下。在这血域当中，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厮杀的情况。若是如此也就罢了，毕竟整个黑角域都是这样。但是真正令人心生寒意的，还是这里经常有着一个个赌场、青楼，甚至是饭店之类的地方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身穿血袍的家伙，会带着一些外面来的人离开。尤其是赌场当中，几乎每一个赌输的赌徒，下场都是被一名血袍人给带走。至于对方的下场，很多熟悉血宗的学员都是已经猜测出来了。当萧炎一行人进入血域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血域当中的行人神色不善地盯着他们。不过在一名大斗师强者被林修崖一剑洞穿了脑袋之后，这些人的目光才收敛了许多。大斗师放在血域当中虽然不是什么强者，但也不算弱了，只要不是被血宗的人抓到什么把柄，还是可以有立足之地的。真是个恶心的宗门，等我将来修为有成，一定要回来灭了这里。一行人找了一个客栈，在将不长眼的掌柜腿打断之后，这才安稳地住下。不必将来修为有成，等你们这些人的修为全部达到斗灵之后，我就带你们过来将血宗剿灭。
萧炎的神色也是有些不好看。前世他便是知道血宗挺恶心的，但真正到了对方的地盘，才发现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恶心。黑角域别的势力虽然也是烧杀抢掠极为常见，但对方盯上的也只是你的财物或是宝物，像血宗这般连你的血液都给盯上的，的确是不多见。也正是如此，才导致这血域是黑角域当中最为险恶的地方之一。当然，血宗的人虽然会想着各种办法打你血液的主意，但他们大多还是会找一些理由的。若是一点理由都没有的话，那怕是早就犯了整个黑角域的众怒。饶是如此，这里也依旧每天有着不少人会死去。这种情况，萧炎等人也是没有过多理会，只是静静地等待着那所谓嗜血佣兵团的消息。为了这个消息，他们一路上都是拷打了好几个血域的斗师才得到。而这家客栈的老板在找他们麻烦不成之后，也是被一名学员拷打一番，这才供出了许多关于嗜血佣兵团的消息。3天后，伴随着一阵马蹄声的轰鸣之声响起，一直不怎么出门的萧炎等人此刻也是个个睁开双眼。只见他们一个个身姿轻盈地跳到客栈房顶，一眼望去便是看到数十名骑着高头大马，宛如马匪一般的家伙朝着一个方向疾驰而去。在他们的马匹之上，还有着一个个被劫掠的男女，满脸绝望地被绑在马匹之上。有那么2人右臂已经被横刀切断，脸色无比的苍白。望着这一幕，许多人更是脸色阴沉，正要动手，萧炎却是轻轻摆了摆手，对着身后一群人轻声道：“跟上。”听到萧炎的话，一群学员都是微微一怔，这才轻轻点头，彼此对视一眼，都是迅速跟了上去。若是在此地就将这些家伙斩杀了，那倒是不好寻找嗜血佣兵团的位置了。好在这支队伍当中的强者并不多，最强者也不过只是一名斗师巅峰，萧炎等人又刻意保持了一段距离，所以这些家伙也是并未发现。一行人就这么一路跟随，足足走了30多里之后，这些如同马匪一般的家伙终于是在一处山寨脚下停下。而在这山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那一刻，许多学员的神色便是再度微微一变，眼中有着寒光闪烁。此刻的他们距离这一处山寨足足有着数百丈的距离，可是即便是隔着这般遥远的距离，都是能够明显的嗅到一道血腥味道。在那山寨门口的几根柱子之上，甚至还有着几具干尸悬挂，死状凄惨，一看便是被抽干了身上的血液。这嗜血佣兵团，当真是该死！望着这一幕，已经是有着几个学员神色变得无比的阴沉。能够在迦南学院混到这个程度，他们当中也没有几个心慈手软之辈，但在看到这嗜血佣兵团门口的种种惨状之后，彼此心中都是隐隐有着杀意弥漫。调整一下气息，等会儿我负责解决那嗜血佣兵团的团长，你们负责解决其他人。萧炎嘴角也是泛起一抹冷笑，血宗的一番作为，早就算是堕入了魔道，与那域外邪族相比，也是强不到哪里去了。等到众人状态调整到巅峰状态之后，萧炎便是不再犹豫，大手一挥道：“动手！”话音落下，30多道身影便是如同蝗虫一般纷纷跳跃出来，仅仅几个闪身，便是已经接近了这一山寨。山寨上方，2名斗师级别的强者在看到忽然有着数十道身影朝着自己的方向疾驰而来，刚刚发出一声警惕的尖叫，便是被2道火焰化作的长枪直接穿透。长枪穿过，2人惨叫都没有发出多少，便是在片刻后化作了灰烬。不过他们的尖叫终归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当萧炎一行人赶到这里的时候，那些嗜血佣兵团的人也终于是做好了准备，一个个都是面色不善的从山寨当中走了出来。短短片刻，便是有着密密麻麻数百人走了出来。对于这一幕，萧炎神色没有丝毫的变化，反倒是满意的点了点头。他之所以让那2个家伙发出警告，就是因为若是直接偷袭的话，对于这些盘门的成员所起到的魔力效果就不大了。只有这般数量的佣兵，才能让这些学员尽情厮杀，好好磨砺一番。心中如此想着，他已经是宛如一道陨石一般，重重地砸在了一名斗师的面前。一拳轰出，那名斗师的武器当场断裂，胸口都是被萧炎轰得直接塌陷，中途砸倒了几人之后，直接死去。你们是什么人？见到萧炎的手段之后，那为首的一名大斗师也是脸色微变，发出一声怒吼。可惜他话音刚刚落下，便是又有着数十人从天而降。这数十人当中，气息最差的都是达到了斗师巅峰，而且个个身怀玄阶斗技。仅仅落地一瞬间的冲锋，便是令嗜血佣兵团的数十人当场陨落重伤。不过就在这数十人陨落重伤的那一刻，一道血色身影却是从山洞当中闪电一般的冲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萧炎的面前。那速度之快，令很多人甚至有些看不清他的模样。此人就如此带着极为可怕的速度，在眨眼之间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手中一杆血色长矛带着可怕的劲气，朝着萧炎胸口狠狠刺了过去。敢在我嗜血佣兵团的地盘上闹事，你们找死不成！凶厉的声音响彻山寨。然而不等这声音响彻完毕，
众人便是看到一把漆黑巨齿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只听得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之声，那一杆看上去威力可怕的血色长枪便是就这么被萧炎轻松地拦在了面前。这一刻，整个嗜血佣兵团的人都是微微一怔，脸上露出一抹惊骇的神色。而此刻那手持血色长矛站在萧炎面前的高大男子，此刻也是脸色微变。他方才的攻势便是寻常的斗灵强者遇到之后都只能暂避锋芒，面前这个看上去似乎还没有成年的小子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挡住他的攻击，此人的实力的确是令人忌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袭击我嗜血佣兵团？在见到一击之下并未对萧炎造成什么损伤之后，那男子缓缓退后2步，神色却是渐渐地凝重起来。虽然萧炎一伙人的数量很少，可他却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强者质量却是很高。对于这男子的询问，萧炎却是没有回答，反倒是一脸笑容地望着面前的中年男子。你就是嗜血佣兵团的团长范建？看此人身上的气息，的确是4星斗灵左右的实力。听到萧炎的问话，那高大男子眉头微微皱起，一张充斥着些许病态苍白的脸庞之上露出一抹警惕，最后才缓缓地开口：正是，虽然不知道阁下到底是何方势力的高手，但在这血域当中招惹我嗜血佣兵团，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啊。想必阁下也是知晓我嗜血佣兵团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吧？说到背后的势力，范建脸上的不安之色也是终于缓和了几分。在这血域当中，还没有几个人有实力与血宗为敌。然而听到他的话语之后，萧炎却是忍不住地笑了起来。既然你承认了你是范建就好，你们嗜血佣兵团作恶多端，今日我们便是要将你们嗜血佣兵团给抹掉。话音落下，萧炎已经是不再犹豫，而是望着盘门成员笑呵呵地说道：我来拖住这个家伙，你们动手。话音落下，萧炎的身形已经是欺身而进，朝着那范建狠狠地轰击了过去。而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原本出现了短暂寂静的战场，此刻便是骤然再度杀气翻腾起来。盘门的成员在得到萧炎的命令之后，几乎是在瞬间3、5成群的结成一个个小队，宛如绞肉机一般的在嗜血佣兵团的队伍当中厮杀了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是同级当中的佼佼者，彼此再配合起来，那实力便是更加强大。而嗜血佣兵团当中虽然人数众多，但论起质量却是远不如盘门。很快便是有一个个斗师强者死在他的手中，就连那8位大斗师级别的副团长此刻也被林修崖等人给轻松拖住。像林修崖这些家伙，虽然一个个都只是4星、5星级别的大斗师，可无论是斗气的精纯程度还是斗技的搭配，都远超同级强者。因此即便是1对1的挑战修为比自己高了2、3星的强者，他们也是怡然不惧。2个月前的盘门想要对付这嗜血佣兵团，或许还有着些许的困难，可如今盘门当中单单是大斗师都是有着足17位之多，虽然数量较少，可对付这些家伙却是如同杀鸡屠狗一般简单。仅仅半炷香的时间里，那嗜血佣兵团的强者便是已经有着半数陨落，而迦南学院的学员却仅仅只是服用了1枚回气丹之后，便是再度出手厮杀。望着自己的手下不断变少，那范建此刻却是丝毫不敢分心，而是一脸凝重地对付着萧炎的出招。在吞噬了海心焰之后，萧炎的斗气本就达到了9星大斗师巅峰，其斗气精纯程度更是常人的10倍，单单是斗气赋予的力量便是不弱于这范建，而他的战斗经验更是令范建难以招架。即便萧炎没有动用任何手段，单纯的斗气攻击都是令范建有苦难言。他甚至感觉这家伙简直就是在戏耍自己，如果他想，那便是绝对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击败自己。余光感受着自己不断殒命的手下，在看到自己手下已经伤亡过半之后，范建的神色终于是忍不住的愤怒了起来。混蛋，你难道不知道我嗜血佣兵团的身后是血宗吗？今日将嗜血佣兵团灭了，来日血宗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对于这家伙的威胁，萧炎却是毫不在意的一拳打在范建的手臂上，令他手臂顿时酸痛无比。这一点就不用你提醒了，就算血宗不来找我们报复，有时间我也会带人过去把血宗剿灭掉的。当听到萧炎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那范建都是忍不住瞳孔微微缩起，而这时他的身后却是有着几道破风之声响起。范建神色一变，脚步诡异的扭动2下，硬抗了一道水蓝色的斗气攻击之后疯狂闪退，而在其身后已经有着几道身影朝他包围过来。炎哥儿，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了。几名盘门的大斗师的声音响起，他们这些家伙对付不了那些大斗师，也只能找去击杀那些斗师层次的成员了。可他们屠杀那些斗师简直是如同杀鸡屠狗，很快便是轻松斩杀了大半的嗜血佣兵团成员。此刻他们也算是空出手来，将目光放在了那范建的身上。你们给我等着，血宗不会放过你们的。眼见情况不对，
范建忽然怒吼一声，体表忽然有着血光燃烧，然后速度瞬间骤增了数倍，下一刻便是朝着山寨之外冲出。不好，他想跑！见到范建逃跑，几名学员神色微变，却不敢阻拦范建。他们也只是1星2星大斗师的实力，帮着萧炎偷袭干扰一下这家伙还行，但要是硬碰硬，他们可没有这个胆子。不过眼见范建就要逃离，他们却是诡异的发现萧炎的身影忽然变得虚幻了起来。混蛋，等老子回到宗门，一定要带着宗门长老将你们全部抓回去，炼制成血奴！范建一边逃跑，心中一边嘶吼着。不过就在他快要冲出这山寨的时候，身后却是有着一道淡淡的笑声响起：“还是留在这里吧。”话音落下，他便是感到背后忽然变得炽热无比，下一刻，一道燃烧着绚丽火焰的手掌便是骤然穿透了他的胸膛。你！范建不可置信地回过头，看着从自己胸膛穿透的修长手掌，眼神却是渐渐暗淡了下去。而萧炎身后正跟随而来的几名学员，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忍不住再度瞳孔微缩。一个小小的斗灵，还能从我手中逃掉了不成？望着那双目当中充斥着不可置信，眼神渐渐暗淡的范建，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下一刻，他手掌之上的绚丽火焰便是将对方的整个身躯都是给包裹了起来。吃吃！伴随着几声焚烧的声音响起，萧炎手掌轻轻一抖动，那范建的身躯便是在这一刻直接崩碎，最后化作道道灰烬，随风吹散。望着这一幕，那些想要出手帮助萧炎的众多学员，此刻都是有些茫然地看了萧炎一眼，最后眼中露出了几分敬畏的神色。这位嗜血佣兵团的团长，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4星斗灵啊！可是对方就这么轻易地被萧炎给击杀了。方才他们混战的时候，便是看到萧炎隐隐在压制着这家伙。本以为萧炎能以9星大斗师的实力压制一位4星斗灵已经足够惊人了，可到现在他们才真正的明白，原来方才的萧炎一直是在戏耍这个家伙，而萧炎真正的实力却是可以一招击杀。想到这里，众人心中都是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了起来。望着这些家伙的表情，萧炎却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随意的在那范建化作的一堆灰烬当中略微摸索，取出了一枚掉落在地上的那剑。方才之所以留着范建一命，主要就是因为他不想在一招杀死范建之后，让嗜血佣兵团的人失去搏命的勇气，否则对于这些盘门的成员们来说便是没有了魔力的效果。而此刻伴随着嗜血佣兵团的人数越来越少，范建自然是没有了存活下去的必要了。随着范建被萧炎一招击杀，那本就残余不多的嗜血佣兵团成员在这一刻也是骤然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有些人已经是在拼命求饶，但盘门的人显然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这嗜血佣兵团在成立以来，几乎是每年都有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他们的手中。这个罪恶的佣兵团当中，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死的冤枉的。因此在范建陨落之后，盘门之人并没有丝毫的留手，很快便是将他们尽数斩杀。直到将整个嗜血佣兵团都给清理干净之后，林修崖才整顿众人集合到了萧炎的面前。只是他们此刻望向萧炎的眼神却都是十分的复杂。自从认识萧炎之后，他们这几个月的时间可谓是实力大增，彼此都是有了不小的进步。可是这种进步在如今的萧炎面前看来，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了。即便是众人已经适应了萧炎所带来的种种变态和不可思议，但是在看到对方一招杀死一名斗灵强者之后，还是不由得有些懵逼。不要把目光都放在我身上了，赶紧收拾战利品吧。望着众人这般眼神，萧炎也是有些无奈的笑了笑，吩咐他们赶紧将战场打扫一下。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一群人这才眼中微微有了些许的亮光，彼此对视一眼之后，便是开始搜刮这嗜血佣兵团当中的战利品。作为一个拥有斗灵强者坐镇，甚至背靠血宗的大型佣兵团，嗜血佣兵团所积累的财富，还是足以令这些盘门的家伙都略微有些心动的。一战下来，仅仅是那届他们都缴获了足足10多个。而在冲入嗜血佣兵团的山寨内部之后，他们所缴获的物资更是十分丰富。因为这个强盗势力长期劫掠，所以积累的各种金币、丹药，甚至兵器魔盒数量都是十分众多，其中甚至还有不少珍稀草药。这些物资若是全部卖出去，怕是足以超过200万金币。这笔财富已经足以令盘门众人炼制出可以修炼到内院选拔赛之前的药液了。不过在缴获了如此庞大的一笔财富之后，这些人的神色却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般高兴。就连萧炎在跟随着他们来到嗜血佣兵团的内部之后，神色也是微微阴沉了下来。因为在这嗜血佣兵团的内部，赫然是有着一具具的尸骨横列，而在最中央的位置，甚至有着一道充斥着腥臭气息的血潭。毫无疑问，这数丈大小的血潭，其中所存放的都是人血。嗜血佣兵团的高层本质上都是血宗弟子罢了，
仅仅这些家伙修炼，便是需要如此之多的人血，足以想象整个血宗这些年会夺取多少人的性命，吸掉多少人的人血。这血宗当真是万恶不赦。许多盘门的众人看着这一幕，眼中都是掠过一抹杀意，而萧炎的眼中也是同样带着一抹杀意。他们随意解放了许多被关押在这里的男女，这些人的神智此刻都是有些恍惚，也不知道这些时日里到底经受了怎样的折磨。还有那些被他们刚劫掠来的一行人，萧炎也是吩咐众人给了他们一笔钱，令他们赶快离开。等到将这些可怜的家伙全部驱散之后，萧炎才吩咐众人离开山寨。望着这片由鲜血著称的罪恶之地，萧炎神色略微有些阴沉，最后屈指一弹，一道绚丽火苗落在地面，很快便是将整座山寨都给蔓延开来。片刻之后，随着萧炎的离去，整座山寨都是陷入绚丽的火海当中，最后伴随着那血腥气息一同化作灰烬。炎哥儿，这血宗当真是该死。是啊，这黑角域虽然一直都是如此的混乱，可做事残忍如血宗这般的，终究还是太少了一些。回去的途中，一众盘门众人的脸上显然也都是带着一些杀意。听到他们的话语，萧炎却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说道：回去之后都给我好好修炼，有了这次的缴获，你们所需要的药液应该足够修炼到内院选拔赛了。等将来到了内院，我会对你们进行更加残酷的训练，争取让你们1年之内全部晋升到斗灵。听到萧炎的话，一群人原本脸上都是浮现了一抹笑容，毕竟此行恶心到了自己，但他们彼此缴获到的资源也的确是不少，而且回到学院之后，他们更是可以得到不少的奖励。在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很多人怕是都能得到一套自己心仪的斗技了。然而在听到萧炎后面的打算之后，他们的脸上却都是露出了一抹愕然之色。炎哥儿，你真的要带着我们灭掉血宗吗？一群人都是有些情不自禁地看着萧炎，他们可都是清晰地记得萧炎曾经说过，等到他们全部晋升斗灵之后，便是要带着他们覆灭血宗。你们以为我在说着玩吗？萧炎有些淡漠地看了那名满脸不可思议的学员，望着他这副模样，一群学员先是满脸的不可思议，然后各自的脸上便是纷纷露出了一抹狂热之色。这血宗可是放眼整个黑角域也能排得上号的势力啊，其中更是有着一位货真价实的斗皇强者坐镇。可是萧炎竟然说要带着他们灭掉血宗，这样的壮举便是放在迦南学院的内院当中也是极少出现的吧。虽然心中有些忐忑，但是见识到萧炎一次又一次奇迹的众人，在听到萧炎如此说之后，却都是感觉此事并非不可能的。一想到自己的学业生涯当中都是有机会剿灭一个拥有着斗皇强者的势力，这些家伙的眼睛此刻都是带着兴奋的光芒。不管他们如何的沉稳，如何的天才，终究都只不过是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而已，心中对于干一番大事业都是有着巨大的向往。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能帮你们的已经够尽力了。诸位，倘若在内院选拔赛之前都是达不到大斗师的话，那我盘门可丢不起这个人了。萧炎神色扫过那一群斗师巅峰的学员，众人脸上先是愕然，旋即便是露出了一丝愧疚之色。门主，炎哥儿，我们一定努力。听到他们这般说法，萧炎这才略微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低声道：我们回去。伴随着一行人的回归，众人在火急火燎的前往任务堂交接了任务之后，便是个个都迅速回到自己的住处苦修了起来。完成这趟任务之后，众人不但凑够了修炼所需要的财富，更是连功劳学分都再度增加了不少。很多学员在这一趟回归之后，便是纷纷前往藏经阁兑换适合自己的功法斗技，然后便是前往炼药系找韩显等人拿了药液之后，回到自己的地盘修炼起来。而萧炎在回到自己那里之后，在与薰儿短暂温存之后，也是开始进入到了修炼状态。经历了这次战斗之后，盘门当中有着3位斗师巅峰的学员有所感悟，也是迅速突破到了大斗师的层次。接下来的时间里，在2种药液的帮助之下，盘门众人也是在以旁人3倍的速度快速修炼着。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便是一个个陆续突破到了大斗师的层次。甚至于就算是虎家吴昊和萧玉，在有了萧炎的帮助之后，也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突破到了斗师级别。不过虽然他们侥幸突破到了斗师，却距离进入内院终究还是有着一些距离。今年的内院大比，他们或许便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距离内院大比的时间也是越发的接近，眨眼之间便是只剩下了半个月的时间。而也就是在这一天，位于迦南城之外那原始森林当中，一道属于萧炎的强大气息却是在此刻骤然爆发。与之一同爆发的，还有着属于萧炎的浩瀚灵魂力量。这灵魂力量溢散出的那一刻，许多外院的长老都是被惊动了。好在这灵魂力量仅仅爆发了一瞬，便是迅速回到了萧炎的体内。而此刻，萧炎也是缓缓地睁开眼睛，在他元神法身的体内，那原本棱角分明的斗晶已经化作了一道长着9根尖刺的斗气海胆。斗灵！当萧炎正式迈入这一境界的那一刻，
他便是再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肉身在经历了2种异火的日夜淬炼之下，早已强横无比，又得到了突破斗灵那一瞬间的庞大滋养。到了这一刻，他仅仅凭借着肉身之力，便是足以抗衡5星6星级别的斗灵强者。而伴随着他的肉身越发的强大，他的灵魂力量也终于是在这越发强悍容器的承载之下，变得强横无比。在这一刻，萧炎的灵魂力量已经足以与寻常的7品炼药师相媲美。如果说之前的萧炎只能靠着各种手段有把握拼死一名斗皇强者的话，那他此刻便是绝对可以拼死一位初级斗宗。而若是遇到斗皇，哪怕他现在只有斗灵的实力，单凭那可怕的灵魂力量，便是足以轻松压制一位高阶斗皇。同时，随着他的灵魂力量再度壮大，他对斗气大陆的所有记忆已经是彻底的完整记忆，甚至脑海当中已经隐隐有了许多大千世界的法门也渐渐开始恢复。到了这一步，萧炎在重生以来才算是真正的恢复了一丝实力。而现在的他，即便是不借助药老的力量，在这斗尊强者都极为罕见的西北大陆当中，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威胁到他了。感受着体内那渐渐澎湃的斗气，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强横的灵魂力量在感受到朝着自己疾驰而来的数道身影之后，萧炎微微一笑，身形一阵抖动，便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等到萧炎消失了片刻之后，远处才有着几道施展着斗气双翼的老者出现在了萧炎消失的地方。方才那道波动，你们都是感受到了？天空之上，虎钳神色略微有些凝重地望着那道可怕灵魂波动传来的方向。感受到了，那道灵魂波动的主人，其灵魂力量绝对比费氏主任还要强大。在虎钳的身边，火长老此刻也是一脸凝重地看着萧炎消失的方向。听到他的话语，几名外院的长老都是有些神色凝重地望着这里，脸上露出一抹错愕。炼药系的系主任费氏，那可是在6品高级当中都极为强横的一位炼药师。放眼整个黑角域，除了极个别隐姓埋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7品炼药师，6品炼药师当中也唯有那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未曾出现的药皇寒风能够压他一头。可火长老却说，那人的灵魂力量比费氏还要强许多，莫非此人也是一名7品炼药师不成？望着众人这副模样，虎钳也是双眼微微眯起，最后才不由得摇了摇头。罢了，这位对于我们迦南学院或许并没有什么恶意，大家最近注意一下就好。听到虎钳的话语，众人也是不由得微微点头。如果没必要，他们自然是不愿意跟一位有可能是7品的炼药师为敌。这样的人物，放眼整个西北大陆都已经是近乎巅峰的大人物了。就算是迦南学院在不动用底蕴的情况下，遇到这种人也要头疼无比。望着众人这副担忧的模样，虎钳却是将目光看向了身后的迦南学院当中，心中略微有了一些思索。这种动静，或许便是萧炎背后的师门所搞出来的吧。在这些老家伙还在思考这可怕灵魂波动到底是谁搞出来的时候，这道波动的引起者此刻却是已经化作一道残影，在学院当中连续清点。突破斗灵之后，萧炎的实力比起之前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与之一同提升的还有他的速度。只见他脚下时不时有着一缕绚丽火光闪过，下一刻身形便是已经出现在了数十米之外。这种力量渐渐恢复的感觉倒是蛮不错的。萧炎目光望着内院的方向，眼中隐隐有着一丝期待。虽然现在的他有着颇为不弱的力量了，但距离真正的恢复终究还是有着太遥远的距离。而2种异火所能带给他的手段虽然多了不少，但比起他所拥有的手段而言，却也只能算是9牛1毛。唯有吞噬了陨落星炎，手中拥有了3种异火之后，他的诸多手段才能真正施展。几道残影掠过，萧炎的身影已经是再度出现在了自己的小别墅当中。不过回来之后，他却是惊讶地发现，薰儿和萧玉竟然并不在这里。因为突破到了斗灵层次的原因，萧炎也是难得的心情不错，坐下来泡上了一壶热茶。就这般闲情雅致的喝了半个小时之后，薰儿和萧玉2人也终于是回来了。萧炎哥哥，你回来了。见到萧炎的那一刻，薰儿总是会情不自禁的雀跃。无论是萧炎离开多久，是10天半个月，还是1、2个时辰，他心中都会升起些许的眷恋。望着小妮子愈发动人的俏脸，萧炎嘴角露出一抹温纯的笑容。薰儿，你似乎已经突破到6星斗师了吧？听到萧炎的话语，薰儿小脸上也是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轻声笑道：倒是什么都瞒不过萧炎哥哥。站在萧炎身后的萧玉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又是嘴角忍不住的抽搐了一下。算算时间，他们一行人来到迦南学院已经8个多月了，若是算上路程，那便是整整10个月。10个月的时间里，萧玉每天都是拼命的修炼，加上萧炎给予的各种神奇药液，才费力的从4星斗者突破到了斗师的层次。可是同样的条件之下，薰儿却是已经从5星斗者一路狂跳到了6星斗者，说是1个月1颗星都是有些慢了。这般速度，除了面前的萧炎之外，即便是林修雅等人都是望尘莫及。
每次提到修为的提升，他们除了对于萧炎目瞪口呆之外，便是对薰儿也十分的震撼。唯有萧炎望向薰儿的目光充满了温和与宠溺，这才是薰儿这个古族神女应该拥有的修炼速度。前世的时候，这小妮子为了保护自己那看似脆弱的自尊心，也不知道到底隐藏了多少的实力。而这一世，她俨然是无需再如此做，萧炎也不愿意再看到她这般做。这一世，他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孩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那光彩必然将是无比璀璨，足以令很多人睁不开眼睛。望着那巧笑嫣然的少女，萧炎嘴角也是勾起一抹笑容。薰儿，晚上我会去你房间一趟。这话音落下，原本还喝着茶水的两女顿时微微僵硬，下一刻萧玉便是一口茶水喷出。如果不是萧炎用斗气将这些茶水蒸发，那便是喷到他的脸上了。而一旁的薰儿在经过片刻的呆愣之后，一抹红润便是迅速从他的脸庞浮现，眨眼间便是如同染血一般染红了他的耳根和脖颈。萧炎哥哥，我……薰儿玉手纠缠在一起，脸上露出一抹犹豫和不安。不等他继续开口，萧玉便是已经叉着腰骂了起来：萧炎，你果然是色心不改！薰儿才多大的年纪啊，你竟然就对他有了这种想法，你简直就是畜生啊！萧玉一脸悲愤地看着自己这个表弟，果然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他的色是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了。不过今天只要有我萧玉在，你小子就别想得逞。萧玉正要继续教育，便是看到萧炎脸色有些发黑地看着他，有些不悦地说道：我刚刚炼制了一枚丹药，需要我辅助才能帮助薰儿炼化，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听到萧炎的话之后，萧玉原本色厉生查的气势忽然降低了许多，最后终于是有些理不直气不壮地说道：哦，原来是这样啊。说完，他似是想起来什么，又叉着腰说道：帮忙炼化丹药就炼化丹药呗，你直接说不就完了，搞得这么神神秘秘，还以为你要做什么少儿不宜的事情。我也没有想到某人的脑子里面都是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啊。萧炎有些无语地摇了摇头，最后看向那终于不再紧张，只是小脸依旧通红的薰儿，轻声笑道：妮子，今天下午就不要修炼了，好好休息一下，我这里有一枚丹药，刚好助你一臂之力。闻言，薰儿却是依旧没有说话，只是有些害羞地点了点头。见他这副模样，萧炎也只能是笑了笑，没有再多说什么。直到夜深人静，天地间的气温都是微微降低了几分之后，萧炎才进入到了薰儿的房间。在进入这房间之前，他眼角微微一瞥，却发现角落当中正有着一双眼睛，正好奇地盯着自己。这个八卦的女人。萧炎无奈地叹了口气，最后才无语地走进薰儿的房间。随着萧炎关上房门，躲在阴暗角落当中的萧玉顿时蹑手蹑脚地走到薰儿的门外不远处，然后悄悄地将耳朵贴在墙上。对于他这般动作，萧炎自然是心知肚明，不过他也是懒得理会，只是看着那盘坐在床榻上脸色有些羞红的小妮子，不由得有些好笑。薰儿的闺房他也是没少来了，不过这么晚过来还是第一次。轻轻嗅着房间当中的檀香以及其中混杂的淡淡的少女体香，萧炎这才笑盈盈地从纳戒当中掏出一枚丹药。只见这丹药通体呈现出一种玉质的紫色，宛如一块上好的紫玉雕琢成的珠子一般。而在这紫玉一般晶莹的丹药表面，还有着一蓝一彩两种火焰纹路缠绕，令这本就卖相不凡的丹药更是多了几分美丽。如果抛开其丹药的功能不谈，这丹药的模样倒是可以当做艺术品珍藏了。而薰儿在看到这丹药之后，原本有些羞红的小脸上却是骤然露出了一抹惊异之色。萧炎哥哥，这难道是6品丹药不成？听到小妮子如此轻松地看出了这丹药的品级，便是萧炎都是有些惊讶，最后才有些笑眯眯地点了点头。不错，这的确是一枚6品丹药，名为紫玉双岩丹。紫玉双岩丹。闻言，薰儿也是微微一愣，显然即便是以他的见识，也是未曾听说过这种丹药。望着他这副呆呆的可爱模样，萧炎忍不住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服下这枚丹药之后，会有异火的力量帮助你淬炼身体，同时还能对你的斗气进一步精炼。而且由于你现在的实力还比较弱，所以这丹药当中多余的能量应该足够你突破2星左右的修为了。听到萧炎的话语，薰儿俏脸之上露出一抹惊讶，这才轻声笑着说道：萧炎哥哥出手还真是大方呢，这可是一枚6品丹药啊。听到这妮子如此调侃自己，萧炎也是咧嘴一笑，轻轻捏了捏她的小脸道：只要你喜欢，我以后还可以炼制地品丹药给你吃。听到萧炎这句话，薰儿都是微微一怔，旋即轻声笑道：我相信萧炎哥哥将来一定能炼制出地品丹药的。听到薰儿带着几分笑意的话语，萧炎轻轻笑着摇了摇头：快点吃了吧，待会儿2种异火淬炼身体的过程可能会略微有些痛苦，我帮你镇压一下。地品丹药而已，将来给你当糖豆吃。萧炎心中默默想着，所谓的地品丹药
在大千世界当中，也不过就是天至尊级别的强者所使用的丹药而已。当年他与魂天帝费尽心思，彼此抢夺的地品除丹，在他后面成为圣品天至尊乃至主宰之后，也不过是一枚不算罕见的丹药罢了。听到萧炎的话，薰儿这才笑着点了点头，接过萧炎手中的精美如艺术品的丹药，最后毫不犹豫地将这丹药吞入口中。丹药入口之后，薰儿的小脸也是瞬间变得红润了许多。片刻之后，便是有着香汗从额头渗出。这紫玉双颜丹是萧炎自己推演出的一种药方，内里酝酿了颇为庞大的能量，对于只有斗师级别的薰儿而言，若是炼化的不合适，甚至会有些受伤的危险。好在萧炎炼制这丹药的2种异火都是萧炎亲自炼制，控制这2种异火简直是轻而易举。望着那静静盘坐，小脸之上带着汗水的少女，萧炎也是手掌一伸，一缕火焰也是被他打入薰儿的体内。放松心神，跟着我的节奏走。萧炎轻轻低喝一声，利用自己对于异火的绝对掌控，操纵着异火和那庞大的能量，缓缓地替薰儿淬炼着身体。本以为有了这2种异火的淬炼，薰儿多少都会承受一些痛苦的，可在这2种异火淬炼的时候，一道通体金光灿灿、霸道无比的火苗却是从薰儿的体内自动延伸，最后霸道地护住其主人的身体。金地焚天炎，望着这道霸道无比的金色火苗，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随即才微微一笑，原来是一道本源子火。不过这妮子今后终究会掌握完整的金地焚天炎的。望着这霸道无比的金地焚天炎子火，萧炎咧嘴一笑，在他体内那地炎种子所化作的炎神法身在此刻却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随着炎神法身睁开双眼，那金地焚天炎的紫火在这一刻甚至都是微微一颤，最后略微有些忌惮的不敢对萧炎再有多少冒犯。望着这一幕，萧炎也只是咧嘴一笑，再度帮助薰儿炼化那紫玉双颜丹当中的庞大能量。这般炼化，眨眼便是7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天的时间里，萧炎和薰儿没有什么，萧玉倒是有些坐不住了，时不时的便是要来到薰儿房间外面听听有什么动静。在确定2人没在里面胡搞之后，才会暂时放心的拍一拍胸口。而在7天之后，萧炎终于是从薰儿的房间当中走了出来。见到萧炎走了出来，萧玉脸上立刻露出一抹惊喜的笑容。薰儿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出来？在洗澡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萧炎有些无语的看了萧玉一眼。萧玉听到之后，顿时脸色不善起来。我这能叫八卦吗？我这是关心你们。望着他这副模样，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笑了笑。没有别的事情，我也要回去清洗一下了。怎么？你难道要过来看一下吗？看着萧玉没有离开的打算，萧炎忍不住调侃道：虽然小时候不小心看了你一次，但是这次我给你个机会，允许你看回来。萧炎，做人不能太不要脸。萧玉俏脸一下子变得有些涨红，正想狠狠地掐萧炎一下，便是被对方迅速躲开了。望着那回到房间的萧炎，萧玉站在原地，最后只能是无奈地跺了跺脚。在炼化了紫玉双颜丹之后，薰儿不但斗气变得更加凝练，就连肉身也是变得更加强大。若是远远眺望，甚至能够看出她的身高都是显得更加高挑。而更为突出的则是，这丫头的实力已然是达到了8星斗师的层次。这般实力，便是放眼如今整个外院都算是接近顶尖的了。以薰儿手里的各种高阶斗技，再加上她那虽然是8星斗师，但比起寻常9星斗师巅峰都丝毫不弱的雄浑斗气，即便是不动用各种秘法和底牌，进入内院也是没有丝毫的问题。对于薰儿的这般变化，萧玉也只能是苦笑着羡慕地摇了摇头。这2个家伙果然不是一般的怪物，这才来到迦南学院第1年，便是已经有了进入内院的资格了。随着薰儿的突破，距离那所谓的内院选拔赛也是越来越近。随着这1年1度内院选拔赛的开始，许多迦南学院的学员都是隐隐变得沸腾了起来，就连很多平时不常见的导师和长老，都是在这几日的时间里纷纷走了出来。显然，这场赛事对于整个外院的学员们而言，都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随着众人的期待，7天之后，内院选拔赛正式开始。不过，在众多盘门成员各自显露出自身的本领之后，那原本兴高采烈的众人在此刻却是都诡异地沉默了下来。因为今年的内院选拔赛之上，那达到大斗师级别的强者，此刻竟然是达到了足足40人之多。望着这一幕，许多看热闹的长老们在此刻都是纷纷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一抹惊讶与喜悦。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年内院选拔赛当中，达到大斗师级别的学员怎么这么多？一些长老呼吸都是有些急促了起来，他们平时都是懒得理会一些学员的变化。很多人在完成自己的重要任务之后，便是会寻找一处地方闭关修炼，更有些甚至会前往内院。所以当他们突兀地发现今年的学员当中竟然有着足足40人达到大斗师的时候，各自的脸上也都是有些茫然与激动。要知道，在他们漫长的执教生涯当中，每一届内院选拔赛的大斗师数量好像都不会超过10个。毕竟这些学员都是如此的年轻，
能够在没有外物的辅助下，在这般年纪修炼到大斗师，已经算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可是这一届的大斗师怎么会这么多？哼，你们恐怕是不知道吧？这一届出了一个叫做萧炎的天才，那可是真正的绝世妖孽。老夫教了这么多年，可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天才。他今年好像也才14岁，但是却已经统一了外院的天才阵容。见到一些老家伙们懵逼，一些经常办事的长老则是满脸堆笑，笑盈盈地给他们介绍着萧炎的事迹。在他们这般吹嘘的时候，这场比赛却是已经开始了。内院选拔赛所采用的依旧是传统经典的对战赛，不过很多人在遇到盘门众人之后，都是干脆的当场认输。除去萧炎轩这样的怪物，寻常人想要以斗师级别的实力跨级挑战一位大斗师，往往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毕竟大家都是天才，都有玄阶斗技，甚至都有着颇为丰富的战斗经验。如此一来，那也只能看谁的斗气更加雄浑了。在这天才如云的迦南学院当中，想要越级挑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萧炎，那些学员连盘门的普通成员都不敢对战，又怎么敢跟身为盘门首领的萧炎对战呢？当初萧炎带人剿灭嗜血佣兵团的消息，可是并没有刻意隐瞒。能够走到内院选拔赛的，其实都算得上是各系的拔尖学员了。他们自然也是听说过萧炎一招就干掉一个斗灵强者的事迹，因此整个选拔赛的过程对于萧炎而言几乎就是走一个流程。无论是怎样的学员，在遇到萧炎之后都是乖乖认输。不知不觉间，萧炎便是已经成了众多学员心中一座难以跨越的高山了。当然，头铁的人永远都是不会缺少的。众多学员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选择挑战萧炎的人，正是那一心好战的林燕。此刻的林燕修为已经是达到了6星大斗师的层次，放眼整个外院，除了萧炎和林修崖之外，便是只有他与柳青修为最高了。虽然明知不是萧炎的对手，但对于好战的林燕而言，他自然是不愿意放过这个跟萧炎战斗的机会。然后在林燕和所有人目瞪口呆的目光当中，萧炎斗灵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爆发了出来。在这一刻，全场哗然，紧接着便是有无数疯狂的尖叫和呐喊从四面八方涌来。众多观看的长老们在此刻也是纷纷站起身，望着那竞技场当中追着林燕打的黑衣少年，倒吸了一口凉气。林燕，你别跑啊，你不是要跟我好好打一场吗？萧炎闲庭信步的在竞技场当中晃动，只是随意一招便是打得林燕跟皮球一样到处乱飞。严哥儿，我错了，哎，别打脸，别打脸，呵呵。观众席的首位之上，虎钳望着这一幕，嘴角忽然泛起了一抹笑容，忽然感觉今年的火能猎捕赛会很有意思啊，呵呵，何止是有意思啊！望着那场间泄露出斗灵气息的少年，一群长老彼此的脸庞都是微微抽搐。要知道，场间的那个少年可是只有14岁的年纪啊！他们这些家伙当年也算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可大多数人14岁的时候，或许连个斗者都不是吧？而面前的这个少年，竟然已经走到了斗灵的地步。这般可怕的修炼速度，纵然是放在那些大陆最为顶尖的势力当中，也要很久才能遇到吧？我迦南学院马上就要再度走出一位名震大陆的超级强者了，而且他的成就或许会比以往迦南学院的历代杰出学员都要高。一时之间，许多长老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多了几分期待。就如虎钳所说的那样，真不知道这小家伙在参与火能猎捕赛之后，这历届对于新生而言是一场灾难的赛事，这次恐怕是要变成老生的灾难了。尤其这些参与内院选拔赛的学员，整整40个大斗师，竟然有39人是盘门的成员。这次的火能猎捕赛，真的有可能是那些老生翻盘了。就在这些老头子为萧炎而感到惊叹时，那挑衅萧炎的林燕此刻已经是被萧炎一脚踹在屁股上，最后被踢下擂台。望着林燕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原本还对于萧炎实力跃跃欲试的盘门几大高手此刻都是选择了沉默。等到他们遇到萧炎的时候，此刻也是果断的选择了认输。如果不认输的话，林燕那丢人的模样恐怕就要轮到他们身上了。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不说，还要被萧炎一脚踹在屁股上，最后摔个狗吃屎，这般丢人的模样，对于他们而言，自然是不愿在众多学员的面前露脸的。萧炎，就在这样平淡无奇的普世对战当中，萧炎的名望却是在此刻再度节节攀升。放眼迦南学院，无数妙龄少女此刻几乎都是化作了他的小迷妹，那般模样就仿佛恨不得将萧炎生吞了一般，双眼都是带着星星。不过很快，这些学员的目光便是再度被一道宛如青莲一般的倩影给吸引了。这道倩影最早出现的时候，只是因为那看上去有些年轻的过分，却又已经足以冠压群芳的美貌，而令很多男学员眼前一亮。而很多女学员们在看到这道倩影之后，却是纷纷有些说不出话来。不少心思狭隘之人，此刻看向薰儿的目光已经是充满了敌意。这般年纪就已经令得无数女学员感到压力巨大了。
真想不明白，这女孩若是真正的长成了，该是何等的倾城绝色。而这个女孩到底跟谁是一对，学院当中的学员也是早就知道了这一点。也正是因此，众人才对这一对情侣充满了羡慕嫉妒。不过，对于薰儿容貌和身份的种种揣摩，很快便是随着对方所展现出来的实力而被狠狠地震惊了一下。只见这宛如青莲一般的少女，自从进入场中之后，便是一路横推，所有斗师级别的强者在面前这个少女玉手之上所散发出的金光之下，都是难以撑过一个回合。望着这一幕，原本还抱着看热闹心态的众多学员们，都是忍不住的出现了片刻的茫然，紧接着内心便是被少女所表现出的可怕实力给吓得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要知道，整个外院数万学员能够参加内院选拔赛的可仅仅只有那么300位，因此能够进入内院选拔赛的强者，即便是实力再如何的不济，那也是至少达到4星斗师的强者啊。原本以为这位名为萧薰儿的少女能够在这般年纪达到4、5星斗师，已经是极为惊艳的天赋了。可直到看到一位9星斗师都被那少女一掌击败之后，所有人都是有些坐不住了。不光是他们，就连那些学院的长老们，此刻都是再度纷纷站起。我迦南学院竟然还有一个绝世天才！虎前虎目瞪的溜圆，声音都在微微颤抖着。薰儿的信息，他自然是清楚的。这个跟萧炎青梅竹马的小丫头，在去年进入学院的时候才刚到13岁不久，算算时间，现在满打满算也只是刚到14岁。她比萧炎的年龄也仅仅只是小了半年而已。本以为她能够在13岁达到5星斗者，已经是极为了不起的天赋了。不过虽然惊艳，但却并没有令虎前激动到无以复加。毕竟薰儿过去所表现的天赋虽然十分罕见，但迦南学院每数10年都是能够遇到一位的，加上有着萧炎的光芒遮盖，令虎前下意识地忽略了这少女惊艳外表之下的恐怖天赋。直到1年之后，是10个月之后，少女随手一道金色光芒，便是将一位9星斗师级别的强者给击败之后，她才真正的意识到，原来这少女的天赋并不比那个少年差多少。刚满14岁，便是达到了8星斗师的层次，而且还不能以常理言喻。或许这丫头下一年便是跟萧炎这个家伙一样，直接跳到斗灵层次了，也未必啊。虎前惊叹一声，同级之内还堪称无敌，我迦南学院看来是要出现2个超级强者了。而且这2个小家伙还是青梅竹马，郎才女貌，真是令人叹息啊。虎前话音落下，便是看到一名盘门的大斗师强者被那少女手中散发着金光的斗技给击败了。这一刻，全场都是再度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是神色复杂，而又无比仰望的望着那宛如青莲一般神色淡然的少女。这一刻，这少女的脸庞上虽然还残留着几分稚嫩，却已经在散发着神圣的光芒，令人不由得只敢远观，却不敢心生歹念。他们心中都是苦涩的清楚，在遇到萧炎这座不可翻越、足以打碎他们道心的存在之后，这迦南学院当中也是又出现了这么一位恐怖的存在。而在他们心中五味杂陈的那一刻，那个几乎被所有人视作神女一般的美丽少女，此刻却是在落下高台之后，脚步轻点，最后快步来到了那黑衣少年的身边。在少女来到那少年身边的那一刻，那原本淡然的小脸上此刻却是骤然绽放出一抹令天地失色的绝美浅笑。而在那少女的对面，黑衣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一抹宠溺的笑容，伸手揉了揉对方的脑袋。温暖的金色阳光倾散在2人的身上，在光芒的照射下更是多了几分温馨与浪漫。在那层金色的薄纱之下，少年少女相互依偎，宛如神仙眷侣。如此温馨的场面落在众多学员的眼里，却是看得莫名的不是滋味。忽然感觉活着也没啥意思，这般无趣的 NPC 人生啊，人间不值得。一群学员纷纷对视，此刻无论是男还是女，都是感觉心中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塌了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是比人与马楼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这是一场大赛之后所有人心中的想法。以往对于林修崖这等的外院天才，他们虽然也心存敬畏，却也不至于如此的绝望。但是那一对少年少女却是这般的耀眼，也令人如此的绝望。在众人的这种想法当中，一场内院选拔赛没有什么意外的结束了。而这场大赛的冠军自然是毫无疑问的成了萧炎。林修崖、柳晴、林燕、严浩、韩月5人相继获得后5名。真正令人感到另一种震撼的，自然是以斗师级别一路打到第11名的薰儿。对于这种结果，很多人都是无可奈何，对于这2个家伙的可怕天赋再度感到了绝望。而不出萧炎预料的是，盘门的成员在选择参赛之后都是顺利通过选拔，都拥有了进入内院的资格。在内院选拔赛结束之后，令萧炎感到有些好笑的是，那排名在后面10名的学员在经过比赛之后，也是纷纷请愿想要加入盘门。对于这些家伙，萧炎倒是也没有拒绝，只是笑着让林修崖来负责这件事情。得到了萧炎的同意，那几名学员也是个个露出兴奋之色，内心对于加入盘门颇为的欣喜。毕竟
原本加入盘门的这些家伙到底有了怎样的成就，他们可都是有目共睹的。自从萧炎建立了盘门之后，很多原来与他们相差不多的学员，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都是突飞猛进，早早的达到了大斗师的层次。另外，便是萧炎所表现出的可怕潜力，也同样让这些家伙都有着结交的欲望。优秀的人总是容易得到别人的青睐。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整个外院当中有资格进入内院的成员，在这一刻也是全部被盘门吸收了进去。盘门的人数也是一跃到了50人的程度。而在进入内院之前的最后几天，所有人都是难得惬意的放松了一下。当然，在这放松之余，还有一件事情对于排名前5的学员而言却是有着巨大的诱惑，那便是进入藏经阁的机会。藏经阁那是迦南学院千年以来无数导师、长老，甚至怀着感恩之心的学员纷纷捐赠，最后构成的一道庞大底蕴。在这古老学院的底蕴当中，便是珍贵无比的地阶斗技，功法也是并不缺少，即便是运气再差，也是能够得到一道玄阶的功法斗技的。这种机遇，即便是林修崖这些家伙来自中州，也依旧是无比向往。不过令所有人都感到有些意外的却是，对于这个进入藏经阁的机会，萧炎却是轻轻摇头，表示自己并不需要。对于后者这副模样，别说是林修崖等人，便是虎钳这些家伙在听到之后都是忍不住有些懵逼。那可是有机会获得地阶功法斗技的地方啊，这家伙竟然拒绝得如此干脆。见到自己几人的连续劝说都是没用，众人这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最后按照排序将这个机会让给了韩月。对此，凭空得到一道机缘的韩月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最后一双美眸也是颇为感激地看着萧炎。萧炎，多谢了。韩月最后也不知道多说些什么，只能是感激地道谢一声。望着这银发美人感激的模样，萧炎也只能是无奈地摆了摆手。韩月学姐不必如此，我现在的确是不缺功法斗技，如果是前世，他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得到功法斗技的机会。可是现在的萧炎，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他的记忆更是恢复得越发庞大，他那强横灵魂当中所储存的各种功法斗技，可是比起迦南学院的藏经阁要强横了不知道多少。地阶功法斗技又能如何？便是天阶层次的萧炎也并不缺少。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萧炎难得没有全身心的将心思放在修炼之上，反倒是将时间拿出来多陪一下轩儿，偶尔指点一下盘门的众人。现在的他比较重视的倒是韩贤和其他几名炼药系的学员。这半年来，因为这几人一直在不停的给盘门的众人炼制丹药，有着如此庞大的药材资源供应，他们的财富虽然并未增加多少，但对于炼药的熟练程度却是在不断的增加。加上萧炎和炼药系一些长老的指点之后，韩贤的炼药术终于是在内院大赛之后顺利达到了4品的层次。除了他之外，其余2位原本的3品炼药师也是都达到了3品巅峰，甚至于最早跟着进入盘门的那几位2品炼药师，如今大多也都达到了3品的层次。随着他们的进步，萧炎也终于是再度赐予了这些家伙2道新的药方：冰心丹、洗髓寒灵液。对于这2道冰寒属性的丹药到底有什么作用，很多人都是有些茫然，但萧炎却只是说了一句今后进入内院之后，这2种丹药会有大用之后，便是不再多说什么。虽然如此，很多盘门的老同志此刻已经是赶快想方设法的去搜集这2种丹药的药材了。所幸这2种丹药的成本虽然不低，但是都是一些常见之物，因此很多人都是咬咬牙就凑出了3-5副。而那些新成员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的干脆利索，但在加入盘门之后，已经初步尝到一些甜头之后，也都是纷纷的跟着去做。几天后，萧炎与若琳、萧玉一行人都是纷纷道别，因为今天便是要前往内院的日子了。你们3个的修炼资源我都给你们准备了一些，今后要多做一些任务，磨砺一下自己。萧炎笑盈盈地看着虎家吴昊以及最为不舍的萧玉。他与薰儿进了内院之后，萧玉便是没有了搭伙作伴的人了。好在虎家已经表示自己可以搬到萧玉这里，令萧玉心中有了一丝欣慰。不过当看到即将离开的萧炎与薰儿之时，他的眼中依旧是充满了不舍。好好修炼，我等你明年进入内院。萧炎走上前想揉揉萧玉的脑袋，却是被萧玉有些傲娇地躲开了。对于后者这副模样，萧炎也只能是笑着摇了摇头。萧炎，去了内院可要好好修炼。啧啧，我真想看看等你们哪一天从内院里出来以后，会成长到何等可怕的程度。在萧炎面前不远处，若琳则是笑意盈盈地望着他最得意的2个学生。虽然他并没有教给2人太多的东西，特别是萧炎来了之后跟他的接触并不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于这2个小家伙是何等的骄傲。另外，因为这2个小家伙太争气，若琳身上的导师制服已经从黄阶换成玄阶了，甚至学院高层还有意在他成为斗灵之后将他提拔为地阶导师。这一切都是沾了面前这2个小家伙的光。若琳导师，有时间我们会出来看你的。萧炎身边，薰儿也是有些露出清雅笑容笑道。直到告别了一群熟人之后，这些外院的天骄
内院的新秀才在虎钳的带队之下，纷纷踏上了一头头尸冤兽，朝着内院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路之上，林修雅几人脸上的表情是肉眼可见的舒适，看来在藏经阁当中也是得到了不小的好处。对于他们这般表现，萧炎也只能是轻轻笑着摇了摇头，陪着身边的轩儿轻声闲聊起来。只是他的目光在时不时地望向内院方向的时候，却是多了一丝炽热。陨落星颜，我来了。